如果家里人突然全部变成丧尸，你该怎么帮他们隐藏身份？用浓妆掩盖死人脸，可要是当众受伤却流不出血，又该怎么瞒天过海？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家里突然多了几只丧尸，到底该怎么藏起来？在这个八卦满天飞的时代，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别人，更别说家里人全都变成了怪物。为了活命，只能亲自动手写一本藏匿丧尸的生存指南。而这一切的起点，就在这场看似华丽的帝国贵族宴会上。宴会刚刚开始，茱莉亚就被众人围观，大家都夸她皮肤白得像瓷器。妹妹艾米丽赶紧过来打配合，谎称姐姐最近沉迷保养，还特意戴了最闪的红宝石耳环，这才勉强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没错，这就是藏匿丧尸的第一步，用浓妆和闪耀的珠宝掩盖那张毫无血色的死人脸。本以为这关算是过了，旁边却突然传来一声疑问，有人在问艾萨克：“你的手怎么会这么冰？”听到这句话，艾米丽瞬间惊出一身冷汗。被突然发问的艾萨克一时间也有些发懵，好在他反应极快，顺手举起杯中的冰镇饮料，解释说是因为刚拿了冷饮。这就是藏匿丧尸的第二条守则，体温太低的时候，必须随时找借口避免穿帮。看到这一幕，艾米丽总算松了一口气。可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旁边突然传来一声脆响，酒杯碎了一地。一个男人赶紧道歉，说都是自己的错。原来埃德蒙的手突然流血了。艾米丽反应极快，立刻冲上去帮他包扎。这就是藏匿丧尸的第三条守则，丧尸根本不会流血，所以绝对不能在人前受伤。一旦伤口没有血迹流出，他们的身份就会彻底暴露。埃德蒙顺势以受伤为由，带着大家提前离席。这波以退为进，直接帮所有人脱了身。回程的马车上，这本求生指南终于合上了。不过，你真的觉得这辈子都用不上它吗？茱莉亚靠在艾米丽肩上，心里一阵后怕。刚才那一关差一点就彻底暴露了，谁能想到原本平静的生活会突然变成这样？时间回到1周前，当时他们正坐着马车，准备去参加安德里亚的入学典礼。为了赶时间，埃德蒙和茱莉亚商量着，决定抄近路穿过森林。可谁能想到，这个决定直接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马车里原本还挺热闹，艾萨克正抱着猫开玩笑，结果车身突然剧烈晃动起来。生死关头，艾萨克一把将伊米莉推了出去。等艾米丽在草地上爬起来，还没来得及寻找其他人，就听到附近有动静。他赶紧躲进草丛，结果看到几个黑衣人围在马车旁，带头的冷冰冰的丢下一句：“里面的人已经死透了。”说完，这伙人就迅速撤离。听到这个消息，艾米丽整个人都傻了。难道大家真的都遭遇了不测？等黑衣人走远，艾米丽立刻冲向马车残骸，可眼前的景象让她彻底崩溃了。满地都是刺眼的鲜红，茱莉亚、埃德蒙还有艾萨克全都一动不动地倒在血泊里。艾米丽哭着喊他们的名字：“求求你们，谁来回答我一下！”可四周一片死寂，根本没人能回应。难道大家真的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了吗？艾米丽跪在废墟里，绝望地祈祷着，希望能有奇迹发生。就在这时，废墟底下突然有了动静，一只黑猫从里面爬了出来。黑猫刚一露面，就开始抱怨自己被弄脏的毛，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看着满地的血迹，黑猫忍不住感叹：人类的生命真的太脆弱了。艾米丽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哭着向他求助：“求你帮帮我！”黑猫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问艾米丽到底想要什么。艾米丽没有犹豫，她要用自己的力量把死去的家人全部救回来。转眼到了国家学院的入学典礼，现场热闹非凡，可谓独少了一些熟悉的身影。安德里亚一个人站在礼堂里，心里委屈极了。明明说好要一起参加典礼的，结果大家全都没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安德里亚难过的时候，艾萨克突然出现，一把将他抱了起来，解释说是因为马车坏了，他们才来晚了。安德里亚有些奇怪，艾萨克今天怎么没有戴眼镜？艾萨克解释说想帅气一点，却被安德里亚无情吐槽，不戴眼镜看起来太凶了。不过这都不重要，因为紧接着埃德蒙、茱莉亚还有艾米丽全都完好无损的出现了。安德里亚眼尖发现茱莉亚状态不太对，艾米丽赶紧解释说她只是路上晕车了，连黑猫也跟着一起来凑热闹。大家围在一起祝贺安德里亚顺利入学，这下所有人都到齐了，之前的阴霾总算一扫而空。安德里亚高兴地向艾米丽道谢，大家都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等入学典礼一结束，几个人立刻关起门来，准备把事情问个清楚。艾萨克直接开门见山，冷冷地质问艾米丽：“你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看来身体的变化让他们早就起了疑心。面对大家的逼问，艾米丽叹了口气：“其实你们现在的状态基本上就是丧尸了。”一巴掌拍下去，艾萨克的手指居然当场掉落。原来全家人早已在车祸中丧生，如今还能站在这里说话，全靠少女禁忌的黑魔法。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下，茱莉亚听到了一个荒诞的词汇：丧尸。她惊恐地追问：“是那种会撕咬传染的怪物吗？”艾米丽无奈地摇头解释：“只是状态有些相似，并不是真正的丧尸。”当时的情况实在太绝望，所有人其实都已经失去了生命。为了救活大家，艾米丽只能擅自做出这个决定。茱莉亚急得一把抓住艾米丽，这根本不是重点，起死回生这种事迹怎么可能轻易做到？连教皇麾下的圣人都无能为力。艾米丽连忙出声解释，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复活，准确来说，茱莉亚现在更像是会活动的尸体。一旁的艾萨克听完也感到头疼，谁能想到艾米丽隐藏了23年的能力，居然是控制尸体。艾米丽低声解释着原理，她是将死者的灵魂强行绑定在自己身上，简单来说就是强行留住即将消散的灵魂，重新塞进刚死不久的躯壳，并让他们绝对听从自己的命令。
茱莉亚整个人如遭雷击。这么说来，他们其实早就已经死去了吗？房间里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这个残酷的真相谁都无法轻易接受。埃德蒙脸色阴沉地开口质问：“那你这不就是禁忌的黑魔法师吗？”艾米丽竟然毫不避讳地直接承认。艾萨克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愤怒地猛拍桌子大喊：“这简直太荒谬了！”然而，随着这一拍，意想不到的诡异画面发生了，艾萨克的手掌居然当场脱落，掉在地上。刹那间，屋里的所有人彻底傻眼。看来伊米莉并没有说谎，他们确实已经是死人了。茱莉亚的大脑一片空白，消失了整整300年的黑魔法师，居然就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这绝对是一场噩梦。茱莉亚痛苦的直摇头，他们可是世代承受神明眷顾的家族，怎么偏偏到了艾米丽这里，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黑魔法？但地上冰冷的断手骗不了人，埃德蒙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们今天确实已经死过一次，是艾米丽强行把他们从地狱拉了回来。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更加致命，黑魔法师一旦暴露，等待他们的就是当场处决的下场。要是让教会察觉到蛛丝马迹，他们所有人全都会万劫不复。茱莉亚急中生智提出建议，干脆伪装成意外假死的假象，然后大家隐姓名躲藏起来，这总比黑魔法暴露要安全得多。但艾米丽却神色凝重地摇头拒绝，如果真的彻底死亡，家里就只剩下他和安德里亚，而他根本没有继承权，所有的重担都会压在安德里亚身上。更糟糕的是，安德里亚现在年纪还太小，根本无法独自继承庞大的家业，到时候贪婪的长老必定会借机插手，以监护人的名义架空整个家族的权，那孩子就会彻底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说到这里，伊米莉话锋一转，表示自己其实已经想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艾米丽缓缓伸出手指，说出了一个期限：7年。在这漫长的7年时间里，他们必须完美隐藏死人的身份，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察觉异样，直到安德里亚成年并顺利继承家业。艾萨克却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毕竟他们现在的身体脆弱不堪，随时都有可能彻底散架。埃德蒙深知这难如登天，但为了家族的未来和年幼的孩子，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就在气氛压抑到极点的时候，艾萨克突然尴尬地举起手，问出了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这根掉在地上的手还能不能重新接回去？艾米丽一边捡起地上的断手，一边解释：这东西确实可以重新接回去，但由于身体本质上已经是尸体，随时都有再次断裂脱落的危险。接着，伊米莉轻轻拉住艾萨克的手，低声提醒他可能会有些疼痛。话音刚落，艾米丽直接咬破了自己的指尖，随着黑魔法特有的紫色光芒闪烁，断掉的肢体竟然开始诡异的自动缝合。这神乎其技的手段让人叹为观止。看着眼前完好如初的手指，艾萨克整个人都愣在原地。察觉到大家异样的目光，艾米丽的内心其实充满了忐忑，甚至开始后悔坦白这个惊天秘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埃德蒙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恐惧，反而主动走上前，温柔地安慰他，肯定了他的所作所为。在埃德蒙看来，这绝非什么邪恶污秽的力量，而是拯救了整个家族的骄傲，他应当挺起胸膛自信面对。听完埃德蒙这番暖心的安慰，艾米丽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夜幕降临，埃德蒙与艾萨克开始密谋对策。埃德蒙神色凝重地分析，既然幕后黑手在马车里安放了炸药，还特意派人确认了他们的死，那么对方迟早还会再次找上门来。艾萨克忍不住低声猜测，这起暗杀的始作俑者究竟是敌对的贵族家族，还是帝国皇室，甚至连高高在上的教会都有嫌疑。毕竟教会一直认为他们家族抢占了本该属于神殿的风头，如今敌暗我明，他们的尸体又随时面临散架的风险，根本经不起任何折腾。埃德蒙当即决定，明天一早就先找借口请假避开风头。埃德蒙自嘲地叹了口气，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不过对于他们这些死人而言，连疲惫都变成了一种奢侈的体验。另一边，艾米丽独自一人回到了卧室。就在这时，趴在床上的黑猫莱夫突然开口说话了：神圣的恩赐，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语气不屑地嘲讽道：哪个傻子会把黑魔法当成神明的恩赐？这两者的力量来源根本就截然不同。黑猫继续用尖酸的语气嘲弄艾米丽，明明内心深处比谁都清楚，居然还能在家人面前装得如此。接着，黑猫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他，询问他现在的真实感受。毕竟伊米莉已经亲身体会到了黑魔法那股令人战栗的恐怖力量。黑猫甚至开始低声怂恿他，问他是否渴望用这股禁忌的力量去征服整片辽阔的大陆。全家人身体正在加速垮掉，甚至连冷热和痛觉都彻底丧失。为了活命，他们只能暗中修炼黑魔法。可就在这时，皇太子却突然下达了禁足令。艾米丽叹了口气问：你干嘛要和我这样的人契约啊？一听这话，黑猫直接气炸了，明明是你把我召唤出来的呀！黑猫气得直跳脚，吐槽艾米丽太胆小，整天像只老鼠一样只想着苟活，简直丢尽了契约者的脸。其实这只猫的来头可大了，它是个货真价实的恶魔，因为真身太强会破坏规则，才不得不附身在猫身上。恶魔原本还指望艾米丽能掀起什么血雨腥风，结果一过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看着艾米丽在一旁傻笑，恶魔也是彻底没脾气了，直呼自己要被他同化了。艾米丽可不服气，直接反对了回去，说自己一个新手都能召唤他，说明这恶魔也没多大本事。这话一出，黑猫直接破防了，嚷嚷着今天必须解约，吓得艾米丽赶紧赔礼道歉。闹腾了一宿，天一亮，家里就迎来了正事。安德里亚坐上马车，兴奋地跟大家告别，准备出发去学院了。艾米丽抱着黑猫，笑着和安德里亚告别。看着马车渐渐远去，大家心里其实都挺不是滋味的。
转眼到了开饭时间，但这顿饭大家吃得各怀心思，餐桌上安静的有些反常。艾萨克突然敲了敲杯子，神色严肃的开了口：“大家应该都发现了，我们现在不仅不需要睡觉，身体在加速垮掉，甚至连冷热都感觉不到了。这突如其来的异样到底预示着什么？”茱莉亚发现自己除了辣味，其他什么都尝不出来了，连鼻子也彻底失灵了。为了不出乱子，茱莉亚和艾萨克一大早就递交了请假申请。毕竟以他们现在的身体状况，继续工作迟早要出大事。好在皇宫一向没有拒绝的先例，这次应该也能顺利通过。艾米丽也坐不住了，决定今天亲自去一趟，把这件事当面说清楚。埃德蒙叹了口气，说：“大家现在只能指望他了。但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不过是在垂死挣扎，拖延时间罢了。既然身体在垮掉，那就只能用黑魔法来重塑了。不过这需要艾米丽单独去练习。”埃德蒙主动揽下了找魔法术的活，艾米丽也点头答应了。这可是他们唯一的生路。虽然计划是定下来了，但茱莉亚心里还是直打鼓，毕竟这事听起来太悬了。就在这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管家在外面喊着有急事汇报。埃德蒙赶紧让人进来。管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艾萨克的请假申请居然被驳回了。这下大家都坐不住了，毕竟以前可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艾萨克急忙追问原因，管家吞吞吐吐地表示，这居然是皇太子亲自下的命令。为了弄清真相，艾米丽还是按计划来到了皇宫。结果刚一到地方，杰米就笑着迎了上来，问他怎么迟到了。原来是安德里亚早上闹脾气，死活不肯去学院。不过艾米丽今天来是有正事的，她赶紧打听皇太子的下落。同事说人马上就到。话音刚落，皇太子就推门进来了。两人赶紧上前行礼，可特里斯坦连看都没多看一眼，直接冷冰冰的让大家开始干活。艾米丽还是主动走上前去：“殿下，我有事想跟您说。”特里斯坦头都没抬，冷冰冰的问什么事。艾米丽硬着头皮表示自己想请一段时间的假。这下特里斯坦有些意外，问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艾米丽赶紧摇头否认。结果特里斯坦接下来的话让气氛一下子变了：“你平时可不怎么请假，而且艾萨克最近也想请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家里出事了？”艾米丽赶紧摆手否认，解释说只是想全家去旅行，甚至提出可以用年假来抵扣。特里斯坦想了想，还是直接拒绝了。这下艾米丽彻底没话说了。特里斯坦解释说，骑士团最近有紧急任务，艾萨克必须随时待命。既然艾萨克走不开，那这趟家庭旅行自然就泡汤了。看来皇太子是铁了心要把他们死死按在眼皮子底下。艾米丽只能妥协，表示自己会推迟假期，毕竟艾萨克走不开，她一个人去也没意思。可话还没说完，大门突然被撞开，一个骑士慌慌张张地冲进来，大喊着让皇太子赶紧过去。原来是骑士团那边出大事了，而且这事居然还跟艾萨克有关。听到艾萨克出事的消息，艾米丽整个人都慌了。难道说他们一直隐瞒的致命秘密已经彻底暴露了吗？哥哥为了维护我的名誉，竟然答应了生死决斗，眼看他就要被对手一剑穿心，我只能暗中释放禁忌魔法，却没想到这直接引来了皇太子的怀疑。虽然丧尸的身份没有暴露，但眼前的混乱局面还是让艾米丽彻底犯了难。看焦急忙跑进来的维尔纳，艾米丽赶紧上前打听外面到底出了什么大事。维尔纳也是一脸哭笑不得，说艾萨克正在和人决斗。特里斯坦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维尔纳却兴奋不已，直呼这是百年难遇的奇观。毕竟大家私底下赌了无数次，都想知道艾萨克和对手谁更强，这回他可是压了对手赢。看到艾米丽就在旁边，维尔纳吓得赶紧改口解释说，上次压的是艾萨克，让艾米丽千万别往心里去。艾米丽只能尴尬地应付着，心里却在暗自盘算，只要特里斯坦不亲自去现场，这件事情就还有挽回的余地。特里斯坦此时也头疼不已，直接下达了命令，让他们立刻赶去现场。维尔纳听到指令，拉着人就要往外跑，这风风火火的架势把旁边的艾米丽都看傻了。没想到维尔纳突然转过头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平时这种热闹他根本懒得凑，但为了阻止这场决斗，他现在只能硬着头皮跟上去。决斗场上的气氛剑拔弩张，艾萨克此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他不该一时冲动接受挑衅。原来就在刚才，对手故意提起艾米丽，嘲讽她是个没有能力的废柴，甚至大言不惭的想要亲，说艾米丽能嫁过去都是高攀。听到有人这样侮辱妹妹，艾萨克怎么可能忍得下去？今天必须给这家伙一点教训。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这场决斗正式拉开了序幕。决斗马上就要开始，但艾萨克的状态明显不对劲。坐在旁边的特里斯坦也看出来了，转头询问身边的艾米丽，艾萨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突如其来的搭话把艾米丽吓了一跳，她赶紧打圆场解释说，哥哥这几天胃口不好，可能只是吃坏了肚子。可场上的艾萨克状态差的连旁观者都直摇头，这副样子怎么看都不可能会赢。台下的观众顿时坐不住了，纷纷开始倒戈，要把赌注全部押给对手。决斗还没正式开始，艾萨克就已经彻底落了下风。台下的赌徒还在疯狂呐喊，求着艾萨克千万不能输，毕竟真金白银都压在他身上。随着裁判一声令下，这场决斗正式开打。对手二话不说，直接挥剑猛冲了上来，这气势明显想要速战速决。艾萨克只能仓促抬剑防守，虽然勉强挡下了这一击，整个人却被震得连连后退。这一下交手，直接让对手摸清了底细。男人得意的大笑起来。艾萨克现在根本使不上劲，场上的局势越来越不妙，艾萨克被逼得节节败退。再这样打下去，他的双手非要废了不可。
看台上的艾米丽心急如焚，要是哥哥早点听劝就好了，现在根本没有退路，到底该怎么帮他脱困？就在这火烧眉毛的关头，艾米丽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这说不定是唯一的转机。为了帮哥哥解围，艾米丽这次也是拼了，她直接用自己的血唤醒魔法，悄悄给小精灵下达指令，让他去把头顶的吊灯砸下来，只要制造混乱，艾萨克就能趁机脱身。这股魔法能量神不知鬼不觉，顺着地面悄悄爬向了赛场。可还没等艾米丽的计划得逞，场上的局势却再次突变。对手看着一直躲闪的艾萨克，彻底失去了耐心。男人冷笑一声，说要用最后一招解决战斗。看着对方剑上凝聚的光芒，艾萨克这下真的慌了，大喊着让对方立刻住手。这明明只是一场普通切磋，这家伙居然连剑气都用上了。男人大吼一声，直接使出杀招冲了上去。千钧一发之际，艾米丽的魔法终于生效，巨大的吊灯轰然砸落，直接把整场比赛给搅黄了。现场顿时乱成了一团，漫天的烟尘之中根本看不清台上的情况，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猜测到底是谁赢了。就在这时，烟雾里隐约出现了一个身影，有人忍不住大喊出声：难道站到最后的是挑战者？烟雾彻底散去之后，对手不仅没有高兴，反而觉得丢尽了脸面。原来刚才吊灯砸下来的时候，是艾萨克出手救了他，但这在对手看来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侮辱。男人愤怒地质问艾萨克为什么要出手救他？难道在他眼里自己不算对手吗？他越想越觉得不服气，大喊着要和艾萨克重新比过。就在这时，台下的特里斯坦突然开口了，宣布今天的决斗到此为止，既然没人受伤，就赶紧散了。特里斯坦都已经发话了，这比赛肯定是打不成了。艾萨克赶紧拉着不服气的对手退下，但这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特里斯坦简单交代了几句，让受伤的人赶紧去治伤，剩下的人留下来收拾残局。这场闹剧总算是被强行按了下去。旁边的艾萨克悄悄给妹妹点赞，多亏了艾米丽刚才暗中出手，不然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艾米丽却是一阵后怕，这种心惊肉跳的事情，她可不想再经历第二次了。等他们离开大殿走到花园，艾米丽刚想要松一口气，身前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直接叫住了她。艾米丽抬头一看，居然是特里斯坦在跟她说话。对方叹了一口气，问她是不是也察觉到了什么。还没等艾米丽反应过来，特里斯坦就自顾自地说了起来，说他们家族一直有神明保佑，难怪能发现不对劲，甚至还提到了骑士团戒备的事。这下把艾米丽整不会了，她赶紧装傻表示自己根本听不懂在说什么。但特里斯坦显然不相信，他直接把话给挑明了，说知道他不想惹麻烦，但既然他能看穿黑魔法痕迹。特里斯坦这话一出，艾米丽整个人直接懵了，他忍不住追问对方刚才到底说了什么。难道这次真的彻底暴露了？甚至连被带到这个没人的花园也是对方故意设下的陷阱。帝国最强的调查队竟然雇佣黑魔法师去抓捕同伙，而为了保住这个致命的秘密，他必须献祭刚死不久的人类。艾米丽这次真的失算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被人故意引到这个荒无人烟的花园里。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退路已经被彻底堵死，她彻底被包围了。维尔纳却突然上前，一把护住艾米丽，大声质问对方：殿下，您是不是吓到小姐了？殿下，您天天拉着个脸，哪个姑娘不被您吓跑？特里斯坦这下也委屈了，小声嘀咕着自己真不是故意的。艾米丽在一旁暗自庆幸，看这架势，他们应该还没发现自己的秘密。可还没等他松口气，维尔纳突然凑了过来，直接开口询问：当时比试的时候，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吊灯要砸下来？这下直接把艾米丽问懵了，原来人家早就盯上他了。维尔纳接着解释，他们最近在查黑魔法师的线索，可惜处处受限，这才想从他这里找突破口。维尔纳解释说，他们的追踪设备限制太多，但刚才的意外里探测器确实有了反应，这说明现场有黑魔法的痕迹。艾米丽在心里暗骂，那魔法就是我放的，能没有反应吗？结果维尔纳直接误会了，认定艾米丽天生对黑魔法敏感。维尔纳顺水推舟邀请艾米丽加入调查，看着这两个人期待的眼神，艾米丽这下彻底坐不住了，这要是真答应了，不就等于自己查自己吗？艾米丽在心里疯狂吐槽，这帮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居然让一个黑魔法师去帮他们抓黑魔法师，而且自己只是个打工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结果特里斯坦直接甩出一句：我们会付你加班费。这下好了，艾米丽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改口答应。维尔纳一看他答应了，立刻提议换个地方好好聊聊。这下艾米丽算是彻底上了贼船。几个人刚坐下，艾米丽就开门见山地问：黑魔法师再次活跃到底是什么意思？特里斯坦喝了口茶解释说，字面意思，他们确实发现了黑魔法师活动的痕迹。艾米丽听完有些纳闷，300年前圣战结束之后，黑魔法师不是全被关到孤岛上去了吗？特里斯坦接着解释说，300年时间太长了，足够让人忘掉很多事情，而且现在的教会和以前可没法比。讽刺的是，要是没有黑魔法师，教会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所以为了防范黑魔法师，教会一直占着帝国的领土，而这块地的租约刚好今年秋天到期。艾米丽一听就明白了，所以帝国这次是不打算跟教会续约了。特里斯坦点了点头，表示确实是这样。这下艾米丽更纳闷了，既然帝国想收回领地，那之前发现的黑魔法痕迹又是怎么回事？维尔纳叹了口气，说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因为黑魔法师混在人群里，根本就分不出来，而且只有教会的人才能察觉到黑魔法的动静，甚至连他们手里的探测器都是教会做出来的。维尔纳无奈地表示，要是教会硬说有黑魔法师，他们根本没办法去核实真假。
艾米丽一听，心里顿时乐了，这不就意味着帝国根本抓不到黑魔法师吗？那自己只要随便应付一下，这加班费不就稳拿了？结果维尔纳接着说，最近一次发现痕迹的地方就在劳登山脉。听到这个地名，艾米丽一口茶直接喷了出来。维尔纳赶紧问他怎么了。艾米丽一边擦嘴一边掩饰，说自己只是有点吃惊，因为那地方离这儿实在太近了。维尔纳解释说，那地方就在首都西边，翻过去就是侯爵领地，平时人流量特别大，这事确实挺严重的。艾米丽一听更坐不住了，因为她家里人去学院上学，平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维尔纳赶紧安慰她，说守卫队已经加强了防范，而且发现痕迹的地方离主干道还有一段距离。听到这话，艾米丽在心里直翻白眼，那能不远吗？因为他们当时为了省时间，直接抄近路走了荒山野岭。维尔纳接着说，他之前亲自去现场看过了，探测器当时闪得厉害，说明那里的黑魔法残留非常强。克里斯坦喝了口茶，直接下了逐客令。既然情况都了解了，那就赶紧回去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吧。这下艾米丽彻底傻眼了，这差事怎么说来就来？克里斯坦直接下令，明天一早就出发去劳登山脉，让艾米丽亲自去确认痕迹的真假。艾米丽一听，整个人都不好了，赶紧提醒特里斯坦，明天可是休息日啊。结果特里斯坦理直气壮的回答，就因为是休息日才要去，要是工作日两个人都不在，那不是明摆着让人起疑吗？这理由简直让人无法反驳。艾米丽只能答应下来，心里早就把这个黑心老板骂了100遍。回到房间的艾米丽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今天白天的事情实在太险了，要是艾萨克的手腕真的断了，黑魔法的事情可就彻底瞒不住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的黑魔法不够强。想到这，艾米丽直接坐了起来，叫醒了旁边的黑猫。黑猫伸了个懒腰问，你叫我干嘛？艾米丽认真的看着他说，教我黑魔法吧。听到这话，黑猫一下子来了精神，得意的问，你终于准备好接受我伟大的教导了吗？艾米丽叹了口气说，差不多吧，看来为了保命，他这次是真打算豁出去了。黑猫开始马后炮，说他要是早点听话，家里人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虽然艾米丽心里还在纠结这条路到底对不对，但眼下她确实需要这股力量。艾米丽接着问，有没有什么黑魔法能让他们永久变强？黑猫给出的答案却让人后背发凉。他说，想要保住尸体不腐烂变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献祭，而且必须是刚死不久的人类尸体。在帝国皇太子的眼皮子底下，他竟然要献祭刚死去的刺客尸体，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看似柔弱的千金大小姐，究竟隐藏着怎样恐怖的黑魔法力量？黑猫提出了一个残酷的契约条件，艾米丽必须提供刚死不久的人类当祭品。这个离谱的要求让艾米丽难以接受，她急忙询问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黑猫给出了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学会掌控黑魔法。他看着艾米丽低声说道，你天生就是个黑魔法师。黑猫解释说，他体内的力量早已觉醒，每个人的黑魔法表现形式都完全不同，有人能窥探人心，有人能改变形态，而艾米丽的能力竟然是唤醒死者。黑猫建议他立刻尝试提取魔法，如果实在学不会，就只能老老实实去寻找活人祭品。艾米丽最终决定学习提取黑魔法，毕竟用活人献祭实在违背她的底线。第二天清晨，艾米丽坐在颠簸的马车上赶路，因为昨晚消耗过度，她忍不住在车厢里打起瞌睡。身旁的维尔纳见她睁开眼，体贴地劝她，要是疲惫就再睡一会儿。艾米丽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自己昨晚确实没有休息好。维尔纳以为她是为昨天的变故而担忧，却不知艾米丽是因为练习提取黑魔法，体内的力量差点被那只黑猫彻底吸干。还没等她从疲惫中缓过神来，马车便缓缓停了下来。维尔纳率先走下马车，绅士地伸出手示意他下车。他们的目的地终于到了。艾米丽刚下车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地上满是血迹和破碎的马车残骸，这正是他之前留下的烂摊子。维尔纳拿出一颗发光的红色魔石，神色凝重地看着现场残留的魔法痕迹。艾米丽转头质问旁边的维尔纳，这里发生如此惨剧，为何没人上报？男人无奈地摇头表示毫不知情。旁边的特里斯坦也觉得事有蹊跷，受了这么重的伤，附近诊所却没有任何就诊记录，现场有大片血迹，却找不到任何尸体，空气中还弥漫着黑魔法的残留气息。特里斯坦怀疑是有无辜百姓被抓去当了祭品，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真正的始作俑者此时就站在他身边。面对特里斯坦的突然询问，艾米丽一时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说真话会暴露身份，说假话又会引来更多麻烦。还没等艾米丽开口解释，特里斯坦突然警惕地停下脚步，他低声询问旁边的维尔纳，对方神色凝重地拔出武器，微微点头。刺客的杀意已经将他们牢牢锁定。特里斯坦见状，立刻将艾米丽护在身后，叮嘱他千万不要乱跑。维尔纳主动留下来断后，催促他们赶紧回到马车上避难。面对5个实力强劲的对手，维尔纳自信一笑，表示毫无压力。特里斯坦不再犹豫，拉起艾米丽，迅速朝马车方向撤退。两人一路狂奔，总算安全撤回了车厢。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外面便传来了刺耳的金属碰撞声。看着神色紧张的艾米丽，特里斯坦主动开口，轻声安慰她不用害怕。他坦言，虽然不知道是谁泄露了行踪，但这种刺杀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他向艾米丽吐露了皇室的残酷真相。作为帝国唯一的特里斯坦，他本该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然而他的母亲来自异国信仰，反对派便以此为借口疯狂打压他，甚至不惜派出刺客想要将他彻底除掉。
就在这时，车窗外的打斗声戛然而止。特里斯坦掀开帘子朝外面看去，看来外面的麻烦已经被维尔纳解决了。特里斯坦招呼艾米丽走下马车，看着他疲惫的侧脸，艾米丽意识到皇太子的身份也是种枷锁。刚一落地，浓烈的血腥味便扑面而来。维尔纳迅速伸手挡在艾米丽眼前，低声提醒她画面太过血腥，不要观看。特里斯坦走上前询问是否留下活口，维尔纳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些刺客极其果断地服毒自尽，线索到这里再次彻底中断。维尔纳叹了口气，准备将尸体就地掩埋，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他贴心地劝说伊米莉回车厢回避，然而他根本不会想到，艾米丽盯着地上的尸体，眼神里没有丝毫恐惧，反而充满了兴奋与渴望。在黑魔法师眼里，这些刚死不久的尸体是绝佳的祭品，直接埋掉简直就是暴殄天物。荒郊野外的神秘命案，死者脖子上竟刻着教会圣痕。为了得到这具完美的实验材料，埃德蒙竟直接用致命软肋强行逼迫黑市会长沦为帮凶。身边的维尔纳见状，赶紧低声询问，艾米丽这才勉强反应过来，解释说自己只是有些头晕，想要先回马车上休息。还没等他迈开脚步，特里斯坦突然在背后叫住了他，语气冰冷的开门见山：“你是不是也察觉到了？这里有黑魔法残留的痕迹。”这话一出，维尔纳立刻上前一步，将伊米莉死死挡在身后，有些不满的冷冷反问：“殿下，您非要逼问一个刚被尸体吓坏的无辜之人吗？”特里斯坦沉默不语地盯着他们，艾米丽紧张的心跳加速，根本摸不透这位殿下的心思。纠结片刻之后，艾米丽还是决定主动开口。既然对方已经起了疑心，继续隐瞒下去反而更加危险。她深吸一口气，直接回答：“没错，在这片诡异的森林里，我什么异常都没有感觉到。”话一出口，艾米丽心里其实也没底，不知道这个回答能否蒙混过关。然而特里斯坦只是低声呢喃，果然是这样。特里斯坦直接得出了结论，这整件事其实是教会设下的圈套，目的就是为了引诱他上钩。一旁的维尔纳有些怀疑，不明白对方为何如此笃定。特里斯坦直接俯身翻开死者的衣领，露出了脖子上的一道特殊印记。这就是教会神职人员特有的圣痕，他们的身份根本藏不住。不过这个证据无法留存太久，圣痕在宿主死后会慢慢消失，就算现在把尸体带回去，到时候也只是一块洗不掉的污渍，根本无法作为呈堂证供。教会这招借刀杀人确实够狠，既达到了警告皇室的目的，又没有留下任何把柄。既然继续留在这里毫无用处，特里斯坦便招呼大家准备回去。艾米丽见状，赶紧追问：“那地上的这具尸体，我们要怎么处理？”维尔内的回答倒也干脆，先随便挖个坑把人埋了，回头再叫专门的清理队来解决。看着维尔纳转身去埋尸体，艾米丽的心思却活跃了起来。这么好的机会，要是错过了，以后上哪去找这么完美的实验材料？这下可麻烦了，他必须想个办法把尸体偷偷留下来。有光的地方就一定有黑暗，这世间的规矩向来如此。虽然帝国表面上迎来了和平，但那些闲得发慌的贵族们开始追求更加刺激的玩物，这正好给地下商人提供了发财机会。一来二去，大陆上最大的黑市在帝国地下诞生。因为牵扯了太多贵族的利益，皇室嘴上说着在等待机会铲除，其实根本就是无能为力，早就彻底放弃了管辖。正因为皇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唐纳德这个黑市会长才能在地下世界混得风生水起。这天他正在办公室里数着钱，手下突然慌慌张张地推门进来，汇报说有不速之客找上门了。唐纳德顿时有些不耐烦，今天明明没有任何预约，怎么还有人敢来砸场子？手下也是一脸的为难，说对方根本不听劝阻，非要直接硬闯进来。唐纳德当场就火冒三丈，没有预约的一律不见，他可没闲工夫陪外人浪费时间。可他的话音刚落，大门就被人从外面暴力推开，埃德蒙带着艾米丽直接闯了进来。埃德蒙面无表情的冷冷质问：“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看清来人的长相之后，唐纳德吓得唰的一下站了起来。唐纳德一眼就看出对方身上的衣着行头价值不菲，绝对是惹不起的大贵族。他立刻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迎上去，不知道贵客大驾光临是有什么指教。看着唐纳德这副市侩的嘴脸，艾米丽在一旁忍不住直犯嘀咕，没想到埃德蒙居然还认识这种人。埃德蒙压低声音沉声说道：“幸好当时在森林没动那些尸体，否则肯定会被特里斯坦察觉到异样。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依然需要新鲜的尸体。为了安全起见，埃德蒙转头对身后的少女吩咐道：‘艾米丽，把外套穿好。’眼看对方似乎不太想配合，埃德蒙决定直接亮出底牌。他从怀里掏出一块古朴的木牌。唐纳德一看到这件东西，整个人瞬间吓傻了眼。这可是传说中的顶级贵族信物。他小心翼翼的双手接过去，颤声坦白道：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真家伙。当年创立黑市工会的时候，前代会长就立下了死规矩，只要有人拿着这个信物找上门，不管提出什么要求都必须照办。而且最要命的是，当年那个贵族离开之前，还顺手拿走了工会的双重账本。这下他们的软肋被彻底捏住了。埃德蒙面无表情的继续施压，那本账本里记录的秘密一旦曝光，后果不堪设想，比如你们与费后的资金往来。唐纳德这下彻底没了脾气，只能无奈的叹气问道：你到底想要什么？埃德蒙微微一笑，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唐纳德以为对方是来敲诈要钱的，无非是想要皇室的丑闻，或者是黑市里最赚钱的黄金地段，只要能保住工会，这些损失他咬咬牙还能承受。可埃德蒙接下来的要求却直接让他当场傻眼。
我需要尸体。唐纳德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满脸疑惑地追问：“您说什么？”唐纳德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连忙陪笑解释道：“如果是缺钱周转，他可以帮忙介绍高利贷，只要您说个数就行。”结果埃德蒙毫不客气地直接打断他，语气冰冷地重复了一遍：“不，我是说人类的尸体。”唐纳德这下彻底慌了神，这个要求简直是要他的命。对方不仅要新鲜的尸体，还要搜集黑魔法的线索。唐纳德急忙摆手解释，这要是被皇室发现，那可是要直接掉脑袋的。而且自从圣战结束之后，所有人死后都实行火葬，现在根本找不到什么公共墓地。他压低声音警惕地问道：“你到底要拿这些东西干什么？”埃德蒙根本不想跟他废话，这不关你的事，你只管说能不能办。唐纳德也是有脾气的，当即愤怒地大喊：“办不到！就算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绝对不干！”然而话音未落，一把锋利的冰冷长剑已经稳稳地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这下唐纳德瞬间秒怂，连忙改口求饶：“能办能办，我一定拼命去办。”埃德蒙这才缓缓收回长剑，明智的选择。埃德蒙在桌上留下了联络工具，要求这周末之前必须把尸体送来。那就拜托你了。唐纳德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这下他是被彻底拿捏住了。艾米丽轻声调侃道：“祝你好运。”等两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屋里立刻传出唐纳德崩溃的惨叫声。这差事简直是要他的命。走在回去的路上，艾米丽心里依然有些打鼓，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当年明明已经死透的人，为什么会重新活生生站在这里？神秘都冒难的一句话，让艾米丽瞬间如坠冰窟。她隐藏最深的致命秘密，竟然早就被看穿了。当夜幕完全降临之后，艾米丽和埃德蒙换上了便装，两人悄悄来到了热闹的街上。看着轻车熟路的埃德蒙，艾米丽有些好奇的开口询问：“你好像对这里非常熟悉。”埃德蒙转过头，低声回答：“以前和艾萨克来过几次。”还没等艾米丽反应过来，埃德蒙突然伸手拉住了她：“我知道你瞒着大家很多事情。”听到这句话的瞬间，艾米丽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埃德蒙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你以前总是把事情憋在心里，我还以为府里没有我不知道的事，结果全是我在自作多情。”他看着艾米丽，接着劝道：“遇到难处的时候，家人不就是用来依靠的吗？你什么都不肯说，大家要怎么帮你？既然秘密已经公开了，以后就别再一个人扛着了。”听到哥哥这番话，艾米丽只能笑了笑回答：“好，以后有事一定告诉你。”埃德蒙无奈的摇头叹气，他根本就没听懂自己的真正意思。看到埃德蒙叹气，艾米丽赶紧快步追了上去，有些不好意思的向他道歉，说自己不该一直瞒着大家。埃德蒙满脸无奈，刚想把话彻底说明白，街道上却突然传来一阵大乱，一匹受惊的骏马疯狂冲了过来，瞬间把路边的货摊撞得粉碎。幸好周围的人没有出大事，艾米丽赶紧拉住身边的埃德蒙：“哥哥，你没事吧？刚才差一点就撞到你了。”刚才那场混乱平息之后，艾米丽一转眼就和大家走散了。看着陌生而空旷的街道，她急得在原地直跺脚，大家到底都跑到哪里去了？就在她焦急万分的时候，肩膀突然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一个戴着兜帽的男人凑过来问：“你是不是在这里迷路了？这家伙的打扮怎么看都不像好人。”不过大庭广众之下，他应该不敢乱来。艾米丽只能顺势回答：“是啊，我和同伴不小心走散了。”艾米丽满脸警惕地退后一步：“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兜帽男人凑上前，压低声音说：“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他死死盯着艾米丽的眼睛：“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当年你们明明都已经死透了才对。”听到这句话，艾米丽整个人如遭雷击，这个致命的秘密怎么会被外人知道？还没等他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周围的气氛已经变得越来越危险。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焦急的呼喊：“艾米丽！”他急忙转过头一看，居然是埃德蒙，及时找了过来。埃德蒙一把拉住艾米丽的臂，焦急地问她刚才跑到哪里去了。艾米丽刚想要开口解释，转头看向刚才的位置，却愣住了。那个搭讪的神秘都帽男，居然在眼皮底下凭空消失了。埃德蒙看着他，一头雾水，奇怪地问他到底在看什么。艾米丽急忙指着旁边追问：“你刚才没看到这里站着一个人吗？”埃德蒙有些疑惑地摇了摇头，说自己刚才只看到了普通路人，根本没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人。看来那个神秘人离开的极其迅速。艾米丽不想让埃德蒙跟着担心，只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可能是自己刚才看错了。艾米丽回到房间之后，立刻向黑猫打听起当年的马车事故，她想确认当时周围到底有没有人在场。黑猫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保证，以他的能力绝对不会看错，当时事故现场确实没有任何活人。这就让人感到奇怪了，如果当时真的没有任何目击者，今天那个神秘人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黑猫听完也觉得事情不对劲，赶紧追问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艾米丽把遇到神秘人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全部说了出来，那人不仅一口叫出了他的名字，甚至连当年车祸的细节都一清二楚。黑猫低头想了想，分析道：“他很可能是感受到了现场残留的死亡气息，所以才敢如此肯定你已经死过一次。”艾米丽直接听得愣在原地，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诡异的手。黑猫晃了晃尾巴，接着解释说：“实力强大的黑魔法师或者神官确实能够轻易做到这一点。”艾米丽一听，立刻联想到了教会，毕竟双方以前结下过很深的梁子，那些家伙确实有最大的嫌疑。但艾米丽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如果是神官在悄悄靠近自己，她不可能一点异常都没有发现。黑猫却摇了摇头否定道：“其实很多神官都学会了如何隐藏自己体内的神圣力量。”艾米丽有些不敢置信地问：“这种力量居然还能隐藏起来吗？”黑猫非常肯定地回答道：“当然可以隐藏，其实你现在也很擅长隐藏自己体内的黑魔法。”艾米丽直接听得目瞪口呆。
黑猫继续向他解释说，这大概是当年为了活命，你的身体自动进化出来的特殊能力，就算现在有高阶神官站在面前，也根本认不出你的真实身份。但这可不是什么免费的福利。黑猫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隐藏力量的代价就是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使用体内那股庞大无比的黑魔法。黑猫还在旁边喋喋不休地念叨，艾米丽听得耳朵都快要起茧子了，忍不住在一旁小声嘀咕了几句。黑猫这下可彻底不干了，当场就气得直接炸了毛。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艾萨克急匆匆地带来了一个新消息，那个合作的商人虽然名字听起来非常普通，但手底下的活干得确实漂亮。等他们两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地上已经整整齐齐地摆放好了几口厚重的棺材，而躺在棺材里面的正是这次事件的几名。看着眼前准备好的一切，艾米丽心里终于有了底，这下万事俱备，接下来的计划就可以顺利进行了。满屋子的神秘棺材，禁忌的仪式突然失控，我们竟然把皇太子刺客的尸体给偷了。帝国清理小组已经开始全城搜捕，这次真的要彻底完蛋了吗？艾萨克看着满屋的棺材，虽然唐纳德的手艺确实没话说，但要是走漏了风声，大家今天都得玩完。茱莉亚看着棺材直犯嘀咕，这要是被发现了，我们是不是得直接被拉去砍头？艾萨克却一脸淡定地回答，何止是我们要被砍头，估计连九族都得被顺手灭了。艾米丽听得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种掉脑袋的大事，她怎么能说得这么轻松？好在书房已经彻底锁死，闲杂人等也全部被清空，但这样真的能万无一失吗？艾米丽拿出了准备好的配方，既然一切都准备就绪，那就必须立刻动手。艾萨克的情况最紧急，必须第一个用它来试验。艾萨克深吸一口气，点头同意。这第一步就必须见血。艾米丽直接用短刀划破手掌，鲜血滴落的瞬间，禁忌仪式正式开启。法阵瞬间爆发出刺眼的光芒，巨大的动静让整间屋子都在震动。这禁忌仪式果然非同寻常。艾米丽闭上双眼，开始念动咒语。还没等大家松一口气，艾萨克突然发出一声闷哼，脸上露出极其痛苦的表情。与此同时，棺材里的尸体开始发生异变，诡异的红雾直接缠上了艾萨克，狂暴的气流将书房吹得一片狼藉。艾米丽在风暴中根本睁不开眼，只能大声呼喊艾萨克的名字。好在风暴很快平息了下来，艾萨克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仪式似乎顺利成功了。但还没等艾米丽松一口气，艾萨克就发现了身体的异样。他表示，虽然力量变强了，但现在觉得异常口渴。艾米丽赶紧询问他是不是喉咙发干，艾萨克却面色凝重地摇头，说不是那种普通的口渴，这种饥渴感非常奇怪。艾米丽又仔细检查了他的手腕，艾萨克活动了一下关节，发现身体恢复的还算不错，只要今天不和别人硬拼，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碍。艾米丽转头看向埃德蒙，询问他们今天是否也要进行仪式。埃德蒙认为还是应该先观察一下，毕竟谁也说不准艾萨克到底被强化成了什么怪物。艾米丽指着旁边的棺材询问，那剩下的这些尸体该怎么处理？埃德蒙提议先把他们放进地下室。听到这话，茱莉亚和艾萨克直接愣在原地，这间书房里居然还有地下室。埃德蒙解释说，这里是应急安全屋，下面温度极低，正好适合用来存放尸体。艾萨克赶紧追问入口在什么地方。埃德蒙伸手触动了墙上的机关，伴随着一阵沉重的闷响，厚重的墙壁竟然缓缓移开。埃德蒙指着露出的通道，示意入口就在这里面。艾萨克整个人都看呆了，他没想到自己家里居然还藏着这种秘密通道。不过现在可不是感叹的时候，艾萨克主动揽下了搬运的重活，他一边搬运一边小声嘀咕，这种藏有密道的事情，以前还以为只在故事里才有。艾萨克刚想大干一场，结果脚下一滑，直接摔了个大跟头，连棺材里的尸体都被甩了出来。茱莉亚当场气得大喊，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艾萨克尴尬得满脸通红，赶紧一边道歉一边想把尸体抬回去。就在这时，艾米丽突然发现了异常，急忙大声叫住了他。原来这具尸体的脖子后面居然刻着一个神圣烙印，这东西在死后会慢慢消失，就算现在送去验尸，最后也只会变成一团污渍，根本无法留下任何证据。看着这个逐渐模糊的印记，艾米丽心里咯噔一下。水晶球里的人透露，这具尸体可是个高级货，是他找熟识的采药人从禁区山脉里偷偷挖出来的。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直接傻眼了，茱莉亚更是当场反应过来，他们这等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把皇太子刺客的尸体给偷了。艾萨克推测说，帝国清理小组肯定发现尸体没了，现在估计早就上报，甚至开始排查嫌疑人了。茱莉亚急得不行，问大家是不是彻底完蛋了。埃德蒙却显得很冷静，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虽然艾米丽肯定在嫌疑名单第一位，但对方根本没有直接证据，所以他们的第一步绝对是先来试探艾米丽的反应。接着，埃德蒙一脸严肃地询问易米丽，这次能不能应付过去？艾米丽却一点都不慌，反而自信地笑了笑，让埃德蒙放心，糊弄人可是他的拿手好戏。藏尸地点的尸体在一夜之间全部神秘消。特里斯坦将怀疑的目光死死锁定了他，而专门猎杀黑魔法师的死敌又在此时强势归来。艾米丽究竟该如何在这重危机中绝地反击？杰米主动凑到艾米丽身边打听消息，艾米丽神色如常，随口敷衍了过去。对方却突然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开口，询问他有没有听说最近的皇宫传闻。据说教会那边即将派来一位大人物，看着隆重的排场，对方绝对来头不小。艾米丽心中暗自纳闷，教会的人怎么会突然造访皇宫？正思索间，大门被猛地推开，特里斯坦沉着脸走了进来。两人见状，赶忙躬身行礼，特里斯坦却一言不发，径直坐下。
看着克里斯坦阴沉的脸色，艾米丽的心瞬间悬了起来。难道教会已经发现尸体被黑市运走？这要是败露，后果将不堪设想。维尔纳递给艾米丽一份该修改动件，里面竟然夹着一张秘密纸条，约她中午前往马林宫见面。午宴的餐桌上气氛异常压抑，三个人各怀心思，谁也无心用餐。艾米丽按捺不住，主动开口询问：“殿下为什么要私下召见他？”克里斯坦冷冷地抛出重磅炸弹，那些藏起来的尸体全都不见了。他清晨派人搜山，却一无所获，断定绝非教会所为。既然排除了外人，嫌疑人就只能在内部寻找。毕竟知道藏尸地点的只有在场三人。克里斯坦的目光死死锁定在艾米丽身上，质问是不是他泄露了消息。艾米丽心中一惊，赶忙跪地自证清白，坚称自己绝对没有透露半个字。克里斯坦审视良久，只能无奈叹息。线索中断，让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维尔纳赶忙出言缓和气氛，说是例行询问，但艾米丽清楚自己已经被怀疑了。为了彻底洗清嫌疑，他毫不犹豫地搬出神明启示，反正他根本不信神明，毫无心理压力。克里斯坦在一旁冷眼旁观，不置可否。维尔纳见状，递上帕子安抚艾米丽坐下。艾米丽顺势装作胆小受惊的模样。克里斯坦的怀疑重心终于转向了教会，艾米丽在心底暗暗松了一口气。她主动向维尔纳提出改日归还手帕，对方虽客气推辞，但艾米丽坚持要还。这可不是因为礼貌，而是她必须为自己留下反制的后手，只要在手帕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动点手脚，关键时刻就能成为保命的底牌。回到住处，女仆一眼就看出艾米丽心事重重，毕竟她一烦恼就喜欢刺绣的习惯藏不住。女仆提到最近主子们总是神神秘秘，艾米丽并未否认，只说确实有些麻烦。忠诚的女仆立刻表态随时愿意效劳，不过她这趟过来可不是为了闲聊。女仆猛地拍了拍脑门，想起正事，她带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女仆透露，伯爵夫人明天即将归来，对方刚刚结束了在教会的修行。听到这个消息，艾米丽瞬间如坠冰窟。这位即将归来的老朋友身份极其特殊，他不仅是教会的圣骑士，更是专门猎杀黑魔法师的死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返回皇宫，一旦被他看出破绽，艾米丽将万劫不复。最要命的节骨眼上，泽尔突然闯入庄园，而楼上正藏着致命的秘密，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艾米丽该如何瞒天过海？最要命的节骨眼上，泽尔竟然回来了。马车刚在庄园停稳，泽尔一看到艾米丽就热情地迎了上来，他一把抱住艾米丽，笑着抱怨说：“可想死我了，本来想早点回来的，结果耽误了这么久。”接着他又关切地询问：“我不在的时候，没人在学校里找你麻烦吧？”艾米丽笑着解释：“多亏了内塔莉帮忙，自己这阵子过得挺好，让她不用担心。”艾米丽顺口追问：“最近有没有联系娜塔莉？”得知对方早就有了别的安排，泽尔忍不住抱怨起来：“那丫头向来我行我素，根本指望不上。”艾米丽赶紧在一旁打圆场，劝他别生气，今天两个人好好聚聚就行。两人进屋坐下喝茶。泽尔突然话锋一转，打听起艾米丽的兄弟姐妹。艾米丽刚想用工作忙敷衍过去，对方却根本不信，冷冷地反问了一句：“真的吗？”这一下直接把艾米丽问得哑口无言。为了转移注意力，艾米丽赶紧问起对方的部署计划。泽尔倒是一点没防备，直言要去双木森林解决魔兽。艾米丽有些担心，这种机密直接说出来真的好吗？泽尔却笑着表示，因为是艾米丽，所以根本不用防备。听到这话，艾米丽心里却无比沉重，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反而成了巨大的负担。只要和对方待在一起，那股神圣力量的压迫感就让她浑身不自在。而这股异样的气息，连躲在暗处的艾萨克也察觉到了。这股神圣力量的压迫感实在太强了，躲在楼上的几个人都快要撑不住了。艾萨克叹了口气，他以前没接触过泽尔，没想到这股力量如此折磨人。茱莉亚忍不住抱怨，不明白艾米丽为什么要把人带回来。埃德蒙无奈地解释，要是不在家里见面，在外面更容易引起怀疑，现在只能先忍着了。两人正商量着是不是该想办法提升实力，就像旁边的艾萨克一样。可话还没说完，旁边的艾萨克突然浑身颤抖，情况瞬间变得更糟了。茱莉亚急忙喊向埃德蒙，这股神圣力量已经超出了艾萨克的承受极限，艾萨克彻底失控，这样下去他的身份马上就会暴露。埃德蒙暗骂一声，局势已经彻底脱离了控制。楼上传来的动静实在太大，连楼下的艾米丽都听到了。泽尔立刻起了疑心，皱着眉询问家里是不是还有别人。艾米丽瞬间惊出一身冷汗。泽尔开口打听是不是埃德蒙在上面，艾米丽赶紧打马虎眼说茱莉亚在房间里做实验。好在楼上突然没了动静，艾米丽刚想松一口气，结果楼上又传来一阵巨响，这下艾米丽彻底慌了，这动静根本瞒不住。泽尔转过头问他怎么了，艾米丽只能强装镇定，说回头一定要好好教训茱莉亚。其实他心里怕的要死，要是被发现就全完了。泽尔还笑着附和，说他平时对姐姐太温柔了。艾米丽只能尴尬的陪笑。泽尔提起茱莉亚以前的事，说她刚觉醒能力时就爱显摆。艾米丽只能尴尬的打哈哈，心里祈祷对方千万别往楼上看。为了把人引开，艾米丽主动提议去外面散步，毕竟屋里实在太闷了。结果对方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直接起身要去开窗户。情急之下，艾米丽一把拉住了他的手，他随便编了个借口，说外面有花粉和蜜蜂，甚至主动邀请对方去自己房间。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泽尔直接听傻了。
艾米丽为了阻止他开窗，直接拉着人就往楼上房间带，还故意提起以前留宿的事，想赶紧把这尊大佛送进屋。哈，泽尔被拽得一头雾水，问他怎么这么焦急。只要进了这扇门，楼下的危机就算暂时解除了。结果前脚刚进屋，后脚楼上就传来一声巨响，这下两边都安静了。哈，泽尔直接停下脚步，冷冷地质问：“你刚才说这屋里除了你和茱莉亚就没别人了是吧？”艾米丽只能硬着头皮瞎编，说：“可能是茱莉亚把书掉地上了。”哈，泽尔直接拆穿他，那分明是东西砸碎的声音。哈，泽尔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这屋里怕是有入侵者。听到这话，艾米丽整个人都麻了，这要是真让他搜出人来，那可就彻底完蛋了。为了掩盖屋里的惊天秘密，他竟然当场造谣两个个的相爱。刚把人糊弄走，床底下被绑的家伙又开始疯狂挣扎，而折返的敲门声已然在耳边响起。哈，泽尔急匆匆地往前走，身后的艾米丽根本拦不住他。前方紧闭的大门里突然传出诡异的动静。哈，泽尔立刻警惕起来，一把将艾米丽护在身后，警告他这里非常危险，赶紧往后退。艾米丽这下彻底急了，大喊着让他先等等，说自己还有重要的事情没交代。可一切都太迟了。哈，泽尔已经抬脚踹开了门。艾米丽急中生智，一把拽住他，大声坦白，说自己之前撒了谎，其实两个哥哥在一起了。听到这个惊天八卦，哈，泽尔整个人都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埃德蒙和艾萨克竟然是这种关系。看到对方被镇住的反应，艾米丽赶紧点头承认，心里却在暗自庆幸，总算把这个烂摊子糊弄过去了。哈，泽尔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大家从小一起长大，他怎么可能一点都没察觉？艾米丽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演，说就是怕他起疑才一直瞒着。哈，泽尔在门外紧张的喊话，房门终于缓缓打开，埃德蒙神色慵懒的探出头，还故意拉开衣领，露出脖子上显眼的红印。这下哈，泽尔彻底信了，尴尬的脚趾抠地，赶紧连声道歉退了出去。可房门刚刚关上，屋里的真相就露了出来，原来里面还五花大绑着艾萨克。虽然哈，泽尔暂时离开了，但艾米丽脑子里依然一片混乱，根本没搞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艾萨克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拼命挣扎着想往楼下跑，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人。还没等大家想明白原因，艾萨克突然凑到艾米丽跟前，像个温顺的宠物一样，用脸亲昵的贴了上去。就在这时，一只黑猫悄悄溜了进来，嘴里还振振有词的念叨：“仆人听从主人是天性，帮忙挡住圣骑士也是应该的。”艾米丽冷静地分析起来，艾萨克之所以会突然失控，是因为神圣力量和黑魔法起了冲突。埃德蒙这下也反应过来了，原来丧尸天生就排斥神圣力量，甚至会因此彻底失去理智。艾米丽在一旁愁眉苦脸，觉得要不是自己被哈泽尔缠住，艾萨克也不至于跟着失控。为了保险起见，艾米丽决定隐瞒仆人护主的事，反正哈泽尔马上要去双树森林，短时间内大家不会再碰面。这时候黑猫忍不住开口吐槽，说艾米丽爱撒谎的毛病真是一点没改，简直就是个厚脸皮的骗子。艾米丽倒是脸无所谓，反正她这辈子说过的谎已经够多了，多这一个又有什么关系？茱莉亚终于松了一口气，说艾萨克过会儿就会老实下来，现在最要紧的任务是赶紧把这间屋子收拾干净。一想起刚才埃德蒙为了演戏故意制造的那个断袖误会，茱莉亚就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下可把埃德蒙整无语了，反正现在解释也解释不清，干脆就由着他们误会吧。可还没等大家把心放回肚子里，门外突然又传来一阵动静，居然是安德里亚回来了。大家手忙脚乱的把人往床底下塞，这要是被当场发现，他们的秘密可就全露馅了。安德里亚推门走了进来，笑着询问大家怎么都在这里。艾米丽赶紧抱着黑猫迎上去套近乎，可床上的艾萨克还在不停折腾，沉闷的动静根本就藏不住。安德里亚突然停下动作，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异样，但他最终什么都没有问，只说自己要回去休息了。看着他缓缓离开的背影，屋里这三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到底有没有发现异常？茱莉亚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平时天天把学院挂在嘴边的弟弟，今天居然一反常态，一句话没说就直接回房了。这反常的举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在学院绝对是遇到了大麻烦。结果旁边的黑猫翻了个白眼吐槽，说他们只要一遇到弟弟的事情，就容易自己吓自己，根本就是大惊小怪。皇太子高调现身学院，本以为是来视察，他却突然伸手撩起艾米丽的头发。然而甜蜜还没开始，弟弟伸出的黑魔法瞬间引爆了整栋大楼。茱莉亚在暗自猜测，安德里亚是不是和朋友吵架了？毕竟这孩子平时最看重友情，要是真的闹了矛盾，绝对不是什么小事情。接着大家又开始胡乱猜测，难不成是有了喜欢的人，结果表白被拒失恋了？埃德蒙分析来分析去，觉得也就这两种可能。不过他倒是一点也不慌张，甚至还掏出了一份通知书，看来是早就有了应对的办法。埃德蒙拿出来的居然是学院家长开放日的通知书，这活动是为了让家长放心，顺便帮新生适应学校。他们家刚好也收到了邀请。茱莉亚看了一眼时间，发现就在下周，不过家里有人因为公务太忙，这次肯定是去不成了。好在伊米莉请假方便，两个女人一合计，决定亲自去学校探个究竟，看看安德里亚到底出了什么事。艾米丽和茱莉亚商量好后，立刻就去找皇太子请假。特里斯坦看着请假条，问是不是下周三。艾米丽解释说自己只请1天假，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特里斯坦想了想，居然主动提出自己也要跟着一起去，这下把艾米丽整不会了。他忍不住问：“您堂堂一个皇太子，跑去凑什么热闹啊？”
特里斯坦笑了笑说，自己去学校是有正事要查。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希望艾米丽也能陪他一起去。这下艾米丽心里直犯嘀咕，难道说学校里也出现了黑魔法的线索？转眼就到了家长开放日这天，学院里早就热闹了起来，到处都是赶来的家长。克里斯坦和艾米丽刚一露面，就成了全场的焦点，周围的人都在小声嘀咕：堂堂皇太子怎么会来这里？旁边那个女人又是谁？听到这些议论，艾米丽赶紧向特里斯坦解释：茱莉亚他们为了不打扰殿下，特意决定分开行动。特里斯坦听完笑了笑，接着艾米丽问他：接下来咱们去哪里？是先去调查黑魔法的线索吗？没想到特里斯坦却摇了摇头，说要去另一个地方。这下可把艾米丽给整糊涂了，他到底想干什么？特里斯坦突然伸手帮艾米丽理了理头发，他说：今天既然是家长开放日，当然得先去看艾米丽的弟弟。这一下把艾米丽整不会了，只能愣愣地跟在后面。旁边的维尔纳突然凑过来，笑着说：别看特里斯坦平时冷冰冰的，其实还挺会照顾人，这算哪门子体贴啊？看着前面那个高大的背影，艾米丽是越来越琢磨不透，这位皇太子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推开教室大门，里面正在上课，家长们都安静地站在后面旁听。艾米丽一眼就瞧见了弟弟安德里亚，也注意到了门口的动静，一转头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虽然身边还跟着2个大人物，但艾米丽可没忘记自己今天来的真正目的。看样子安德里亚在学校过得还挺好，不过他旁边坐着的那个红发女孩怎么看着有点眼熟，这难道是弟弟喜欢的人？还没等他多想，特里斯坦突然凑了过来，低声问他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艾米丽本来觉得这种学校里怎么可能有黑魔法，可仔细一探查，还真让他发现了异样。特里斯坦这下认真了，直接问他在哪个方向。艾米丽仔细感受了一下，这股气息若隐若现，位置居然在正下方。特里斯坦一听就明白了，这黑魔法居然藏在地下。维尔纳赶紧请示，接下来该怎么办？特里斯坦摇了摇头说，这下面可是地基，要是强行挖开，整栋楼都有塌掉的危险，只能先放一放。可就在这时，艾米丽突然脸色一变，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对劲，那股黑魔法的气息居然在动。特里斯坦赶紧追问，是不是在往远处走？艾米丽却说，刚好相反，他正在朝大家逼近。他二话不说，直接转身往前跑。幸好艾米丽速度够快，死死护住了弟弟。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整栋教学楼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学院废墟突现凶残魔兽，少女舍命救人，却被怪物逼入绝境，生死关头魔兽竟对她做出惊人举动，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剧烈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栋大楼，滚滚浓烟将四周彻底吞噬。在坍塌的废墟之中，艾米丽用身体死死护住安德里亚。安德里亚焦急地大喊：姐姐！艾米丽顾不上身上的剧痛，急切地询问你有没有受伤。安德里亚拼命摇头，我没事，但是姐姐你怎么办？埃德蒙和茱莉亚又在哪里？听到这2个名字，艾米丽强忍着疼痛命令道：老实在这里待着，别动，千万不要发出声音。前方迷雾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黑影，那根本不是什么落石，而是一只散发着恐怖气息的魔兽。艾米丽瞬间警惕起来，守卫森严的学校里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凶残的怪物？还没等他理清思绪，魔兽突然仰天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魔兽身上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艾米丽屏住呼吸，不敢轻举妄动。就在这紧要关头，废墟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惊恐的尖叫。艾米丽循声望去，发现女孩正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这声尖叫瞬间暴露了位置，魔兽那血红的眼睛立刻盯上了女孩。艾米丽撕心裂肺的大喊：住手！凶残的魔兽张开血盆大口扑了过去。千钧一发之际，艾米丽爆发出惊人的速度冲上前去，一把抱住朱莉，在地上连续翻滚，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致命一击。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魔兽依然在附近疯狂搜寻。朱莉吓得低声哭泣，随时都会再次引来怪物的注意。就在这时，安德里亚在不远处小声呼喊：姐姐，快带他来这边！艾米丽连忙带着朱莉转移过去，紧张地询问：朱莉，你有没有受伤？为了保护2个孩子的安全，艾米丽决定独自去引开魔兽。她神色严肃地叮嘱安德里亚，在这里照顾好朱莉，闭上眼睛数到100，姐姐很快就会回来。安德里亚虽然满眼泪水，但还是懂事地用力点头。安顿好孩子后，艾米丽毫不犹豫地站了出去，她必须用自己当诱饵，给孩子们争取逃跑的时间。魔兽咆哮着朝她扑来，艾米丽凭借灵活的身手艰难躲闪，一步步将怪物引向废墟深处。然而体力不支的艾米丽还是慢了一步，魔兽锋利的巨爪狠狠挥下，直接在她身上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就在艾米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魔兽并没有继续发动致命攻击，反而缓缓凑上前去，在艾米丽身上仔细地闻了又闻。紧接着，这只凶残的怪物竟然伸出舌头，轻轻地舔了舔艾米丽的脸颊。还没等艾米丽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魔兽突然再次仰天发出狂暴的咆哮。就在魔兽准备下一步动作时，一道耀眼的光芒瞬间撕裂了黑暗。特里斯坦手持散发着神圣光辉的圣剑，冷冷地警告道：够了！艾米丽一眼就认出了那柄传说中的武器，那是专门用来斩杀高阶魔兽的圣剑。难怪特里斯坦拥有如此恐怖的战斗力。感受到圣剑散发的威压，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魔兽竟开始缓缓后退。但特里斯坦显然没打算放过他，他怒喝一声：你想往哪走？特里斯坦正欲挥剑斩杀魔兽，整栋大楼却突然再次发生剧烈爆炸。此时埃德蒙刚刚从外面赶回学校，听到动静后立刻顺着走廊一路狂奔。特里斯坦忍不住焦急地大喊：沃克公爵，小心！还没等声音落下，地面再次传来一阵更加剧烈的晃动，眼看天花板
就要坍塌。埃德蒙眼疾手快，一把将身旁的茱莉亚死死护在怀里，恐怖的震动将周围的杂物全部震飞，现场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看着眼前失控的场景，艾米丽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惊人的想法，难怪刚才那只凶残的魔兽会对自己做出那样温顺的举动，难道他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同类的气息？还没等他细想，克里斯坦已经手起刀落，圣剑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狠狠劈下，伴随着魔兽凄厉的惨叫声，庞大的躯体轰然到地。克里斯坦缓缓收起圣剑，面无表情地命令手下把周围全部封锁起来。危机暂时解除，但满地的废墟依然触目惊心，周围聚集的众人忍不住低声议论。这时艾米丽轻声呼唤着安德里亚，小家伙一看到姐姐安全无恙，立刻不管不顾地扑进她怀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极度恐惧之下的安德里亚竟然开始语无伦次地交代自己的坏事，什么半夜偷偷吃糖，拿了茱莉亚的珠宝玩耍，甚至还背着姐姐偷偷喂养小动物。看着怀里哭个不停的弟弟，艾米丽无奈地抬起头，正好看到走过来的茱莉亚和埃德蒙。万幸的是，两人虽然看起来有些狼，但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痕。茱莉亚眉头紧锁，满脸疑惑，这里可是防卫森严的皇家学院，怎么会平白无故出现这种高阶魔兽？克里斯坦的脸色也异常阴沉，这绝对不是意外，背后一定有人在暗中操纵。就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时，他手握圣剑，面色凝重地走了过来。克里斯坦缓缓收起武器，眼神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这次的魔兽袭击绝对是精心策划的阴谋，有人故意在学院里放出了怪物。埃德蒙转头看向特里斯坦，难道说？克里斯坦神色冷峻地吐出真相，背后的黑手根本就是冲着整个沃克家族来的。帝国皇太子竟然强行住进领主家，名义上是贴身保护，暗地里却在疯狂试探魔兽的秘密。今晚的秘密集会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克里斯坦抛出这个结论后，现场却是一片死寂。看着大家平静的反应，克里斯坦有些意外，问他们是不是早就料到了。埃德蒙倒是很淡定，解释说，作为帝国的支柱，天天被人盯着要命，这早就习惯了。结果特里斯坦接下来的话让气氛彻底变了。特里斯坦问，如果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阴谋呢？埃德蒙一下子警惕起来，追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埃德蒙还没反应过来，特里斯坦就让手下把准备好的证据拿了出来。埃德蒙只看了一眼，就发现事情不对劲，照片里的人全都是冷冰冰的尸体。特里斯坦解释说，这些人全都是当年圣战中13先知的后代，而现在他们已经全部遇害了。听到这个消息，埃德蒙简直不敢相信，追问特里斯坦，难道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吗？特里斯坦接着透露，过去这1年里，他们一直在暗中调查这个专门针对先知后代的神秘组织，而且这件事艾米丽其实也一直在暗中协助。既然事情这么严重，埃德蒙赶紧追问皇室打算怎么处理，结果特里斯坦却说，为了不打草惊蛇，皇室现在根本没办法公开保护沃克家族。听到这里，伊米莉一下子反应过来了，这不就是想拿他们当诱饵，去把幕后黑手给调出来吗？就在大家心里犯嘀咕的时候，特里斯坦却突然笑了。他说，虽然调不动皇家骑士团，但有他在就足够了，他要亲自留下来保护沃克家族。特里斯坦当场保证，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受伤。这下大家都傻眼了，堂堂皇太子居然要直接住进他们家。埃德蒙赶紧劝阻，说这实在太危险了，万一皇太子出点什么事，谁也担待不起，而且家里地下室还藏着尸体呢。但特里斯坦根本不听，他按着腰间的佩剑说，自己绝不会丢下子民不管，这把剑本来就是沃克家族送的，现在正好用来保护他们。特里斯坦表示这只是私人行程，随便准备个空房间就行。说完就直接告辞了，留下沃克家几个人在原地发愁。茱莉亚这下彻底慌了，问是不是彻底完蛋了。埃德蒙也只能叹气，看来这回是真的躲不过去了。一转眼到了晚上，特里斯坦已经住了进来，但他可不是来度假的，一开口就要聊学院魔兽的事。艾萨克也在旁边，正为自己错过了学院的一边感到有些懊恼，但特里斯坦却觉得艾萨克当时没在现场反而是件好事，毕竟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稳定。艾米丽提到一个细节，当时那些魔兽居然完全没有攻击埃德蒙和茱莉亚，就好像把他们当成了同类。茱莉亚虽然庆幸没人受伤，但她心里很清楚，这事要是传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甚至连特里斯坦这次主动住进来，恐怕也是为了盯着他们。想到这，茱莉亚赶紧向艾萨克打听，毕竟艾萨克在骑士团当差，应该更了解这位皇太子。结果艾萨克也是一问三不知，直言自己跟特里斯坦接触也不多，而且这位皇太子心思深得很，根本没人能猜透他到底在想什么。茱莉亚觉得，估计只有特里斯坦的贴身心腹才能摸透他的心思。他转头去问艾米丽，毕竟伊米莉是特里斯坦的直属秘书。结果伊米莉也是直摇头，看来这位皇太子防人防得很深。不过眼下最要紧的还是特里斯坦带过来的惊天消息。在过去的1年里，13先知的后代接连出事，甚至连他们之前遇到的马车爆炸也是这伙人干的。艾萨克越说越气，这帮家伙居然连最小的安德里亚都不放过。埃德蒙顺着线索推测，如果这些袭击都是冲着先知后代来的，那对方的真实目的恐怕是要彻底斩断神的祝福。艾萨克突然反应过来，这手段听着怎么这么耳熟？这不就是黑魔法师的作风吗？艾米丽指出，黑魔法师早就被封印了，而且一直由教会负责看守。如果真是他们干的，那事情可就严重了，要么是封印破了人跑了，要么就是教会自己在贼喊捉贼。
茱莉亚分析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魔兽被控制的事情就说得通了。毕竟不管是黑魔法师的驯化，还是教会用神圣力量驱使，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方绝对是来者不善。艾萨克提醒大家，接下来的暗杀恐怕还会继续。茱莉亚听完叹了口气，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特里斯坦还要住进他们家。为了防范未然，埃德蒙决定暗中制造联络信号，只要能瞒过特里斯坦的眼睛，他们就还有主动权。特里斯坦这尊大佛终究还是住进来了，在他回皇宫之前，大家只能时刻保持警惕。特里斯坦倒是挺客气，说自己本来想低调借宿，多谢大家这么热情招待。埃德蒙赶紧客套回去，说殿下能亲自来体谅他们的难处，就已经很感激了。接着特里斯坦话锋一转，提到最近的骚乱，说大家肯定都挺担心的，不过听说学院那边还在照常上课。埃德蒙无奈的解释，因为在外面看来，那场袭击只是一次普通的魔兽暴动，因为今年刚好要和教会续约，为了不惹麻烦，他们才选择保持沉默。接着他主动端上开胃酒，想把这个话题带过去，可就在倒酒的时候，艾米丽注意到了酒瓶上的标签，这根本不是普通的酒，而是他们之前约好的暗号，意思是今晚要秘密碰头。看来埃德蒙已经开始行动了。可还没等大家松口气，特里斯坦突然端起酒杯，盯着他们问了个问题：难道领主的加护连魔兽都能避开吗？谎言即将被当场拆穿，神明的加护竟然成了最大的漏洞。面对皇太子的步步紧逼，他该如何用演技瞒天过海？眼看谎言就要被当场戳穿，埃德蒙赶紧咳嗽2声打掩护。可还没等大家松一口气，茱莉亚突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她指着窗外大喊：刚才有个鬼鬼祟祟的影子闪过去了！这可把旁边的艾萨克急坏了。茱莉亚这演技也太假了，怎么可能有人会相信这种鬼话？然而特里斯坦居然当真了，他一脸严肃地询问茱莉亚刚才到底看到了什么。特里斯坦甚至开始认真分析，说距离上次暗杀没过去多久，对方的动作比想象中还要快，看来沃克家就是下一个目标。看着特里斯坦那无比认真的样子，艾米丽彻底无语了，这位殿下未免也太好糊弄了吧。就在这时，旁边的埃德蒙突然开口，直接把管家叫了过来。埃德蒙神色严肃地吩咐下去，让府里立刻加强戒备，一定要把入侵者给揪出来。接着他向特里斯坦赔礼道歉，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种事。特里斯坦倒也十分大度，觉得防不住刺客也很正常。本以为这件事情就算翻篇了，埃德蒙刚想招呼大家继续用餐，结果特里斯坦突然又把话题扯了回来。特里斯坦死死盯着餐桌质问，既然神明的加护能让魔兽避开茱莉亚，那为什么偏偏伊米莉会被魔兽袭击？这根本就说不通啊。他直接转头追问艾米丽，想要听听她本人的看法。这下只能全靠演技了。艾米丽故意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大概是因为自己身上的加护不够吧。她很清楚，只要自己表现得越懂事，别人就越会忍不住同情她。果不其然，特里斯坦瞬间就心软了，他连忙向艾米丽道歉，说自己不该提起她的伤心事。特里斯坦还温柔地安慰她，说她的才能绝对不普通，千万不要妄自菲薄，看清了自己。艾米丽顺口夸赞了一句，说特里斯坦其实是个挺温柔的人。结果对方直接愣在了原地，说自己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评。特里斯坦认真琢磨了一下，居然看着艾米丽认真的说道，好像确实只有对他才会这样，毕竟他对别人可没这么好脾气。这话一出，艾米丽整个人都傻眼，这家伙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幸好现在是在自己家里，这要是被外面的贵族听了去，明天绝对能传出惊天绯闻。虽然艾米丽心里很清楚，特里斯坦只是习惯性的有话直说，但这种话真的太容易让人误会。艾米丽还在为刚才的话感到尴尬，结果旁边有人先坐不住了。艾萨克猛地一拍桌子，没好气的大声催促管家：特里斯坦的餐点怎么还没端上来？管家吓得冷汗直流，赶紧连滚带爬地下去准备。特里斯坦倒也顺着台阶下，笑着说聊得太久都忘了吃饭，还顺口夸赞了艾萨克一句。虽然精致的饭菜很快端了上来，但餐桌上的气氛却变得更加诡异。艾萨克和茱莉亚两个人全都死死盯着眼前的艾米丽，尤其是茱莉亚那愤怒的眼神，简直恨不得要把人给生吞活剥了。艾米丽这下是彻底懵了，自己到底又是招谁惹谁了？特里斯坦招呼着大家开始用餐，这顿尴尬的晚饭总算是吃完了。可刚一离开席位，茱莉亚就直接把艾米丽堵在走廊上，劈头盖脸的大声质问她和特里斯坦到底是什么关系。艾米丽道也十分老实，直接回答说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茱莉亚一听反而更加生气了，质问他既然只是工作关系，为什么要说那种奉承讨好的话？这下可把艾米丽给问住了。艾米丽只能无奈的解释，这不过是打工人的生存法则罢了。毕竟茱莉亚是天才炼金术师，根本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但普通人为了生活，只能学会说些客套话来迎合。茱莉亚听完这番话，情绪反而变得更加急躁，大声嚷嚷着辩解道，说自己只是担心艾米丽被别人误会。艾米丽感到有些意外，笑着问他是不是在关心自己。茱莉亚这下彻底傲娇起来，一边嘴硬说着不知道，一边抱怨特里斯坦多管闲事，明明自己才是最了解艾米丽的人。艾米丽笑着上前抱住了她，原来这姑娘是在吃醋呢。茱莉亚红着脸大声喊道，让艾米丽别再把她当成小孩子，更不许对别人也那么温柔。艾米丽赶紧顺着她的毛摸，提议等会儿一起去花园散步，顺便换换心情放松一下。
茱莉亚虽然嘴上十分嫌弃，但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傲娇的勉强答应了下来。她还主动开口提起要不要带上那个孩子一起去，毕竟最近确实有点冷落她了。可这话刚一说完，茱莉亚又开始担心起来，是不是又出什么大事了？艾米丽和茱莉亚正聊着天，一抬头居然在走廊碰到了特里斯坦。艾米丽赶紧上前打招呼，问他是不是要去花园散步。特里斯坦却皱着眉头反问他，怎么没带护卫骑士在身边，一个人在这里瞎逛什么？旁边的茱莉亚一脸不爽，显然很不欢迎这位不速之客。特里斯坦叹了口气解释道，自己只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躲开那些暗中监视的眼睛，好好放松一下疲惫的身体。艾米丽笑着接过了话茬，说以后上班通勤还能经常见面，这让她心里松了一口气。特里斯坦感到有些好奇，追问他为什么会这么说。艾米丽耐心地解释道，毕竟自己只是个普通打工人，要是天天和特里斯坦单独进宫，难免会招来闲言碎语，如果有护卫骑士在场，那就安全的多了。特里斯坦听完有些懊恼，承认是自己考虑不周，没能提前为艾米丽的名声着想。艾米丽赶紧笑着打圆场，说只要分开坐马车就不会引人注意了。旁边的茱莉亚可没有耐心了，直接开口赶人，问特里斯坦是不是该去忙正事了。特里斯坦倒也十分识趣，顺势就准备转身告辞，可刚要迈步，特里斯坦突然指着地面疑惑地问，茱莉亚真的没事吗？原来艾米丽的脚一直死死踩在茱莉亚的脚上，这下气氛瞬间尴尬到了极点。茱莉亚慌得不行，却只能硬着头皮瞎编，说自己最近得了奇怪的病，会忍不住想要跳踢踏舞。艾米丽踩着她只是在帮她控制病情而已，这离谱的借口估计连她自己都不相信。特里斯坦直接听得愣在了原地，这拙劣的借口连3岁小孩都骗不过去吧？艾米丽在心里疯狂咆哮，就算要编瞎话骗人，好歹也找个靠谱点的理由啊！神秘的失落圣物突然现世，本该被封印的禁忌配方竟成了黑魔法师的致命诱饵，而一辆凭空出现的神秘马车正将公爵府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尴尬的烂摊子到底该怎么收场？3个人僵在走廊里，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茱莉亚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自己刚才是在跳踢踏舞。特里斯坦听完彻底无语，这借口也太离谱了。他忍不住反问，这怎么可能？一旁的艾米丽急得直抓狂，就算特里斯坦再迟钝，也不可能信这种鬼话。眼看茱莉亚编不下去，艾米丽赶紧出来打圆场，暗示他别再瞎说，否则特里斯坦真要起疑了。艾米丽一把搂过茱莉亚，笑着向特里斯坦解释，茱莉亚最近迷上了踢踏舞，一入迷就控制不住自己，随时随地都想练2步。特里斯坦听完半信半疑，顺口追问了一句，那他最近请长假难道也是因为这个？艾米丽连忙点头附和，说茱莉亚以前只钻研炼金术，家里人都快愁坏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新爱好，虽然有点走火入魔，但总归是件好事。没想到特里斯坦居然信了，还一本正经地劝告茱莉亚，爱好虽然是好事，但凡事都要适度才行。茱莉亚赶紧顺杆爬，连声答应说自己记住了。特里斯坦叹了口气，直言那可太遗憾了，他本来还想找茱莉亚一起测试一种新事迹。听到新事迹3个字，茱莉亚瞬间把踢踏舞抛到脑后，急切地追问是什么事迹。特里斯坦神色严肃地解释，双树森林的守护者出事后，他们在整理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本古书，上面记载着一种神秘药方，配方里居然需要用到圣水，这极有可能是圣战时期流传下来的失落圣物。茱莉亚一听顿时来了兴致，开始滔滔不绝地分析起来，她越说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动手实验。艾米丽赶紧一把掐住他，低声警告他别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体根本不能碰炼金术。特里斯坦没注意到小动作，继续发出邀请，问茱莉亚是否愿意接手这个秘密研究。茱莉亚兴奋地举手就要答应，吓得艾米丽死死捂住她的嘴，尴尬地向特里斯坦打哈哈，说这件事必须回家商量。特里斯坦见状也只能无奈作罢。艾米丽赶紧找了个借口，拉着茱莉亚向特里斯坦告辞，总算应付了这尴尬的场面。深夜的公爵府屋里立刻炸开了锅，艾萨克笑得前仰后合，一边笑一边疯狂调侃，说茱莉亚居然去跳踢踏舞，就连一旁的埃德蒙也忍不住跟着拆台，说这个借口确实太荒谬了。茱莉亚气得直跺脚，大喊着解释，这已经是她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借口了。艾米丽叹了口气，直言不管怎么说，茱莉亚现在的身体状况确实无法继续炼金。接着他严肃地指出，艾萨克之前之所以会暴走，就是因为强化手段太粗糙，要想避免副作用，就必须进行更合理的强化。埃德蒙听完皱起眉头，追问合理的标准是什么。艾米丽给出了2个选择，要么最少要5具成年人尸体，要么就要用魔兽的残。听到魔兽2个字，艾萨克无奈地摇头，说这东西一时半会儿弄不到，这个方案根本无法立刻实行。埃德蒙主动提出他会想办法去弄尸体，让茱莉亚先答应特里斯坦的邀请，如果最后实在弄不到，大不了到时候再拒绝。茱莉亚一听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不过冷静下来后，埃德蒙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守护者特意把配方藏起来，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茱莉亚猜测难道是想自己独占？艾米丽立刻摇头否定，那位守护者是个无私的好人，绝不可能为了这点私利。埃德蒙神色凝重地推测，这配方之所以被封印，很可能是因为它对黑魔法师有极大的好处。这话一出，屋里的所有人瞬间愣住了。既然配方对黑魔法师有利，艾萨克倒觉得是个机会，如果他们能把药剂开发出来，不就等于多了一个强力帮手？埃德蒙也赞同这个思路，反正不管这药是好是坏，只要能用研究当借口拖延时间，对他们来说
就是稳赚不赔。茱莉亚兴奋地追问：“那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开始研究了？”埃德蒙赶紧给他立下规矩，强调只能做没有危险的实验。茱莉亚根本不在乎这些限制，高兴地大喊：“哥哥最棒了！”闹归闹，正事还是得办。埃德蒙最后交代他会尽快去弄到尸体。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里。另一边，特里斯坦已经回到了城堡。维尔纳有些纳闷地询问：“殿下，这次怎么没和艾米丽同城？”特里斯坦解释说：“是艾米丽觉得男女有别，坐在一起容易招人闲话，也是她自己之前疏忽了。”维尔纳听完觉得有道理，接着又顺口追问：“那殿下现在是不怀疑艾米丽了？如果真有问题，估计早就派人搜查公爵府了。”特里斯坦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确实没必要再怀疑她了，毕竟之前在学院里，艾米丽看穿黑魔法的本事，大家都是亲眼见识过的。”维尔纳接着分析道：“教会急着运走刺客尸体，明显是想销毁证据。而且在维尔内眼里，茱莉亚不仅性格温柔，之前为了保护家人，还勇敢地挡在魔兽面前。他忍不住替茱莉亚说话，觉得她其实是个好人。”特里斯坦却不以为然，只是淡淡地反问了一句：“是吗？”维尔纳有些无奈地追问：“难道殿下还要坚持那套对谁都好就是对谁都不好的理论吗？”特里斯坦这回没有吭声，反而提起了另一件事，指出今天坐的那辆公爵府马车是最近刚做好的新车。接着特里斯坦拿出一份文件，维尔纳顿时摸不着头脑，这马车的新旧跟案子能有什么关系？特里斯坦冷声解释：“买马车可是要交税的，只要去查税收记录，谁家买了车都一清二楚。可奇怪的是，记录里根本没有公爵府最近购买新车的登记。”特里斯坦冷笑一声反问：“那他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弄来一辆新马车？难道你不好奇吗？”偏僻高塔内竟藏着60具死刑犯尸体，艾米利用鲜血启动禁忌法阵，却不知危险的眼睛早已盯上了他们。这场完美的犯罪究竟会如何收场？为了弄清马车的秘密，艾米丽趁着夜色独自来到偏僻的高塔，几人早已在此恭候多时。艾萨克低声示意他快进来，局势瞬间变得扑朔迷离。借着在皇宫加班的掩护，他们一路向下，直奔高塔最深处。谁能想到这里竟藏着巨大的停尸房，密密麻麻摆满了冰冷床位。埃德蒙看着尸体，兴奋地表示，整整60具保存完好的尸体，足够他们3人平分。可当艾米丽走近观察，却发现死者全是被处决的犯人。其实这批尸体的来历还要追溯到几天前，当时唐纳德主动联系艾萨克，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手段，声称虽然新鲜尸体不好弄，但他绝对有办法搞定。埃德蒙听得不耐烦，催促他直接说重点。唐纳德这才笑着提议，不如直接盯上死刑犯的尸体，毕竟帝国绞刑能保留最完整的尸身。唐纳德得意地解释道，死刑犯在火化前有宽限期，只要趁机把尸体偷运出来，再伪造一份火化记录，这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完美犯罪。埃德蒙追问尸体的存放地点，唐纳德直言就在皇宫内部。得知埃德蒙担心看守问题，唐纳德冷笑一声，表示根本不需要贿赂，因为他早就安插了内线。埃德蒙神色凝重地追问，这次到底能弄到多少具？唐纳德狂妄地宣称，只要你需要，要多少就有多少。这让埃德蒙下定了决心，他转头看向艾米丽，劝她不要觉得内疚，多想想家族的未来。艾米丽只能点头答应，虽然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尸体，但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表示必须在被发现前赶紧动手。这一刻，禁忌的计划正式开启。艾米丽当即开始吟唱咒语，这是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法阵一旦启动，便再无回头路。为了确保法术顺利完成，他甚至用自己的鲜血作为媒介。随着法阵爆发出耀眼光芒，禁忌的仪式终于宣告成功。但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深夜的异动已然引起了旁人的注意。特里斯坦独自走在寂静的走廊，公爵府安静的有些反常，仿佛主人根本不在家一样。要知道，以前这里彻夜喧嚣，今天大家却睡得异常沉重，这其中绝对有猫腻。不过，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能找到马车的购买记录，核对关键的日期，就能揭开他们隐藏的阴谋。特里斯坦推开书房大门，试图找出那份关键的记录，然而在书桌上翻找了半天，却连个影子都没看到。就在他准备放弃离开时，旁边桌上的神秘罐子吸引了他的目光。还没等特里斯坦仔细研究，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猫叫，深夜的寂静瞬间被打破。诡异的是，他之前竟毫无察觉，这只猫不仅不怕生，反而主动凑上来套近乎，让特里斯坦一时摸不着头脑。还没等他理清思绪，门外突然传来寻找宠物的呼喊声。特里斯坦心中暗叫不好，低声警告黑猫保守秘密，随即纵身翻出窗外。他前脚刚走房门，后脚就被推开，一个女人呼唤着猫咪走了进来。女人抱起地上的猫，却突然察觉到一丝异样，深夜的窗户为何大张着？虽然心存疑惑，但她并未深究，抱着猫转身离开。深夜，书房大门敞开，神秘人已然悄然潜入。紧接着，实验室传来惊天巨响，皇太子竟然贴身送来防身短剑，而神殿的危机此刻已悄然逼近。女仆在给艾米丽梳头时，突然提起昨晚的一件怪事。昨晚她去找人的时候，发现公爵书房的门居然开着，连窗户也是大敞着的。虽然当时没有多想，但现在越琢磨越不对劲，这才赶紧来向艾米丽汇报。艾米丽听完汇报，决定先把这事告诉别人。女仆正要退下，突然一拍脑门说有封信，差点忘了给。这封信的来头可不小，居然是娜塔莉寄来的。这位可是社交界的红人，也是艾米丽在学院为数不多的朋友。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这时候突然送信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艾米丽拆开信封，里面的内容却让她有些意外。娜塔莉在信里一上来就抱怨说，艾米丽居然背着她去见了哈泽尔。
他还说自己这次特意提前1个月送来茶会的邀请函，就是为了把他的新朋友介绍给艾米丽。正好过几天就是皇太子的生日宴，娜塔莉打算到时候先引荐一下，之后3个人再单独聚聚。不过信的最后，娜塔莉还顺便八卦了一句，问艾米丽是不是在和皇太子谈恋爱。看到这，艾米丽彻底无语了，这都哪根爱啊？谣言怎么传得这么离谱？艾米丽看完信，对旁边的女仆吩咐道：“回信告诉内塔莉，聚会的事等生日宴过后再说，顺便澄清一下自己和皇太子的绯闻。”话音刚落，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这动静大得有些反常。艾米丽立刻反应过来，这声音是从茱莉亚的实验室传来的。她急忙赶过去，推开门，屋里全是浓烟。艾米丽一边咳嗽一边寻找茱莉亚的身影，好在人没事，茱莉亚正站在里面嘀咕，说是实验出了点小意外。一回头看到艾米丽，茱莉亚还挺纳闷，问她怎么跑这来了。艾米丽无奈的解释，刚才那动静还以为是有人打过来了呢。茱莉亚哈哈一笑，说只是自己没控制好力道，还顺便调侃艾米丽是不是在担心她。看她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艾米丽真是又气又好笑，叮嘱她下次注意安全，毕竟刚才那一下确实把人吓得够呛。茱莉亚一把抱住艾米丽，笑嘻嘻的跟她撒娇，结果还没温存2秒，警卫队长胡里尔就提着剑急吼的冲了进来，大喊着问是不是有刺客袭击。茱莉亚赶紧解释说只是实验搞砸了，让他别大惊小怪。一听这话，胡里尔感动的不行，直呼太好了。他还以为茱莉亚之前放弃炼金术是因为身体出了什么状况，茱莉亚只能尴尬的陪笑，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胡里尔解释说自己只是听到动静过来看看，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门口又来人了。这次进来的居然是皇太子特里斯坦，一进门他就急着确认大家的安全。艾米丽和茱莉亚赶紧行礼，特里斯坦直接免了他们的礼，开口就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茱莉亚只能老实交代，说是实验出了点小意外。特里斯坦还是不放心，追问还会不会有2次爆炸。茱莉亚赶紧打包票，说绝对不会再出问题了。既然确认了安全，特里斯坦便让胡里尔先回去，闲杂人等一走。特里斯坦立刻走向艾米丽，开口就问她有没有受伤。艾米丽赶紧解释，说自己只是听到动静过来看看，并没有被爆炸波及。特里斯坦听完却沉着脸提醒他，以后遇到这种事必须先确认安全再行动，万一刚才真的是刺客袭击，他这样冒失地跑过来，小命可就没了。艾米丽自知理亏，只能乖乖认错，承认自己当时确实没想那么多。结果特里斯坦突然递过来一把短剑，说他身边总得带件防身的家伙。艾米丽一看这做工，就知道绝对是定制的宝贝，这礼物太贵重，她一时间都不知道该不该收。还没等她反应过来，特里斯坦突然凑到她耳边，低声叮嘱她千万别受伤。特里斯坦说完就退了回去，只留下艾米丽一个人在原地发懵。特里斯坦直接切入正题，问起茱莉亚实验的进度。茱莉亚倒也爽快，说确实有了不小的突破，不过坏消息是核心配方已经彻底失传了，接下来的研究恐怕要花更多时间。看着茱莉亚提起魔法时闪闪发光的样子，艾米丽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如果自己不是黑魔法师，是不是也能像她一样活得这么坦荡又耀眼？明明是双胞胎，2人的境遇却天差地别，这让她心里堵得慌。而另一边，茱莉亚和特里斯坦还在继续讨论，为了突破瓶颈，他们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催化剂。茱莉亚这工作狂的劲头一上来，根本就拦不住，她赶紧出声打断，提议让茱莉亚趁热打铁，赶紧去实验室把刚才的想法验证一下。艾米丽也跟着搭腔，顺势下了逐客令，让特里斯坦先离开。特里斯坦倒也爽快，直接笑着跟他们道谢告别。看着眼前的平静生活，艾米丽甚至开始觉得，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其实也挺好。可人就是不能乱立旗子。转眼到了神殿这边，麻烦事就找上门了。守卫在前面恭敬地带路，而这位被迎进去的白发神官，身份显然不简单。死去的千金竟然在宴会复活，皇太子步步紧逼不肯放手，身体突然失控，陷入致命危机。艾米丽该如何逃离这场阴谋？华丽的宴会已经拉开序幕，艾米丽独自站在人群之中，冷眼看着周围虚伪的社交。表面上大家都在谈笑风生，仿佛什么阴谋都没有发生。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闯入他的视线。那家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直觉告诉他事情要变得复杂了。那家伙果然又在纠缠别人。艾米丽正感到一阵头疼，身后突然传来热情的呼唤，回头一看是许久未见的娜塔莉，对方熟络地打着招呼，询问她最近的近况。艾米丽只是礼貌的回应，最近这段时间都在陪伴家人。娜塔莉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社交界到处都是她的传闻。接着娜塔莉得意地表示，今天带了一位新朋友要介绍给艾米丽。可一回头，刚刚还在身边的人竟然凭空消失了，两人顿时愣在原地。娜塔莉小声嘀咕着，怀疑是自己离开太久把人弄丢了。艾米丽顺口问了一句，究竟是要介绍谁？对方笑着回答，是那个神秘家族的独生女。听到这个家族的瞬间，艾米丽的脸色瞬间变了，她急切地追问对方的名字。娜塔莉解释道，就是那个从小体弱多病，几乎从未在社交界露面的千金佩内洛普斯旺森。这绝对不可能，那个女人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因为在艾米丽的记忆中，那位千金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她甚至还亲自参加过对方的葬礼。死人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复活？这诡异的既视感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弄清真相，艾米丽主动提出想见见对方。娜塔莉兴奋地转身去找人。就在这时，宴会厅门口突然传来高声通报，皇太子殿下驾到，
特里斯坦一出场，强大的气场瞬间笼罩全场，他才是今晚绝对的主角。看到那个高贵的身影走进来，包括艾米丽在内的所有宾客全都恭敬地弯腰行礼。特里斯坦缓步走到高台之上，俯视着台下的众人，用低沉的声音开口致谢：“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繁琐的仪式按部就班地进行，特里斯坦顺利完成了所有流程。艾米丽在台下默默看着，既然最重要的事情已经结束，接下来只要随便应付一下，她就可以找机会直接开溜。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一股莫名的异样感突然袭来，她的身体开始变得不对劲。为了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她只能强撑着穿过起舞的人群，急匆匆地朝着宴会厅外走去，试图在冷风中让自己清醒过来。艾米丽靠在露台的栏杆上，以为只是最近太过劳累，身体才会突然吃不消。还没等她缓过神来，身后突然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谁能想到尊贵的皇太子竟然也会避开人群来到这里？特里斯坦看着他有些意外，低声说：“这里已经有人了呀。”艾米丽下意识脱口而出：“特里斯坦殿下。”特里斯坦深邃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沃克小姐。”艾米丽有些局促的解释：“殿下叫我艾米丽就好，毕竟家里不止我一位沃克小姐。”特里斯坦顺从的改了口：“那就依你艾米丽小姐。”艾米丽先是礼貌的祝他生日快乐，并提到自己准备了一份私人礼物，已经提前送往了皇宫。因为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位看似冷酷无情的皇太子，其实非常偏爱一种稀有的茶叶。每当喝到喜欢的茶，他细微的动作根本藏不住。特里斯坦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低声询问自己：“有表现得这么明显吗？”艾米丽笑着安慰他：“放心吧，殿下，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听到这句话，特里斯坦突然毫无预兆地凑近，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夸赞他真的很贴心。这暧昧的距离让艾米丽瞬间慌了神，距离实在太近了。艾米丽下意识想要往后退开，可对方却似乎没有放手的意思。直觉告诉他，再待下去迟早要出事。他急忙找借口想要离开。既然殿下也是来休息的，那我就不打扰了。特里斯坦却直接出声叫住了他，提醒他现在离开反而更加显眼。里面无数双眼睛正盯着这里，等音乐改变大家去跳舞时再走不迟。提到外面关于两人的流言蜚语，艾米丽有些尴尬地垂下眼眸。没想到殿下也听说过这些传闻，既然共同调查引起了误会，那以后他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距离？艾米丽刚刚提议以后减少见面，特里斯坦却毫不犹豫的一口回绝，根本没有要和他拉开距离的意思。恰好此时宴会厅的音乐发生了变化，艾米丽赶紧抓住机会找借口脱身，她一刻也不敢多待，急匆匆地逃回了室内。体内那股异样的燥热越来越强烈，这绝对不是生病那么简单。周围喧闹的人群让他感到窒息，一种莫名的危机敢死死地将他笼罩。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一个陌生男人突然走上前，看似关切地询问他是否身体不适。可在看清这个男人面容的瞬间，艾米丽心中的警铃瞬间大作。这种极度危险的压迫感，就像是被致命的天敌死死盯上。圣子降临大典现场，神圣力量瞬间锁定了前夫的丧尸，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危急时刻，他竟然一拳干飞了队友。这出荒诞的闹剧该如何收场？就在艾米丽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圣子注意到了她的异样，直接伸手将她扶住。旁边的男人见状赶紧上前，说会带艾米丽去看医生，催促圣子快去给皇太子主持仪式。可圣子却坚持要用神圣力量帮他治疗，这可把艾米丽吓坏了。这股力量要是真落下来，她的身份今天绝对会彻底暴露。好在旁边的男人极力劝阻，说大典在即，不能把神圣力量浪费在闲杂人身上。艾米丽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圣子一听这话，直接急了，说神明教导要先救眼前的人，怎么能说是浪费？看着这两人当场争执起来，艾米丽也是一阵无语。这要是再不表态，事情可就真闹大了。她赶紧强撑着挤出微笑，说自己只是有点头晕，能见到圣子已经是莫大的荣幸，真的不用麻烦了。旁边的人也赶紧顺水推舟，劝圣子赶紧离开。圣子见状也不好再坚持，只能握住他的手送上祝福。这下艾米丽总算把心放回肚子里，要是真被那股神圣力量碰到，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看着圣子一行人走远，危机总算是暂时解除，可圣子却没打算就这么算了。他忍不住开口打听，刚才那个女人到底是谁？男人回答，她是沃克家的四女儿艾米丽。圣子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这个名。男人看圣子对艾米丽这么感兴趣，主动提议说可以帮她安排单独见个面。圣子却摇了摇头，说自己只是想多了，应该只是个误会，毕竟他这次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明天必须安排他和皇太子单独见面。男人听完立刻答应下来。宴会还在继续，可茱莉亚却突然觉得身体不对劲，整个人晕得厉害。他心里纳闷，自己明明是丧尸，怎么可能被酒给灌醉？就在这时，埃德蒙也走了过来，看他那副难受的样子，显然也中招了。这下两人都懵了，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埃德蒙提议去找艾米丽问问，可茱莉亚却说他们早就分开行动了，现在根本不知道艾米丽在哪。茱莉亚和埃德蒙身体越来越难受，商量着必须赶紧回家，可走之前得先把艾萨克找回来。茱莉亚在人群里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艾萨克的身影。她急忙跑过去，一把拽住他，有些焦急地问他怎么不理人，这里情况不对，必须马上离开。可还没等他们迈开腿，宴会厅里突然传来主持人的宣告，圣子居然在这个时候登场了。圣子这一出现，茱莉亚整个人都不好了，这股压迫感实在太强。主持人还在台上解释说，圣子秘密前来是为了安全。茱莉亚赶紧拉住旁边的艾萨克，想问问现在该怎么办，可艾萨克也是一言不发，
更糟糕的是，茱莉亚感觉身体越来越难受，而旁边的艾萨克也快要失控了。就在这节骨眼上，茱莉亚突然大喊一声有虫子，一巴掌把艾萨克给拍晕了。接着他顺势抱住艾萨克，假装惊慌的大喊说艾萨克是太累晕倒了。茱莉亚一边扶着他，一边在他耳边小声说，那就趁现在好好睡一觉吧。茱莉亚这戏演的也是够狠的，看艾萨克还想挣扎着说话，他上去又是一拳，直接把人给打老实了。这下艾萨克是彻底清醒了，他赶紧低声询问埃德蒙和艾米丽去哪了。茱莉亚指了指远处的埃德蒙，可伊米莉却怎么也找不到。眼看情况越来越不对劲，两人只能先演一出戏，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圣子在这个时候登场，这下想走也走不掉了。茱莉亚看褶台上的圣子，心里的怒火一下子窜了上来，她现在恨不得直接把台上那个虚伪的家伙给活活撕碎。可理智告诉她绝对不能冲，一旦在这里暴露，大家就全完了。但他的意识却开始变得模糊，反正自己早就已经死了，就算真的动手杀人又有什么关系？这下茱莉亚是真的要失控了。艾米丽躲在2楼往下看，现在的局势已经彻底乱套了，再这样下去，今天谁都别想全身而退。艾米丽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使出底牌，召唤出了自己的帮手。这只黑猫一现身，就有些不耐烦地问他干嘛？这时候叫他出来。艾米丽现在可没时间废话，她必须立刻把茱莉亚他们带走。她直接向黑猫求助，到底该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大家安全带离这个鬼地方？失控的怪物竟然是自己的始末。艾米丽一句话瞬间掌控全场。然而危机还未解除，圣子西安静强闯进来，爆出了黑魔法师的惊天秘密。艾米丽急切地向黑猫求助，可黑猫却慢条斯理，反而死死盯着楼下的西安。黑猫一脸嫌弃地抱怨，这里怎么会有圣职者？那股光明的气味真是难闻。接着他又开始拿枪做事，吐槽艾米丽把他当成了许愿神灯，这种救人的差事根本不是他的强项。艾米丽此刻心急如焚，冷冷地逼问他，你就直说行还是不行？这下压力直接给到了黑猫，黑猫只能无奈地摊牌，说这是他确实无能为力，因为那些失控家伙的真正主人其实就是艾米丽自己。听到这个消息，艾米丽彻底愣在了原地。黑猫耐心地解释道，那些人其实是艾米丽的始末，只要他下达绝对命令，强行压制住他们的魔性本，他们就必须乖乖下跪效忠。艾米丽满脸不敢置信，自己竟然拥有命令他们的力量。黑猫语气无比肯定，因为艾米丽的灵魂早就和他们紧紧绑定在了一起。艾米丽内心十分挣扎，虽然名义上是主仆，但她一直把大家当成家人。黑猫在一旁急切催促，现在可不是犹豫的时候。楼下的埃德蒙和茱莉亚已经快要抵挡不住了。艾米丽猛地咬牙，决定放手一搏。她全力释放出体内的力量，对着下方大喊一声，刹那间楼下所有失控的狂暴人群全都死死定在了原地。艾米丽紧紧攥起拳头，命令他们跟自己回家。艾米丽暗自松了一口气，总算能把大家安全带离。然而到了第二天，麻烦却接踵而至。圣子西安一大早就找上门来，执意要强行进去见人。守卫见状，赶紧上前阻拦，声明没有预约，绝对不能放行。西安根本不予理会，只是冷冷地质问，到底还要让我等多久？这让守卫感到无比为难。西安根本不打算在门外浪费时间，直接强行闯了进去。那股恐怖的胜利压迫感让屋内的艾米丽瞬间警觉起来。一见到艾米丽，她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热情。西安主动上前拉起艾米丽的手，笑着询问她是否还记得昨天舞会上的邂逅。面对这位身份尊贵的圣子，艾米丽只能客套的回应，说自己当然记得。西安表现得异常亲切，让艾米丽直接称呼他为西安，还顺口关切起他的身体。艾米丽虽然嘴上礼貌道谢，心里却充满了警惕。这位圣子一大早强闯进来，究竟抱有什么目的？西安突然收敛了笑容，神色凝重地表示自己有一件10万火急的事，必须立刻亲口告诉他。艾米丽在一旁直接开口拒绝，声称皇太子殿下最近政务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会客。可西安根本不肯罢休，拉着艾米丽继续恳求，说只要见上一面就行，绝对不会耽误太多时间。艾米丽被缠得实在招架不住，索性捂着肚子开始装病，声称自己身体突然极度不适，这件事情她实在无能为力。西安倒也显得十分体贴，顺着话头嘱咐她好好休息。但艾米丽缓过神来，依然公事公办的予以拒绝，强调没有预约绝对不行。艾米丽在心中暗自盘算，这家伙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这么硬生生闯进来，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守卫们虽然感到十分为难，但在圣子的强势施压下，最终也只能妥协放行。艾米丽无奈地叹了口气，只能先将西安带进屋里安顿。艾米丽客气地询问他想喝点什么，西安却直接开口谢绝，说自己坐一会儿就走。艾米丽不得不出言提醒他，虽然自己带他进来了，但皇太子见不见他可不说，毕竟那位殿下最讨厌计划外的打扰。这回西安怕是要吃闭门羹了。克里斯坦根本不在乎西安的圣子身份，反正对方是教会的人，见与不见对他来说都无所谓。西安在艾米丽面前毫无架子，再次要求他直接叫自己的名。艾米丽无可奈何，只能顺从地答应下来。可紧接着西安就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说自己其实是偷偷溜出来的，要是被神父抓住就彻底完蛋了。艾米丽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圣子的胆子居然这么大。要知道教会与皇室一直在暗中博弈，谁先主动示好就等于认输。西安身为圣子，竟然敢公然违背教会的意志。西安看着他微微一笑，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像个高高在上的圣子。艾米丽有些尴尬地承认，确实表现得太明显了。西安却神色认真地回答，因为有比圣子身份更重要的事情等着。
话音未落，房门便被猛地推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特里斯坦竟然亲自走了进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一旁的艾米丽也彻底懵了，没想到这位大忙人会直接现身。西安率先打破沉默，承认自己这样贸然拜访十分失礼，但还是想请殿下赏光喝杯茶。特里斯坦却面无表情的冷冷回应：“这可不好说。”他显然不想多费口舌，直接向手下下达了逐客令，要求立刻把西安送出去。西安这下彻底急了，连忙追问自己何时能再来拜访，甚至强调这件事情对特里斯坦同样至关重要，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续约的俗事。特里斯坦停下脚步，头也不回的冷冷丢下一句：“2天后的晚宴上再谈公事。”艾米丽在心中暗自嘀咕：这位皇太子做事虽然滴水不漏，但未免也太冷酷无情了。还没等艾米丽细想，西安直接提及了黑魔法师的行踪，刹那间屋内的气氛骤然降到了冰点。他说自己知道特里斯坦最近在暗中调查此事。特里斯坦眼神一凛，冷冷地反问了一句：“所以呢？”西安神色严肃地挑明，那场骚乱绝非教会自导自演的把戏，如今黑魔法师的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所以他这次才会独自一人前来，就是为了阻止那些家伙的阴谋，顺便寻求与特里斯坦联手合作，同为黑魔法师的宿命相遇。他竟然能悄无声息操控所有人的计，当谎言被当面拆穿，这场致命的宴会该如何收场？西安主动找上门来谈合作，艾米丽觉得自己不便旁听，正打算起步避开，却被特里斯坦一把拉住。特里斯坦冷冷地看着西安，直接挑明了态度：“我凭什么相信你这个教会圣子？”西安神色平静，毫无慌乱：“你现在只能选择相信我，因为这关系到教会的致命弱点。”特里斯坦有些意外，到底是什么弱点？西安压低声音解释：“塔纳托斯岛上的结界目前正在不断变弱。”特里斯坦眼中闪过一丝警惕：“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西安的回答非常直接：“我想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彻底消灭这里的黑魔法师，为此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旁边的艾米丽瞬间傻眼，毕竟她自己就是个黑魔法师，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特里斯坦沉思了片刻，既然我们的目标一致，那就没有理由不联手。西安听了非常满意，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合作。艾米丽只能在一旁尴尬陪笑，嘴里违心的说着恭喜。既然双方已经达成合作，特里斯坦顺口打听起来：“你打算在帝国待多久？”西安思索着回答：“目前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不过既然跟殿下谈得这么顺利，我打算暂时先留在这里。”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特里斯坦立刻大声询问：“外面发生什么事了？”维尔纳急忙推门进来汇报，外面有个神父正在闹腾，指名道姓要见圣子。西安一听就明白了过来，看来是那位神父找过来了。既然对方已经找上门，西安也没法继续多待，只能先向特里斯坦告辞，具体的合作细节以后再谈。临走前，西安客套的祝愿，祝特里斯坦能得到神明的庇佑。直到房门重新关上，特里斯坦突然转过头，叫住了旁边的艾米丽。特里斯坦叫住艾米丽，是想让她尽快安排与圣子的单独会面。艾米丽立刻答应下来，表示自己会去核对日程。交代完工作后，特里斯坦显得特别疲惫，这阵子繁杂的事情太多，他明显有些吃不消。艾米丽贴心的送上一杯热茶，特里斯坦有些意外的看着茶杯，这是赫什曼茶吗？艾米丽微笑着回答：“我想殿下现在正需要这个。”特里斯坦有些纳闷的追问：“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艾米丽轻声解释道：“因为看到殿下身体不舒服，每次殿下头疼的时候，都会需要这种茶来缓解。”特里斯坦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我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艾米丽笑着解释起来：“观察细节是我的小爱好，其他秘书可能都没注意到，所以其实没那么明显。这对我来说就像拼图一样，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比如特里斯坦喜欢吃什么点心，下次就专门准备那几样，还有他常用的钢笔型号，以及办公室里喜欢的味道，这些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不过艾米丽也忍不住暗自吐槽，虽然每次都准备得很完美，但特里斯坦的反应总是冷冰冰的。不过不管殿下是什么反应，这已经是我枯燥工作里为数不多的乐趣了。艾米丽笑着安慰特里斯坦，因为殿下平时喜怒不形于色，所以这些小秘密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特里斯坦端着茶杯有些迟疑，真的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吗？艾米丽非常肯定地点头。特里斯坦显得有些欲言又止，你为什么对我这么……话还没说完，特里斯坦突然把头低了下去，这举动把艾米丽也给整懵了。特里斯坦有些不自然地转过头，算了，没什么。艾米丽一头雾水地追问：“殿下刚刚想说什么？”特里斯坦有些吃醋般小声嘀咕：“你其实对谁都这么好吧？”还没等艾米丽反应过来，特里斯坦就直接开始赶人：“行了，赶紧回去工作吧。”画面一转，艾米丽来到了聚会现场，娜塔莉一见到她就兴奋地迎了上来。娜塔莉有些遗憾地抱怨，佩内洛普因为皇太子的宴会有急事，已经提前回去了。不过能和艾米丽单独聚聚，她还是挺开心的。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一个穿着红色礼服的女人突然朝他们走了过来。很高兴见到你，沃克小姐，我是佩内洛普·斯旺森。听到这个名字，艾米丽整个人都愣住了，因为她一眼就认了出来，眼前这个自称佩内洛普的女人身上竟然散发着黑魔法的气息。虽然知道对方是个骗子，但同为黑魔法师，艾米丽心里莫名有些亲近感。她客气地向对方打招呼：“很高兴认识你。”不过艾米丽心里也在犯嘀咕，自己的魔力连圣子都能瞒过，不知道眼前这个黑魔法师能不能看穿自己的伪装。佩内洛普笑着提议道：“我们大家一起进去吧。”看着佩内洛普毫无防备的背影，
艾米丽有些纳闷，对方好像真的什么都没察觉。不管怎么样，今天绝对不能露出马脚。穿过长长的走廊，三人终于来到了热闹的宴会现场。佩内洛普热情地向大家介绍，艾米丽和内塔莉终于来了。在座的贵族小姐们纷纷打招呼艾米丽赶紧入座。大家刚坐下，就有人夸赞今天的茶香很特别。佩内洛普笑着解释，这是他自己亲手种的草。看着眼前这和谐的一幕，艾米丽却觉得有些不对劲。在座的甚至有学院毕业的同学，但大家对那位死去的贵妇居然没有任何怀疑，这实在太不正常了。难道说佩内洛普操纵了所有人的记忆？就在艾米丽暗自琢磨的时候，娜塔莉突然凑了过来，小声说：“佩内洛普之前就一直想见你，能介绍你们认识我太自豪了。”佩内洛普也顺杆往上爬，笑着让大家直接叫他的名字。众人自然是满口答应。娜塔莉还忍不住感慨，以前在学院时都没怎么说过话，没想到现在能成为朋友。佩内洛普却意有所指的解释，因为我以前太弱小了，所以才一直保持低调。听到这话，艾米丽暗自警惕起来，总觉得对方话里有话。艾米丽突然话锋一转，打听起他和娜塔莉相识的经过。这下娜塔莉有些犯难了，毕竟有些事情可不能随便往外说。娜塔莉支支吾吾的解释，说是在宴会露台上碰巧遇到的，可说着说着，她自己却突然卡壳了。艾米丽也察觉到了不对劲，此时内塔莉整个人都恍惚了，嘴里一直重复着同一句话，甚至开始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见过面。贵妇的记忆被瞬间篡改，可怕的精神洗脑正在蔓延。为了保命，他只能装傻配合，却意外潜入神秘的地下保管室。那本禁忌的魔导书就在眼前，娜塔莉的脑海中此刻正是一片混乱。旁边的佩内洛普见状，立刻察觉到了异样，他赶紧伸手扶住娜塔莉，这显然是记忆混乱的征兆。艾米丽在旁边默默看着，心跳也不由得开始加速。佩内洛普试探着开口询问：“娜塔莉，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接着他开始出言引导，声称是在一场宴会上，自己不小心把酒洒在了裙子上，而娜塔莉就像被操控了一样，竟然也跟着重复起这段话。听到满意的回答，佩内洛普暗中施展了手段，这下娜塔莉彻底被套牢了。下一秒，娜塔莉便清醒了过来，她甚至高高兴兴地重复着假记忆，觉得两人的相遇浪漫的像小说一样。可旁边的艾米丽却越看越心惊，这哪里是记性不好，这分明是可怕的精神控制和洗脑。艾米丽越想越觉得后怕，佩内洛普肯定用这种手段控制了伯爵夫妇和身边的贵妇们。如果自己表现得太清醒，恐怕今天根本走不出这个大门，甚至可能直接被抹群在，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就在这时，佩内洛普突然低声嘀咕起来，说不知道那女人为什么会对那种人感兴趣。这让艾米丽心里直犯嘀咕，她嘴里说的到底是谁？还没等艾米丽想明白，佩内洛普就拍了拍手，笑着宣布今天的茶会到此束。茶会终于散场了，大家陆陆续续开始道别。娜塔莉还热情地约了下一次。临走前，佩内洛普笑着对艾米丽告别，艾米丽也只能客客气气的应和。等终于坐上回程的马车，艾米丽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座位上。这趟茶会简直比打仗还要累，一边是皇太子和圣子，另一边是危险的黑魔法师，自己夹在中间，还要帮忙藏丧尸，这日子真是一天都快过不下去了。等客人们一走，佩内洛普瞬间收起了笑容，他忍不住抱怨起来，说自己根本受不了这种贵族社交，喝个茶也值得大惊小怪。接着他转头喊了一声男仆，男仆吓得赶紧走上前，小声询问有什么吩咐。佩内洛普没好气地质问，没看见自己还站在这儿吗？男仆好心指了指旁边的椅子，结果佩内洛普根本不领情，直接把男仆当成了人肉坐垫。他没好气地质问，难道要自己去坐那种脏椅子吗？男仆吓得只能连声道歉。接着佩内洛普问起目标地消息，得知调查还没有任何进展后，他整个人都快气炸了，恨不得把所有人全解决掉。男仆忍不住小声提醒说，现在动手实在太冒险，而且教会那边还有圣子坐镇。这话直接踩到了雷区，佩内洛普眼神瞬间冷了下去，质问他是不是在叫自己做事。这下男仆彻底不敢吭声了。佩内洛普警告他别来烦自己，男仆只能趴在地上不停求饶。佩内洛普根本不打算干等者，他冷笑着表示自己一个人也能搞定，这可是个动手的好机会。男仆吓得小声追问具体要怎么做，结果佩内洛普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得意地表示刚才来参加茶会的人里刚好有个最合适的诱饵。男仆一听更猛了，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佩内洛普冷笑一声说，就是那个没用的家伙。画面一转，艾米丽的马车终于到了地方，他刚下车，埃德蒙就迎了上来，笑着对艾米丽说，你回来的时间刚刚好。他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说地下拍卖会要出现一本黑魔法魔导书，而且他们已经拿到了入场券。虽然知道艾米丽刚回来很累，但这次机会实在太难得，去一趟绝对会有收获。艾米丽看着手里的面具，没有犹豫太久，毕竟这可是调查的重要线索。画面一转，几人已经来到了拍卖会现场，为了不暴露身份，大家都做了精心伪装。艾米丽忍不住吐槽，这面具戴着实在太难受了，而且怎么看都像要去干坏事。不过他还是提前做好了准备，特意带了个能装东西的魔法口袋。结果还没等他走几步，直接被旁边的守卫给拦了下来。守卫不由分说的把他往旁边推，说贵宾通道不能乱走，让他赶紧去员工入口。这下艾米丽彻底懵了，自己怎么就变成工作人员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旁边就有人凑过来问他是不是今天刚来报道的新人。那个男人直接招呼艾米丽跟他走，说他来的比预想的还要早。艾米丽赶紧解释说对方可能认错人了，但他很快反应过来，原来是自己戴的这个面具，让大家都产生了误会。
男人接着交代说，他今天要去拍卖品保管室帮忙。保管室那不就是藏着魔导书的地方吗？这简直是送上门的好机会。艾米丽立刻改了主意，笑着让对方再给她讲讲具体工作。而另一边，茱莉亚正纳闷呢，刚才还跟在后面的艾米丽，怎么一眨眼人就不见了？拍卖会正式拉开帷幕，拍卖师在台上唾沫横飞，直接宣布第一件展品登场。现场的气氛一下子被炒热了，可后台这边却乱成了一锅粥，因为展品迟迟没有到位，负责人急得直跳脚，只能临时调整出场顺序。而易米莉已经换好了制服，旁边的同事还夸她穿起来挺精神。不过接下来到底该往哪走，能不能顺利摸进保管室，就看这一步了。同事把名册递给艾米丽，让她再仔细核对一遍库存，这可是例行公事。艾米丽顺手接过来翻了翻，同事还在旁边贴心的问她，一个人能不能搞定？谁能想到这名册上清清楚楚写着的，正是她一直在找的黑魔法书。这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艾米丽赶紧答应下来，说自己一个人完全没问题。等同事一走，她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今天这运气真是绝了，接下来只要找机会下手就行。潜入禁地盗取黑魔法书，却在开门瞬间撞见满地鲜血。神秘男人突然贴耳低语，甚至逼他成为专属宠物。他索性直接拉开拍卖大幕，将两人的对决彻底公之于众。艾米丽终于找到了她的目标，那本被重重封印的黑魔法魔导书。看着周围如此严密的防守阵仗，这绝对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宝物。既然目标物品已经确认无误，艾米丽也不打算在这里多留，准备立刻带着东西抽身撤退。可就在她刚刚推开大门的瞬间，门外竟然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伤员，身后还无声无息地贴上来一个神秘人。那个男人缓缓凑到她的耳边，用极低的声音询问这人要怎么处理。艾米丽的身体瞬间僵在原地，还没等她想出脱身的对策，对方就直接亮出了闪烁寒光的武器。男人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调侃他的运气实在有些太差。艾米丽定睛仔细一看，发现这人竟然是之前见过的熟面孔。难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已经被对方识破？男人一边步步逼近，一边玩味的调侃，只要他刚才在里面多躲一会，自己说不定就会直接走过去。面对眼前这个根本无法沟通的家伙，艾米丽深知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退路。眼看对方身上的杀意越来越浓烈，看来这一回对方是真的要痛下杀手。最后的伪装在这一刻被无情撕开，艾米丽的真实面目已经彻底暴露。谁知男人却突然叹了一口气，满脸无奈的自言自语说：“这下糟了。”接着男人却一脸无奈的主动提议，双方干脆就当作谁也没见过谁，彼此装作不认识，直接擦肩而过。艾米丽压下心头的震惊，试探着询问对方是不是真的没打算对自己动手。男人微微一笑，轻声回答：“暂时还没有要取他性命的打算，毕竟他得先确认一些心中的疑惑。”在这个男人的眼里，艾米丽身上散发着说不出的古怪气息，甚至隐约有种属于同类的独特感觉，这也是他没有立刻动手的原因。谁知下一秒，男人突然话锋一转，竟然提议让艾米丽成为他的宠物。走廊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外面的守卫大声喝令里面的人投降。大批全副武装的守卫瞬间堵死了退路，面对重重包围，男人却显得游刃有余。他甚至笑着对身旁的艾米丽调侃：“今天在这里似乎玩得有些太久了。”他一边轻松躲避着守卫的凌厉围攻，一边慢条斯理地向艾米丽告别，声称再待下去自己也会惹上麻烦，今天的见面就只能先到此为止。话音刚落，男人便直接抽身离去，显然根本没有把这些守卫放在眼里。守卫见状，立刻愤怒的大声警告，斥责他根本没有搞清楚眼前的状况。那个男人根本懒得和他们废话，只是站在原地漫不经心的打了个响指。领头的守卫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突然感到胸口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紧接着下一秒，整队守卫竟然全部吐血倒地，他甚至连手都没有抬起一下，就瞬间秒杀了眼前所有的追兵，随后头也不回的直接飘然离去。男人临走前头也不回的丢下一句话，声称这本魔法书本来就是他的东西，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过事物归原主。艾米丽在一旁看着感到心急如焚，如果现在动用黑魔法去强行拦截，自己的真实身份就会在瞬间彻底暴露，连死而复生的秘密也再也藏不住。眼看那个男人就要带走魔法书，难道自己真的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盯着眼前散发光芒的魔法锁链？艾米丽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瞬间发现了其中隐藏的破绽。艾米丽突然大声开口叫住了他，询问能不能在临走前向他打听个消息。那个男人停下脚步，显得十分大方，示意他有什么问题尽管开口提问。结果易米丽直接开口询问他的名字，那个男人微微一愣，随后缓缓报出了自己的真实名号，似乎有些纳闷艾米丽为什么会感兴趣。艾米丽只是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声称这不过是与人交往的基本礼貌，毕竟以后迟早要在对立的舞台上相见。他迅速拿起随身携带的对讲机，命令后台将那件展品提前送上展台。这招出其不意的主动出击，瞬间彻底打乱了对方的全部计划。紧接着，整栋大楼都开始剧烈晃动起来。原来这家拍卖行运送贵重展品的方式竟然是如此的简单和粗暴。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让胜券在握的克劳德也有些措手不及。随着舞台上的大幕被轰然拉开，主持人正准备向大家介绍下一件展品，可台上的景象却让全场瞬间鸦雀无声。原本应该放置珍贵展品的地方，此时竟然站着艾米丽和克劳德。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主持人当场石化。
台下的观众席在瞬间彻底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大声质疑拍卖行的安保工作。看着台下乱成一团的嘈杂景象，克劳德不仅没有丝毫慌乱，反而低下头，肆无忌惮地狂笑起来，直言眼前的这出戏真是太有意思了。看来在这一刻，他是彻底被艾米丽的手段给激怒了。克劳德死死盯着眼前的艾米丽，冷笑着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非常聪明。既然艾米丽想要把事情彻底闹大，克劳德也决定彻底撕下伪装，直接当众放话要和他斗争到底。消失300年的竞技魔岛书重现世间，拍卖会现场瞬间沦为血腥炼狱，黑魔法师首领亲自降临，大开杀戒，而那本足以毁灭世界的禁书，此刻竟然就在艾米丽的怀里。拍卖会现场一片嘈杂，茱莉亚戴着面具混在人群中，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目标人物怎么还没出现？就在这时，台上的主持人突然更改规矩，要把原本压轴的神秘宝贝直接提到第一个出场。据说这件宝贝消失了整整300年，今天才重见天日。茱莉亚听到这里，顿时察觉到了不对劲。主持人还在台上卖力宣传，声称这是与先知有关的绝世古董。主持人话音刚落，台下的茱莉亚却当场愣住了，因为从后台走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稀世珍宝，而是一个浑身散发诡异气息的兜帽人。艾米丽反应极快，立刻大声呼喊守卫，大批全副武装的护卫瞬间冲进现场，封锁了所有出口。可面对这黑压压的包围圈，克劳德却只是不屑地轻哼一声，守卫们直接拔刀相向，现场的秩序瞬间彻底失控。艾米丽被死死困在混乱的人中，根本找不到机会脱身。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艾萨克突然从人群中强行冲了出来，他大声呼喊着艾米丽的名字，让她立刻朝自己的方向跳过来。艾米丽没有丝毫犹豫，飞身一跃扑向前方，稳稳地落入了他的怀抱中。可刚一落地，茱莉亚就忍不住开始算账，她气呼呼地质问对方刚才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此时的现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到处都是尖叫和四处逃窜的人群。艾萨克根本来不及解释，抱起艾米丽就往外狂奔。可大门早就被堵得水泄不通，想从正门逃出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埃德蒙迅速扫视四周，立刻做出了最理智的判断：既然正常的生路走不通，那就只能强行破局了。他立刻呼叫了艾萨克，艾萨克直接一脚踹向墙壁，巨大的动静震耳欲聋。艾萨克不仅抱着伊米莉，顺手还把旁边的茱莉亚也捞了过来。他大声警告两人，这样逃比你们自己走快多了，都老实点，别乱动。接着他招呼埃德蒙赶紧撤退，一路头也不回的狂奔，直到逃进外面安全的街道，艾萨克这才松了一口气。跑了这么远，那些追兵应该追不上了吧？这一路狂奔下来，埃德蒙累得气喘吁吁，他看着跑在前面的艾萨克，忍不住开口感慨：“你这家伙的身体恢复的可真够快的。”艾萨克倒是一脸轻松，笑着说自己很久没这么全速奔跑了，不过跟以前巅峰时期相比，还是差得太远。趴在怀里的艾米丽听到这话，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些往事。以前二哥的身体虚弱的像张纸，让他差点忘记了这家伙以前到底有多强悍。要知道，艾萨克曾经可是帝国骑士团团长候选人的热门人选，而他最恐怖的底牌就是家族祖传的超人怪力。艾米丽看着艾萨克展现出的身手，心里忍不住暗自嘀咕，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自己苦练的那些技巧根本不够看。还没等他多想，身后的宴会厅方向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埃德蒙看着远处的滚滚浓烟说：“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皇室绝对会彻查到底。幸好我们溜得快，不然被缠上就麻烦了。”茱莉亚在一旁疑惑地追问：“刚才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埃德蒙神色瞬间变得无比严肃：“那家伙8成就是黑魔法师的头领。”茱莉亚一听，顿时气炸了，质问艾米丽怎么敢一个人去对付这种极度危险的人物。艾米丽也是一脸无奈，解释说自己只是刚好撞上了。艾米丽赶紧开口解释，说对方根本没打算对付家族，甚至都没想要他的命。茱莉亚一听更加火冒三丈，这算哪门子解释？艾萨克赶紧站出来打圆场，劝茱莉亚先消消气，毕竟伊米莉也不是故意去碰头的。原来艾米丽是被当成了新员工，阴差阳错的混进了储藏室。他本想顺手查验魔导术的真假，谁能想到会直接撞上那个人。听到这里，埃德蒙直接打断了他，严肃地质问他是不是又擅自行动。艾米丽自知理亏，赶紧打哈哈，试图蒙混过关。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艾米丽提起之前遇到那个男人那天，自己曾隐约瞥见过一个黑袍人，就是那个神秘的家伙。这个线索一出来，整件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埃德蒙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艾米丽说上次没发生什么，他也只能选择暂时相信。但这次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埃德蒙可不打算轻易放过他，必须得把事情问个水落石出。艾米丽自知躲不过去，只能答应回家后全部交代。不过眼下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这次冒险来到拍卖行，原本是为了那本黑魔法书，可现在拍卖行都快被炸平了。艾萨克觉得只能先撤退，结果伊米莉突然神秘一笑，那本魔导书其实早就被他顺手带出来了。这个消息一出，旁边的人下巴都快惊掉了。艾米丽直接把书掏了出来，这本古老的书居然还在隐隐发光。艾萨克整个人都看傻了眼。艾米丽看着手里的书，低声嘀咕：“那个黑魔法师现在估计已经发现书不见了吧？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必须立刻撤离这里。”然而在另一边，拍卖行内部已经变成了一片血海，满地都是守卫的尸体。克劳德在尸体堆里翻找了半天，最后脸色阴沉的冷哼一声：“不在这里。”克劳德自言自语的嘀咕：“难道是被什么小动物吞进肚子里了？”可他翻遍了所有角落，连个影子都没瞧见，总不能是这书自己长腿跑了吧？
突然，克劳德脑海中闪过一个画面，瞬间锁定了目标。想到这里，克劳德忍不住低声笑出了声。这个人类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还是他第一次对人类产生兴趣。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有人大喊着要冲进来搜捕，但克劳德根本没打算跟他们纠缠，直接抽身准备离开。没用的人类真是太多了，简直像蟑螂一样让人恶心。不过他自己似乎也受了伤，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身后的魔法阵已经亮起光芒。克劳德眼神冰冷地表示，他必须继续忍耐和等待，直到所有的计划都准备就绪。帝国最尊贵的圣子亲自登门，开口却是一场充满试探的鸿门宴。面对美男计的诱惑与暗中调查，少女直接亮出追踪黑魔法的底牌。这场智商博弈究竟谁能更胜一筹？清晨的一声问候让艾米丽彻底愣在原地。本该出现在神殿的西安，此刻竟然就站在她的面前。艾米丽压下心头的疑惑，试探着开口询问对方的来意。她原本计划去拜访皇太子，却被西安直接打乱了行程。这位不速之客毫不客气，微笑着邀请她共进早茶。艾米丽表面上只能礼貌应允，内心却在疯狂吐槽：谁想大清早和你喝茶？这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刚一落座，西安就主动开口道歉，声称不该将他卷入危险之中。艾米丽连忙客套回应，表示黑魔法师本就盯着自家，真正该道谢的人其实是自己。西安微笑着夸赞他的善良，艾米丽内心却毫无波澜，这家伙又在用美色糊弄人，他可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接着，西安突然话锋一转，打听起他与皇太子的共事时间。艾米丽没有多想，直接回答说已经有4年了。西安紧接着追问黑魔法师的事，艾米丽随口答道只有几个月。他瞬间看穿了对方的意图，这才是西安今天前来的真正目的。西安感叹这份工作太过危险，赞赏他做出了勇敢的决定。艾米丽却表现得十分淡然，声称这不过是自己的分内之事。面对心思如此深沉的对手，艾米丽有着丰富的应对经验，只要装傻就能打乱他的节奏。他突然展颜一笑，夸赞圣子长得实在俊美，近距离观看更是令人惊叹。这一招果然起到了奇效，西安瞬间愣在原地，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道谢。艾米丽可没打算就此罢手，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您平时应该经常听到这种夸奖吧？”西安有些无奈地解释道：“神殿之中从不推崇赞美长相，因为那会影响对神明的虔诚。”艾米丽立刻听懂了弦外之音，这家伙是在暗讽自己没有分寸。不过艾米丽可不吃这一套，她继续装傻，表示遗憾，调侃他若是世俗贵族，求婚的人恐怕要排到城外。随后他又赶忙开口道歉，声称自己并非有意失礼。这下轮到西安暗自犯嘀咕，他实在有些摸不透，眼前这女人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西安只能勉强维持着客套，表示自己明白她的好意，顺口夸赞她性格活泼开朗，难怪皇太子会选择与她共事。这话听着像是在夸奖，实则是在暗中打听她的底细。艾米丽在心中冷笑一声，这种拐弯抹角的试探实在烦人。既然对方如此渴望知道答案，她索性直接摊牌，直言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天生就拥有神圣祝福吧。艾米丽主动解释道，沃克家族成员天生自带异能，在整个帝国之中，人们将其称之为神圣祝福。西安点头表示有所耳闻，紧接着追问他拥有的具体能。艾米丽毫不犹豫地亮出底牌，声称自己能追踪黑魔法的痕迹。听到这个回答，西安直接愣住。艾米丽心中十分清楚，只有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才能在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让皇太子将他视为真正的盟友。然而西安却察觉到了异样，他直言自己并未感受到神圣力量，他又如何能够探测黑魔法的踪迹？艾米丽故作谦虚地表示，自己这点微末的本事与圣子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西安却叹了口气，坦言自己其实也有短板，正因为他体内的神圣力量过强，反而无法像他那样精细地追踪黑魔法残留的痕迹。况且他与皇太子的合作属于机密，根本无法调动神殿的其他人手。话音刚落，西安直接发出了邀请，询问他这周末是否有空，能否协助自己调查此事。这下轮到艾米丽陷入了纠结，对方显然是想利用她的能力，自己究竟该不该答应这个请求？艾米丽在心中暗自盘算，若是能让这位圣子欠下人情，日后行事必然会方便许多。于是她展颜一笑，爽快地答应下来。转眼便到了约定的周末，艾米丽提前来到集市静候，没过多久，西安便神色匆匆地赶了过来。西安有些抱歉地解释道，因为下午的礼拜耽误了些时间。艾米丽对此并不介意，只是心中有些纳闷，为何要选在人多眼杂的集市碰面，而且身边连一个护卫都没有带。西安却显得异常淡定，表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保护他，根本不需要随从跟随。西安接着提议道，既然此处人多眼杂，不如直接称呼他的名字。这家伙套近乎的手段极其自然，艾米丽索性顺水推舟，让他也直接称呼自己为艾米丽，两人的关系瞬间拉近了不少。客套过后，艾米丽直接切入正题，询问他今日特意约自己出来究竟所为何事。西安提及前几日京城郊外发生的那场大爆炸，声称调查结果已经出炉。艾米丽对此也有所耳闻，官方宣称是有地下组织在举办秘密拍卖会。西安却冷笑了一声，直言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借口，背后的真相恐怕远没有那么简单。西安低声透露道，当时现场的大部分拍卖品完好无损，唯独缺少了一样关键之物，那便是从圣人墓地中被挖掘出来的黑魔法魔导书。这场爆炸正是为了夺走它而刻意制造的。艾米丽有些疑惑地追问，那件东西会不会已经被余波炸毁？
西安摇了摇头，否定了猜测。那本书外面附有多层保护结界，绝不可能被轻易烧毁。最棘手的是，如今无人知晓那本书的底细，更猜不透对方夺走他的真实意图。听到这里，易米莉突然回想起自家黑猫此前似乎提及过此事。那本魔导书名为《雷蒙盖顿》，其中详细记载了72柱恶魔以及召唤他们的禁忌方法。这下事情恐怕真的闹大了。西安这次显然有些焦急，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唯有艾米丽能寻得魔导书的线索，送上门的人情，艾米丽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微笑着一口答应下来。西安计划今日在京城内展开搜寻，因为结界并无异动，说明魔导书依旧留在城中。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那本失踪的魔导书此刻正安稳地躺在艾米丽家中。不过在出发搜寻之前，艾米丽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他先换下身上这件扎眼的神职礼服。这个要求让西安有些手足无措，但仔细想想确实有理。穿着这身显眼的衣服去微服私访，无异于主动暴露身份。西安有些尴尬地解释道，自己平日在神殿待得太久，对世俗的常识确实不太熟。艾米丽倒是不以为意，指着旁边的更衣处，催促他赶紧过去更换衣物。眼见西安依旧在原地犹豫不决，艾米丽索性直接伸手拉人，催促他动作快一些。这一拉扯，空气中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艾米丽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自己的举动似乎有些过于主动，而西安更是愣在原地，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看着他这副别扭却又配合的模样，艾米丽心中暗想，这家伙其实还挺好说话的。我们自以为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后代，谁能想到我们的灵魂从一开始就被当成了维持封印的燃料，一旦我出事，整个大陆都将瞬间毁灭。为了在城里暗中寻找魔导书的线索，他们行动的第一步居然是先去服装店换装。店员看着眼前的西安简直乐坏了，不停夸赞他是天生的模特，穿什么都好看。一旁的艾米丽却有些无奈，这家伙的长相实在太招摇了，走到哪里都会成为全场的焦点，这还怎么进行低调的调查？于是艾米丽大手一挥，买下了所有衣服，还特意为他挑选了一件深色兜帽长袍。虽然遮住这张帅脸有些可惜，但为了接下来的秘密行动，也只能先让他保持低调了。艾米丽十分豪爽地甩出一张家族支票，西安还想客气一下，表示要自己付钱。艾米丽听完忍不住笑出声来，你一个偷偷溜出来的神官，哪里来的私房钱？更何况论财富，谁能比得过他的家族？那可是富可敌国的存在。西安顿时哑口无言，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了这份好意。当两人换好衣服走出店门，西安看起来完全没有了神官的影子，反而像是一个尊贵的豪门小少爷，这让他感到有些局促和不自在。毕竟除了那身神官制服，他已经很久没有穿过普通的常服了。艾米丽见状，顺势打听起来，问他是不是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西安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头承认，这确实是他第一次来到如此繁华的街市，毕竟以前他整天都只能待在教会里。听到这个回答，艾米丽直接拉起他的手，转身就跑，根本不给西安任何拒绝的机会。其实易米莉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必须找点别的事情彻底分散他的注意力，绝对不能让他现在去琢磨魔导书的危险线索。转眼之间，两人就来到了热闹非凡的街市上。艾米丽带着西安在街上各种吃喝玩乐，这可是西安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奇妙体验。接着，易米丽又带他来到了一座高塔前。西安看着高耸的建筑，有些摸不着头脑，疑惑地询问这里是什么地方。艾米丽只是神秘地笑了笑，让他跟着自己走上去就知道了。当两人终于气喘吁吁地爬到塔顶，艾米丽笑着大声呼唤西安的名字，让他看向远方的夜空。西安顺着方向看去，整座城市的璀璨景色瞬间尽收眼底，他彻底被眼前的壮丽画面震撼了。艾米丽歪着头笑着问他好看吗？看着眼前如画的风景，夕阳的余晖洒在西安的白发上，折射出温暖而耀眼的金色光芒。艾米丽忍不住轻声调侃起来，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你的头发就像是纯金色的，虽然你原本的银发就已经很好看了，但金色让你看起来更像个普通人。听到这话，西安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赶紧咳嗽了2声，试图转移话题，询问艾米丽是不是经常来这个地方。艾米丽解释说，这里是她哥哥们常来的地方，自己以前也总是喜欢跟着他们过来。西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也听说过首富家族的兄弟姐妹感情极好。艾米丽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感情好是好，但今天为了能顺利溜出来陪他，自己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艾米丽无奈地吐槽家里人的太严，为了今天能够顺利出门，她只能随便编造了一个借口糊弄过去。听完这些话，西安温柔地看着他，语气里充满了掩饰不住的羡慕，说艾米丽真的很受家人们的疼爱。艾米丽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调侃他可是深受神明眷顾的圣职者，被他这样羡慕感觉还挺奇怪的。西安却神色虔诚地轻声回答，神爱世人，大家在神明面前都是一样的。随后西安真诚地向易米丽道谢，说今天是他过得最开心的一天，甚至把原本要办的正事都给忘光了，这正是艾米丽最想要达到的效果。原来在逛街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闲着，艾米丽虽然玩得开心，但其实一路上都在暗中感知黑魔法的痕迹，觉得自己并没有帮上什么忙。西安倒是一点也不在意，反而很感激艾米丽今天能一直陪着他。不过紧接着西安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特意叮嘱艾米丽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艾米丽以为他只是担心自己的家族会被那些邪恶的黑魔法师盯上，
西安却神色凝重地摇了摇头，抛出了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问他知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针对先知的后代。艾米丽猜测这大概是300年前那场惨烈的圣战所留下的历史仇恨，然而西安却直接否定了他的猜测，说这仅仅只是最浅显的表面原因，真正隐藏的真相远比这更加残酷。西安缓缓说出了那个被掩盖的残酷真相，原来要维持封印黑魔法的岛屿结界，必须用先知后代的灵魂来作为燃烧的燃料。艾米丽听到这里，整个人都惊呆了，她一直以为当年祖先们建立结界牺牲的仅仅是他们自己那一辈人，谁能想到连子孙后代的灵魂也从一开始就被算计了进去。西安神色无比严肃地警告他，一旦艾米丽的灵魂出现任何意外，封印黑魔法师的结界就会在瞬间彻底崩溃。艾米丽顿时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原来自己的生命居然直接关系到整个大陆的生死安危。虽然教会和各国都在暗中防范，但致命的危险显然已经悄悄逼近了他们。西安俯瞰着眼前繁华而平静的城镇，只希望这美好的日常生活千万不要被打破。就在这时，艾米丽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说自己虽然没有直接发现黑魔法的痕迹，但确实有一个地方让她感觉非常可疑。一听到有了关键线索，西安立刻紧张地追问到底是哪里。艾米丽仔细回忆起之前的经历，说自己前阵子去参加了伯爵夫人的茶会，在那里碰到了极其诡异的事情。西安的神色瞬间变得无比认真，让艾米丽把当时所有的细节都说出来，哪怕是再微小的事情也绝对不能放过。听到有线索，西安急切地直接抓住了艾米丽的手，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艾米丽的脸瞬间红透，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然而还没等她把茶会上的怪事说出口，西安却突然神色一动打断了她，说要先介绍一个人给艾米丽认识，而且这个人今天其实一直都在暗中跟着他们。艾米丽心里顿时有些不是滋味，明明之前还信誓旦旦说能独自保护她，结果背地里却偷偷带了保镖过来，这分明就是对她的实力不信任。此时西安抬手向空中打了个信号，并神秘地表示这个人艾米丽也认识，这下可把艾米丽的好奇心彻底勾了起来，这个一直尾随他们的神秘人到底会是谁？西安的话音刚落，一个金发男人便如落叶般轻盈地降落在他们面前。原来这位一直暗中保护的保镖，居然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哈泽尔爵士。哈泽尔直接单膝跪地行了个大礼，十分恭敬地向伊米莉问好。看清来人的身份之后，艾米丽整个人彻底懵了，这位帝国的顶尖强者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圣子竟然要牺牲无辜人质，只为彻底消灭黑魔法师，而他绝对想不到眼前的合作对象艾米丽，其实就是他要找的黑魔法师。原来这次的任务非同寻常，西安特意找了这位爵士来当他们的护卫。可伊米莉还是很疑惑，他不是应该在执行别的任务吗？西安解释说，这其实是他自己偷偷改了姓做出的假象。艾米丽有些担心这合不合规，西安却一脸轻松地表示，只要不被发现就行。西安解释说，因为这次行动的瞒着教会，所以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帮忙。可伊米莉心里很清楚，这男人就是把哈泽尔当人质，好用来拿捏他。不过他也没打算说实话，表面上还是笑着应和。接着伊米莉提到了另一件事，之前他收到一份茶会邀请函，说是要给他介绍个新朋友。可奇怪的是，艾米丽去参加茶会之后，中间有一段记忆居然想不起来了，脑子里总是雾蒙蒙的。听到这里，西安察觉到了不对劲，艾米丽觉得是自己多心了，随口提了这么一句，觉得可能没什么意义。可哈泽尔一听，整个人都懵了，他大声质问艾米丽在说什么，因为那位伯爵夫人早在他们上学的时候就去世了。艾米丽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对方也知道这个人，而且之前也有人说过同样的话。这下事情彻底对得上了，那个所谓的伯爵夫人绝对有大问题，甚至连她的存在都是个谜。艾米丽心里已经有了盘算，她打算利用哈泽尔来个以毒攻毒，虽然对朋友有些愧疚，但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马车在夜色中疾驰，西安看着手里的资料，觉得这事越来越不对劲。哈泽尔也觉得纳闷，那个伯爵夫人明明早就死了，艾米丽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明摆着是中了圈套。他怀疑这背后肯定有黑魔法师在捣鬼，必须得查个水落石出。哈泽尔问西安，这次是不是要亲自出手？西安解释说，这属于他的私人行动，教会那边根本指望不上。对方倒是一点不在乎，只要能对付黑魔法师，他什么代价都愿意付。西安看着手里的资料，觉得哈泽尔确实是最佳人选。他合上书本，请求对方跟他们合作，直到把黑魔法师彻底消灭。另一边，艾米丽已经来到了教会大教堂，没想到刚一落地，就有人主动迎了上来。哈泽尔恭敬的行礼，说要为艾米丽效劳。艾米丽忍不住打趣，问他教会里是不是还教这个？哈泽尔笑着解释，尊重女士可是最基本的礼仪。这两人一唱一和的，气氛倒是挺融洽。艾米丽直接切入正题，问哈泽尔有没有联系上娜塔莉。哈泽尔叹了口气说，一听完消息就联系了，发现对方没事，才总算松了口气。接着哈泽尔忍不住开始吐槽，说艾米丽和内塔莉这两个人简直就是吸麻烦的体质，自己真是一刻都不能省心。聊着聊着，艾米丽发现这路越走越偏，根本不是去接待室的方向。哈泽尔解释说，西安现在人在祈祷室，那地方平时根本不对外公开，一般人连听都没听过。穿过长长的走廊，两人离墓地的越来越近。艾米丽心里直犯嘀咕，自己一个黑魔法师踩进这神圣的大教堂，简直就像是在犯罪。走到地方，哈泽尔上前敲了敲门，大门缓缓打开，里面的景象确实出乎意料。
在一片圣洁的百合花中，西安正虔诚的祈祷，这画面让人根本不敢轻易打扰。听到动静，西安转过身打了个招呼，艾米丽客气的行了个礼，感谢他派哈泽尔过去帮忙，让他们能聚一聚。西安倒没客套，直接切入正题，问了艾米丽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他问艾米丽是不是为了消灭黑魔法师，什么事情都愿意做。这话一出，艾米丽整个人都傻了，这难道是变相劝自己去送死？西安也发现自己问得太急了，赶紧招呼艾米丽坐下聊，说事情确实有点紧急。西安一开口就扔了个炸弹，他怀疑佩内洛普是黑魔法师，想让艾米丽去把人引出来，这不就是让人去当诱饵吗？艾米丽心里直犯嘀咕，怎么偏偏找上了自己？看出艾米丽的犹豫，西安赶紧保证哈泽尔会全程贴身保护，绝对不会有危险。既然这样，艾米丽索性顺水推舟答应了，反正她也想早点解决佩内洛普，那就先按她的计划办。刚好伊米丽手头有个宴会邀请，带上哈泽尔一起去正合适。西安听了直道谢。西安开始部署具体的行动计划，让哈泽尔先去探路，要是10分钟内没消息，他就亲自带人冲进去。不过西安的态度非常坚决，一旦确认对方是黑魔法师，必须立刻消灭，至于救人只能排在第2位，哪怕对方手里有人质也绝不妥协。听到这，艾米丽坐不住了，她直接打断西安，说自己的朋友还在里面，不能为了任务不管大家的死活，这本末倒置了呀。西安却不为所动，反而严肃地反问伊米丽，知不知道放走一个黑魔法师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这话可把艾米丽问倒了，毕竟她自己就是个黑魔法师，平时顶多也就把书桌弄乱，哪有他们说的那么恐怖？西安态度非常坚决，说为了大局必须尽早斩草除根，哪怕真的出现了无辜伤亡，他也能理直气壮地告诉家属，这些牺牲换来了更多人的安全。这番话听起来大义凛然，但在艾米丽听来简直是傲慢到了极点，把别人的牺牲说得这么轻巧，把辛辣的洋葱当成甜苹果狂啃，不吃就会被当场强行灌下毒药。面对这群被彻底洗脑的疯子，假装喝下毒酒的他该如何脱身？西安的态度异常坚决，他承认自己手段狠辣，但在消灭黑魔法师这件事上，他绝对不会有半点让步。这番话让艾米丽怒火中烧，谁是一出生就想当黑魔法师的？他比谁都渴望做个普通人，可这些委屈根本无法说。西安见气氛有些僵硬，主动退了一步，做出妥协，只要哈泽尔在场协助，事情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坏。他严肃地交代伊米丽，一旦收到那张神秘邀请函，就必须立刻转交给哈泽尔，这一切都是为了大陆的和平。可这话落在艾米丽的耳朵里，简直是天大的讽刺。一个黑魔法师居然要靠消灭同类来守护和平，这世道真是荒谬到了极点。转眼几天时间过去，艾米丽按照约定主动登门拜访。佩内洛普一见到他，整个人表现得热情无比，直说自己已经等了他很久。艾米丽也客气地打了个招呼，问候这位伯爵夫人最近过得如何。佩内洛普主动拉近彼此的关系，让艾米丽直接称呼自己的名字。艾米丽笑着答应下来，顺便打听娜塔莉是否已经到了。佩内洛普表示娜塔莉早就到了，接着又问起艾米丽要带的那位朋友。艾米丽解释说人马上就到，而且对方是专程来拜访他的。就在这时，一辆马车停在门口，佩内洛普客套地表示欢迎。艾米丽的心里却在直打鼓，待会儿的计划真的能顺利吗？车门缓缓打开，艾米丽主动提出要为两人引荐。然而当马车里的人一露面，佩内洛普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佩内洛普的心脏猛地一缩，急切地追问这个人的名字。显然这个不速之客的出现彻底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艾米丽大方地介绍起来，说这位是伯爵家的2女儿哈泽尔。因为哈泽尔之前在教会待了3年，所以佩内洛普不认识也算正常。哈泽尔主动上前打招呼，态度显得十分客气。佩内洛普只能硬着头皮客套，伸手与哈泽尔窝在了一起。简单的几句寒暄过后，两人的眼神在空中激烈交锋，现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接下来的聚会绝对不会太平。佩内洛普随便找了个借口，说自己作为主人离开太久不合适，让他们2个在后面慢慢聊，自己则急匆匆的先回了屋。等佩内洛普的身影消失，艾米丽赶紧低声询问哈泽尔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哈泽尔神色凝重的回答，这里的气息确实让人很不舒服，但现在还必须再仔细观察一下，叮嘱艾米丽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艾米丽也只能提醒他多加小心，毕竟这里可是别人的地盘。当艾米丽独自走进宴会厅时，才发现里面的诡异气氛比她预想的还要压100倍。眼前的景象诡异的让人毛骨悚然，空气中弥漫着古怪的红色雾气，周围的贵族们笑得极其空洞。这哪里是什么高雅的贵族聚会，分明就是一个危险的邪恶仪式。就在他极力保持警惕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从后面按住了他的肩膀。这突如其来的接触让他吓了一跳，猛地回头一看，站在身后的居然是娜塔莉。娜塔莉迷迷糊糊地打着招呼，问他怎么也会出现在这里。娜塔莉一上来就神志不清，嘴里还嘟囔着要寻找哈泽尔。看着他那满脸通红的异样状态，艾米丽无奈地问他到底喝了多少。娜塔莉却嘴硬地坚称只喝了1点，这副模样明显是彻底喝醉了。艾米丽心里十分清楚，这里的酒绝对被动了手脚。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佩内洛普就端着酒杯走了过来，笑着询问艾米丽觉得聚会如何。艾米丽只能客套的回应说这里的氛围确实非常特别。佩内洛普得意地扬起嘴角，说普通的茶会实在是太无聊，他就喜欢这种刺激的调调，顺手将一杯红酒递到了艾米丽面前。艾米丽连忙摆手拒绝，推脱说自己平时不怎么喝酒，这杯酒里要是真的加了料，一旦喝下去可就彻底完。
佩内洛普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冷笑着对艾米丽施压，劝她趁着自己还好说话，赶紧把这杯酒喝下去。艾米丽还在犹豫不决，佩内洛普的语气却陡然一变，用命令的口吻冰冷的呵斥：“喝下去！”盯着手里的酒杯，艾米丽脑中灵光一闪，这种逼人喝药的手段和自己以前用过的简直如出一辙。为了不打草惊蛇暴露身份，艾米丽决定将计就计。她假装自己已经中招，直接仰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亲眼看着艾米丽把酒喝光，佩内洛普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但这杯子里到底装了什么毒药？艾米丽自己心里其实也没底。就在这时，佩内洛普突然用力拍了拍手，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他站在高处，大声宣布：“今天的聚会要提前结束了，因为这里混进了一只不听话的小老鼠。”艾米丽立刻暗中戒备，哈，泽尔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进来？要是再不采取行动，今天恐怕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然而，佩内洛普接下来的举动却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居然要当场检验药效，还要给每个人都分发一件东西。可当东西拿到手里的时候，艾米丽整个人直接愣住了，这分明就是一颗辛辣的洋葱。然而，佩内洛普却微笑着撒谎，说这是他特意准备的甜苹果，让大家都尝尝味道。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周围的人竟然真的深信不疑，一个个拿着洋葱当成苹果啃咬，甚至还纷纷夸赞味道香甜。看来酒里的幻药已经彻底起效了。人群中有人没喝酒就咬了洋葱，那股辛辣刺鼻的味道根本无法忍受，那人当场就痛苦地吐了出来。这一幕瞬间惹怒了佩内洛普，他根本不给对方任何解释的机会，直接指挥手下强行给那人灌药。男人惊恐万分的大声呼喊：“你到底要干什么？”可那瓶药水刚刚被强行灌下，诡异的药效就立刻发挥了作用。刚才还辣得眼泪直流的洋葱，此刻在男人的嘴里居然变成了无上的美味。男人一边疯狂啃咬，一边含糊嘟囔：“这苹果真是太甜了。”看到这惊悚的一幕，艾米丽终于彻底想明白了，原来先前的那杯酒是用来成倍放大洗脑效果的介质，难怪刚才佩内洛普非要逼着自己把酒喝下去。用这种残忍的手段筛选洗脑不彻底的人，真不知道该说他聪明还是狠毒。可眼下最致命的问题是，自己手里这颗辛辣的洋葱到底该不该咬下去？两个黑魔法师设下致命陷阱，圣骑士被逼得无法拔剑，甚至连同伴都被当成了人质，所有人即将被献祭给恶魔，他们到底该如何死里逃生？艾米丽手里紧紧攥着洋葱，心跳快得像是在肋骨，只要自己不发出任何动静，应该就能蒙混过关吧。可偏偏怕什么就来什么，旁边突然传来搭话的声音，质问他为什么不吃下去，这让艾米丽瞬间警惕起来。赫尔曼在旁边小声催促着，不吃的话佩内洛普绝对会生气，那个女人发起火来简直太可怕了，这下事情可彻底麻烦了，要是被发现自己根本没被洗脑，那今天可就真的全完了。艾米丽只能强装镇定，岔开话题，主动开口询问对方的名字。艾米丽顺口打听他是哪个家族的，听到这话，赫尔曼直接愣在原地，自己明明穿着一身仆人的衣服，居然还会被当成是贵族少爷。赫尔曼心里顿时美得不行。艾米丽见状赶紧顺杆往上爬，说还以为他是穿仆人衣服体验生活。这下赫尔曼彻底放下了防备，老老实实交代自己叫赫尔曼。但他很快又想起了刚才的问题，话题再次绕回了吃东西的事情上。艾米丽的脑子开始飞速运转，立刻编瞎话，谎称自己对苹果过敏，说自己也很想领佩内洛普的情，但身体实在是不允许吃这个。赫尔曼突然神秘兮兮地凑了过来，艾米丽却敏锐地闻到了一股极其刺鼻且奇怪的野兽气味，这家伙身上怎么会有这种味道？还没等艾米丽想明白怎么回事，赫尔曼就压低声音拆穿了他，说知道他手里拿的根本不是苹果，不过他保证会替他保守这个秘密。艾米丽心里感到十分纳闷，这个陌生人为什么要帮自己？赫尔曼有些支支吾吾地解释着，说自己只是不想惹佩内洛普生气，而且他其实挺喜欢佩内洛普的。这话听起来怎么感觉不太对劲？难道赫尔曼也是个黑魔法师吗？但他的气息和佩内洛普不太一样，这里居然隐藏着两个黑魔法师，这和之前的计划完全对不上，必须尽快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可现在自己被死死困在这里，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安全脱身？赫尔曼突然小声对艾米丽表白，说其实自己也挺喜欢她的，只要她乖乖待在原地不要乱动，就不会被佩内洛普找麻烦。还没等艾米丽松一口气，远处突然传来佩内洛普的怒吼，质问赫尔曼到底在偷什么懒，自己这边都已经快要忙死了，他居然还有闲心在这里聊天。这声怒吼把赫尔曼吓得够呛，赶紧慌慌张张的开口解释，辩解自己绝对没有偷懒。佩内洛普根本懒得听他废话，直接命令他立刻滚过来伺候。赫尔曼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只能老老实实的低头跟过去。看着战战兢兢走过来的赫尔曼，佩内洛普得意洋洋的笑了起来，宣布自己刚刚已经大功告成，现在大厅里的所有人全都已经成了他的提线傀儡。赫尔曼听完这话直接惊呆了，连声夸赞佩内洛普真是太厉害了。佩内洛普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啪响，有了这批被控制的傀儡，就能彻底把那个男人踩在脚底下，连艾米丽也已经落入他的手掌心。不过现在还有一个跟屁虫，让他觉得有些烦躁。佩内洛普甚至开始暗自琢磨，要不要顺手把那家伙也干掉，然后再做成傀儡派上用场。赫尔曼一听这话，顿时急了，赶紧出声提醒对方，可是圣骑士，上次之前可是特意交代过的，绝对不能招惹拥有神圣力量的人。结果他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佩内洛普就直接动手揪住他的头发。赫尔曼吓得赶紧连声求饶，嘴里不停地道着歉。佩内洛普脸上却写满了不屑，觉得那个男人
就是个胆小鬼，在他眼里，什么神圣力量，什么所谓的神眷之人，全都是用来骗人的鬼话，不过是用来掩盖300年前战败的借口罢了。赫尔曼还想在一旁小声嘀咕，说他根本就没和圣骑士交过手。结果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佩内洛普一把按住脑袋，狠狠地砸在了坚硬的地面上。佩内洛普气急败坏的大吼，命令他立刻闭上臭嘴。赫尔曼这下彻底老实了，只能捂着流血的脑袋继续道歉。佩内洛普看着大厅周围那些被自己控制的傀儡，心里感到得意极了，有这么多替死鬼挡在前面，他现在根本什么都不怕。佩内洛普不仅没有丝毫害怕，甚至还打起了别的主意。他冷笑着自言自语道：“反正圣骑士的朋友们也在这里，真要是到了关键时刻，正好可以利用他们演绎出好戏。”就在这个时候，空旷的大厅里突然传来了动静。佩内洛普得意地盯着楼梯口，那个家伙终于找过来了。来人正是哈泽尔。可他一踏进大门，眼前的景象就让他察觉到了不对劲，四周弥漫着诡异的红色雾气。见此情景，他直接按住了剑柄。哈泽尔脸色阴沉的冷冷质问：“你这个疯女人到底做了什么？”佩内洛普听完，直接放声大笑，根本没把他的威胁放在眼里。他得意洋洋地指着周围，说：“这些人不过是被洗脑的普通人，要是圣骑士敢在这里动手，那就是在残害无辜的平民。”哈泽尔拔剑就向佩内洛普袭去，佩内洛普在一旁冷眼旁观着，结果赫尔曼一出手就搞砸了。佩内洛普顿时拉下脸来质问：“你到底在磨蹭什么？怎么连个防守都做不好？”赫尔曼吓得赶紧慌忙解释，说是刚才被砸的姿势不太舒服。佩内洛普冷笑了一声，反问他这是在怪自己喽？这下可把赫尔曼给吓坏了，连声否认说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而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全被躲在旁边的艾米丽看在眼里。原来赫尔曼的真正能力是用黑魔法把身体局部变成魔兽，难怪他身上总有一股野兽的怪味。佩内洛普此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厉声催促着赫尔曼赶紧解决战斗。赫尔曼虽然觉得这副鬼样子很丢人，但还是直接释放了体内的力量。这下他彻底变成了一只狰狞的野兽，眼看着巨大的怪物朝自己扑过来，哈泽尔这回可不打算继续退让了，他直接拔出腰间的长剑，大喊要以神之名彻底净化这个怪物。可已经完全化身野兽的赫尔曼哪里还会听他在那里废话，直接张开血盆，大口狠狠扑了上去。这一下场面上彻底陷入了混乱，艾米丽在旁边看得揪心不已，光靠哈泽尔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同时对付2个黑魔法师，救兵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还没等他想明白这个问题，哈泽尔已经顺势一剑狠狠劈了下去。这一击的威力可绝对不小，直接把化身野兽的赫尔曼给重重的砸在了石柱上。眼看赫尔曼居然这么不中用，佩内洛普整个人直接气炸了，指着他的鼻子就是一顿臭骂，说自己真是瞎了狗眼才会对他抱有期待。臭骂完没用的赫尔曼之后，佩内洛普又冷笑着看向哈泽尔，他竟然用锋利的短刀抵住娜塔莉的脖子，威胁哈泽尔立刻放下武器投降。这下哈泽尔彻底被拿捏住了软肋，为了保住娜塔莉的性命，他只能咬着牙把长剑扔在地上。结果他瞬间就被傀儡们按倒在地，用绳子五花大绑了起来。哈泽尔气得破口大骂这群卑鄙小人，可佩内洛普根本就不在乎，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夸奖。佩内洛普一把将娜塔莉甩开，看折倒在地上的哈泽尔冷笑起来，说哈泽尔的灵魂可是极品稀罕货。这下哈泽尔彻底懵了，这个疯女人到底想要干什么？佩内洛普冷笑着大声宣布，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这个哈泽尔在内，全都要成为献祭给恶魔的祭品。佩内洛普为了获得力量，竟然召唤恶魔要献祭所有人。关键时刻，艾米丽直接掏出美酒，当场和恶魔开始讨价还价。这波空手套，白狼直接把恶魔整不会了，法阵在瞬间被强行启动。这个疯女人根本没打算留下任何活口。看着眼前闪烁的法阵，艾米丽突然想起黑猫的提醒，只要看清线祭法阵的图案，就能查出幕后恶魔的底细，而且恶魔在接收祭品时一定会现出真身。原来他一直隐忍到现在，等的就是这个反击的机会。随着封印彻底碎裂，一只巨大的魔眼死死盯了过来。佩内洛普歇斯底里的大喊，要用所有人的命换取力量。恶魔的声音低沉沙哑，询问这些人类是不是祭品。佩内洛普兴奋的大叫，没错，快把他们全都带走。恶魔低声询问他想交换什么，佩内洛普毫不犹豫的索要力量，可恶魔却冷冷的警告，他的身体早已达到了极限。但这个疯女人根本不在乎，哪怕爆体而亡也要变强。看着被绑在一旁的哈泽尔，艾米丽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还没等哈泽尔出手，一条魔蛇突然窜出，将他击晕。就在这时，艾米丽却冷静地站了出来。佩内洛普气急败坏的怒吼，质问赫尔曼为什么没看住他。随后他咬牙切齿的下令，立刻把艾米丽抓起来。赫尔曼只能老老实实听命，一步步朝艾米丽逼近。面对逼近的赫尔曼，艾米丽直接走到恶魔面前，她平静地提出让恶魔离开。恶魔发出一声冷笑，觉得这个人类不自量力。可下一秒，艾米丽直接抛出3瓶陈年美酒，这出乎意料的诱饵让恶魔瞬间愣在原地。佩内洛普在一旁歇斯底里，恶魔却根本不理会他，反而开始跟艾米丽讨价还价。恶魔开价要8瓶，艾米丽直接砍到4瓶，恶魔急得大喊7瓶不能再少。恶魔试探着还价6瓶，艾米丽态度坚决，只给5瓶。没想到恶魔竟然一口答应，催促他赶紧把酒交出来。佩内洛普在旁边彻底看傻了眼，可伊米莉却摊了摊手，说美酒得等回家以后才能给。这空手套白狼的举动让恶魔大怒，可还没等他发火，却突然察觉到了什么，态度瞬间发生了180度转变。
恶魔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随后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失去靠山的佩内洛普彻底气炸，命令手下废掉艾米丽的4肢。可谁能想到，连准备动手的赫尔曼都当场倒戈。赫尔曼小声劝艾米丽不要反抗，还说他是个好人。面对歇斯底里的疯女人，艾米丽反而自信地笑了起来。话音刚落，周围突然亮起耀眼的金色光芒，这股神圣的力量非同寻常。赫尔曼吓得根本顾不上抓人，一把抱起佩内洛普，直接撞破窗户，狼狈逃走。看着敌人狼狈逃远，艾米丽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大厅里的金光越来越亮，被控制的宾客们纷纷清醒过来。诡异的是，大家不仅想不起自己为什么在这，甚至连邀请人的身份都彻底遗忘。神圣力量让宾客们恢复了力气，可这股力量对艾米丽来说却太强了，她身体无法承受，甚至开始大口吐血。就在她即将倒下的瞬间，西安急忙冲了过来，将她抱住。看着虚弱的艾米丽，西安又急又气，可伊米莉还没来得及抱怨，就直接晕死在西安怀里。西安焦急地呼喊着艾米丽，可怀里的人已经彻底失去意识。看着满目疮痍的现场，西安冷静地梳理着线索，这里残留着黑魔法和恶魔召唤的痕迹，而且现场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祭品。唯一的解释就是艾米丽为了阻止恶魔降临，独自承受了所有的反噬伤害。艾米丽的身份绝对不简单，但最让西安疑惑的是现场残留的魔力气息。除了假扮佩内洛普的红色魔力和同伙的灰色魔力之外，现场竟然还残留着第3种神秘力量。这股多出来的力量究竟属于谁？相伴多年的莱夫突然人间蒸发，帝国皇太子竟然密谋要被动入赘，而深渊深处的神秘组织已然露出獠牙。这场席卷帝国的风暴才刚刚开始，这股凭空多出的强大力量终于找到了源头。一个神秘的男人突然出现在艾米丽面前，可对方冷漠的态度却让他感到无比陌生。他甚至开口质问是不是艾米丽召唤了他，还没等艾米丽细问，莱夫就看穿了他的身份，认出他是那个家族的孩子，脸上满是恍然大悟的神情。看着眼前这个神秘人，艾米丽突然觉得不对劲，这段对话为什么如此耳熟？难道在很久以前他们就已经见过面了？艾米丽终于想起来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陌生人，而是他与莱夫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当时对方还问他要不要签订契约。画面突然一转，艾米丽从梦中惊醒，怎么会突然梦到以前的事？好在人已经安全回到了家，家里人估计都急坏了。她习惯性的开口，想跟莱夫抱怨昨天的遭遇，尤其是去见佩内洛普时的险境。可连续喊了几声，房间里却根本没人回。这时候艾米丽才反应过来，莱夫已经消失好一阵子了，从他11岁开始，对方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这次走的这么突然，到底是因为什么？莱夫来的时候毫无征兆，走的时候也是无声无息，就像一个多年的老友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难道是因为以前总嫌他唠叨，他才赌气出走的吗？要是能重新召唤他就好了。可当年那场召唤完全是靠运气碰出来的，现在想要复制根本不可能。另一边，特里斯坦正在办公室里忙碌，他习惯性的开口，想让艾米丽帮忙核对数据。可话刚说出一半，他才猛地反应过来，旁边那个位置空空如也。旁边的维尔纳也觉得奇怪，平时那么冷静的殿下，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特里斯坦这才回过神来，自己真是糊涂了，居然以为他还在这里。他赶紧向维尔纳打听，听说艾米丽受了重伤，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维尔纳汇报说，艾米丽被家里人护着，现在谁去探望都不行，而且这姑娘胆子比想象的还大，居然敢掺和这么危险的事。特里斯坦听完沉默不语，看来伊米莉的处境比他想的还要复杂。与此同时，西安也接到了棘手的任务，有人命令他去追踪丢失的黑魔法书，毕竟这次的事情闹得太大，消息已经彻底捂不住了，甚至连皇太子都被惊动了。特里斯坦直接找上了西安，质问他这么做是不是太不要脸了。西安倒是一脸平静，说自己也是迫于无奈，毕竟事情已经闹大了。为了把这件事情压下去，西安决定把锅甩给致幻剂，只要参与的人闭嘴就能拿到特赦。特里斯坦勉强接受了这个方案，但他随即警告西安，以后少打他手下的人的主意。接着特里斯坦话锋一转，提到了受伤的艾米丽，这一下直接戳到了西安的痛处。西安直接把话挑明，说自己不懂什么政治立场，艾米丽纯粹是心善才帮的忙，希望特里斯坦别往心里去。这话可把特里斯坦给堵得够呛，他甚至想起了之前被嘲讽的画面，质问对方凭什么说艾米丽是他的人。特里斯坦越想越不是滋味，直接把心腹维尔纳叫了过来。他问了一个挺微妙的问题，要是想彻底留住一个人，到底用什么办法最管用？维尔纳也是个老实人，直接提议说，那不如直接封官加爵送领地。特里斯坦听完维尔内的建议，居然直接语出惊人，那我就去跟艾米丽的家族提亲吧，要是动作够快，明年春天就能办婚礼了。这话一出，把旁边的维尔内吓得够呛，这根本不符合皇太子的行事风格，突然就要联姻，这明摆着是动了真感情。眼看特里斯坦已经开始规划提亲步骤，维尔纳赶紧出声打断，提醒他一件事，艾米丽的家族为了防止神圣祝福外流，从来不跟外人联姻。维尔纳赶紧解释，要是艾米丽真要结婚，男方就要入赘他们家族，可特里斯坦是堂堂皇太子，怎么可能跑去当赘婿？况且艾萨克、茱莉亚还有埃德蒙这几位可都是出了名的护短，想搞政治联姻这一套，在他们那里根本行不通。维尔纳劝他赶紧换个法子，结果特里斯坦却笑了，说自己还有一个绝招。维尔纳正纳闷呢，就听见特里斯坦慢悠悠的来了一，既然我不能去求亲，那让艾米丽主动向我求婚，不就结了？特里斯坦想得挺美，只要能让艾米丽先看上他，主动跟他求婚，这问题
不就迎刃而解了？维尔纳听完直接无语了，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维尔纳忍不住灵魂发问：殿下，您知道怎么讨女孩子欢心吗？这话一出，特里斯坦直接被问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闹了半天，这位皇太子殿下在感情上根本就是一张白纸。深夜的废墟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克劳德冷冷的开口：佩内洛普，你这次自作主张把我们的计划全毁了，你打算怎么负责？克劳德接着质问：我提的要求很难吗？佩内洛普直接跪在地上认错，看来这次的事情确实闹大了。旁边的赫尔曼看不下去了，赶紧站出来替他求情，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克劳德冷冷的打断。克劳德根本不容许别人插嘴，直接动手惩罚。这下赫尔曼直接倒在地上，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解决完多嘴的人，克劳德继续对佩内洛普施压，说自己对他太失望了，连这么简单的任务都办不好。克劳德冷冷的威胁：既然你这么没用，不如直接回你该去的地方。佩内洛普吓得直接跪地求饶，拼命哀求再给他一次机会，保证绝对不会再犯错。克劳德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警告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接着克劳德转过身去，说他们没时间再耽搁了，虽然计划出了点偏差，但必须立刻开始下一步行。克劳德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去解放被困在岛上的同胞，而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尼克斯之塔。帝国最深情的大公竟然对初次见面的少女行吻手礼，甚至用看亡妻的眼神盯着他，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今晚的茶会注定是一场鸿门宴。娜塔莉因为之前发生的事，一直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大家，这不刚见到艾米丽就急着道歉。娜塔莉只说自己没脸见人，艾米丽却根本没放在心上，只是一遍遍温柔地安慰她。这次的教训实在太深刻，娜塔莉甚至当场表态，以后再也不随便交新朋友了。旁边的哈泽尔也跟着提醒，以后遇到不认识的人必须多留个心眼。娜塔莉这才乖乖答应下来。娜塔莉表示自己最近要闭关，还拉着艾米丽的手，非要对方以后多陪陪自己。没想到艾米丽却面露难色，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原来艾米丽接下来要出一趟远门。哈泽尔听了有些好奇，顺口问他到底要去哪里。艾米丽也没打算隐瞒，直接说出了那个危险的目的地——尼克斯之塔。时间回到那天早上，艾米丽听到这个地方也是吃了一惊，毕竟教会那边一直坚称结界安全的很，但圣子却觉得必须去核实一下。艾米丽听完立刻明白过来，问他是不是要秘密出行。特里斯坦虽然点头答应，却一直盯着艾米丽看，这下把艾米丽都给看懵了。艾米丽实在忍不住了，直接开口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特里斯坦却一口否认。这下艾米丽开始琢磨了，凭着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她觉得特里斯坦肯定是在暗示什么，于是赶紧递上手里的报告，说自己已经把错误数据改好了。结果特里斯坦根本不买账，这反应直接让艾米丽怀疑人生，难道自己这次猜错了？既然工作上的事不对，艾米丽立刻换了招数，赶紧给他倒了杯热茶。艾米丽笑着说：“茶凉了，我重新泡了一杯。”特里斯坦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谢谢。”看来这招还是没能让他消气。艾米丽这下真没辙了，这家伙今天怎么这么难搞？难道是因为之前的事情？艾米丽赶紧解释：“关于黑魔法师的事，没提前向您汇报，真的很抱歉，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结果特里斯坦听完更头疼了，连旁边的维尔纳都忍不住想笑。艾米丽这回是彻底郁闷了，自己怎么就猜不透他的心思呢？到底特里斯坦想要的是什么？特里斯坦突然开口问：“你对结婚这是怎么看？”这问题一出来，难道是要正式挑选结婚对象了？艾米丽赶紧问他：“需要我把收到的求婚信整理一下，挑几个合适的人选出来吗？”结果特里斯坦自己先纠结起来了，他其实不是想问自己的婚事，而是想打听艾米丽的想法，但转念一想，这好像也跟自己脱不了关系。接着特里斯坦又问了一句：“那你平时都喜欢吃什么？”这下艾米丽彻底看明白了，这问东问西的，分明就是对人家有意思啊！艾米丽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难不成特里斯坦喜欢的人是茱莉亚？仔细想想，之前那么多人来打听茱莉亚的消息，这次的情况还真对得上。毕竟特里斯坦经常去沃克家，茱莉亚又那么有魅力，要不是因为茱莉亚是丧尸，这两个人站在一起还挺般配的。想到这，艾米丽直接对特里斯坦说：“我们都不挑食，但这种事您还是直接问他比较好。如果是我多嘴了，那真是不好意思。”这番话一出口，直接把特里斯坦给整不会了。他一脸疑惑地看着艾米丽，完全没搞懂他到底在脑补什么。维尔纳在一旁忍不住调侃：“殿下，看来您是彻底没戏了。”特里斯坦这下是真无奈了。艾米丽也觉得这天聊不下去了。画面一转，尼克斯之塔的结界突然产生了异动，一群身穿蓝色斗篷的神秘人就这么凭空出现了。艾米丽第一次体验传送，直接来到了大公国，这地方对她来说确实新鲜的很。不过这次可不是来观光的。特里斯坦带着艾米丽刚落的就碰上了格莱恩大公。特里斯坦主动打招呼说：“好久不见了，格莱恩大公。”原来特里斯坦这次行动为了不打草惊蛇，特意要求低调行事。大公也挺给面子，亲自跑来接应他们。大公看着艾米丽，有些意外的对特里斯坦说：“没想到你还带了同伴。”艾米丽没有隐瞒身份，大方的自我介绍：“我是沃克家族的艾米丽。”听到这个名字，大公的态度立马变了，他盯着艾米丽说：“原来你就是沃克小姐。”这反应实在太奇怪了，艾米丽心里直犯嘀咕，他怎么会是这个态度？难道他早就知道自己？大公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的私人别墅，说这里虽然比不上主城，但胜在隐蔽，不容易被别人盯上，让他们今晚先在这安心住下。
安顿好之后，大公突然单独看向艾米丽，主动发出邀请，今晚晚饭过后能不能赏光一起喝杯茶？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艾米丽直接懵了，但碍于对方的身份，她也只能点头答应。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大公直接拉起艾米丽的手，行了个稳手礼。特里斯坦悄悄问艾米丽是不是以前就认识大公，艾米丽也是一头雾水，说这绝对是第一次见面。旁边的维尔纳一听立马凑过来打趣说，那大公绝对是对你一见钟情了，不然刚才怎么会是那个态度？艾米丽赶紧摇头说，他们俩的年龄差的也太大了。维尔纳却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差个20岁在贵族里也挺正常。不过大公身上还有个更大的八卦，那就是他其实有过一位亡妻，而且他深情得很。这么多年大公妃的位置一直空着，这在帝国早就传开了。维尔纳还在旁边嘻嘻哈哈的开玩笑，说感情的事谁也说不准。但艾米丽心里却直犯嘀咕，她怎么也想不通大公刚才的反应为什么会那么反常，尤其是那个眼神，简直就像是见到了失散多年的挚爱一样。帝国大公亲自带队护送，只为报答当年女公爵的救命之恩，不料半路杀出个最强骑士长，这地方确实漂亮的不像话。男人主动开口道谢，说没想到他会答应的这么痛快。艾米丽道也客气，说既然人家这么热情，自己怎么也得抽空过来，还主动让对方说话随便一点。结果对方顺杆爬直接叫了他的名字，这一下可把艾米丽给整不会了。男人赶紧解释，要是吓到他了就道个歉。其实自己一听到沃克这个姓氏，首先想到的就是前任沃克公爵。这话一出，艾米丽立刻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男人接着说，当年两国交战的时候，他们曾并肩作战，多亏了那位女公爵，才拿下了那场压倒性的胜利。大公提到前任沃克公爵贝格尼亚是个真正的武器大师，只要武器到了他手里，就代表着胜利。那时候大公刚成年，被迫上了战场，还是个没经验的新兵蛋子，而贝格尼亚早就是名震战场的大将军了，在战场上救了他无数次。听到这，艾米丽心里却泛起了嘀咕，大公嘴里的母亲这么完美，但在他自己的记忆里，母亲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岔子？在艾米丽的记忆里，母亲贝格尼亚可不是什么正经英雄，她不仅和艾萨克一起把家里拆了，还一脸无所谓的抱怨房子质量太差。甚至在艾米丽坦白自己是黑魔法师的时候，贝格尼亚不仅没生气，反而兴奋的不行，直呼这简直太酷了。不过当妈的也有底线，贝格尼亚警告她，在外面必须把能力藏好，要是敢乱用，被抓到直接打断她的腿。这哪里是完美的女英雄，分明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硬核老妈。大公却还在一边感叹，算算时间，贝格尼亚怀着艾米丽的时候，居然还在战场上大杀四方，这身体素质也太逆天了吧。大公回忆说，当年贝格尼亚一直念叨着自己终于要有个女儿了，所以今天一看到艾米丽，他就立刻认了出来。虽然粉色头发确实少见，但大公却说，就算没有这头发，他也一眼就能认出艾米丽，因为母女俩长得实在太像了。可伊米莉自己却犯了嘀咕，不管是长相还是性格，自己跟母亲根本没有半点相似的地方。大公这到底是在看谁呢？大公叹了口气，本以为贝戈尼亚退役后能安享晚年，谁能想到会是这个结局。提起这件伤心事，大公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艾米丽赶紧客气了一下，说自己其实挺高兴的，毕竟在帝国里大家都对母亲的事避而不谈，没想到能在这碰上母亲的故交。结果大公一听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他连忙解释自己哪算得上是朋友，顶多算个单方面崇拜他的战友罢了。紧接着大公话锋一转，说既然是偶像的女儿，自己实在放心不下，所以决定要亲自陪艾米丽去高塔。这决定一出，艾米丽直接懵了。大公还补充道，自己会带上最精锐的骑士团，绝对能保证一路上万无一失。艾米丽赶紧打圆场，劝大公先去和皇太子商量商量，毕竟这本来是秘密出行，这么一搞直接变成大游行了。结果特里斯坦根本不买账，一口就给回绝了。这么多人目标太大，迟早会把别人招来。大公却一脸严肃地解释，这一带经常有魔兽出没，要是真遇上危险，没点人手根本应付不过来。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让他们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也带了帝国的精锐骑士。听到对方提起艾萨克的名字，艾米丽整个人都愣住了。特里斯坦还特意强调，这位可是最年轻的骑士团长候选人。艾米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哥哥居然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大公看着眼前的人，试探着问了一句，艾萨克直接站了出来，大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大公一看到艾萨克态度立马变了，还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操作直接把艾萨克整不会了。艾米丽赶紧在旁边解释，说这位大公其实是他们母亲的旧识。艾萨克一听更懵了，怎么连母亲的事都扯进来了？大公看着艾萨克，眼里全是感慨。他提到当年母亲每次打完胜仗，都会对着次子送的项链祈祷。没想到当年那个送礼物的小男孩，如今已经成了独当一面的优秀骑士。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大公也终于松了口。既然有艾萨克带队护送，他也就不用再瞎操心了。这下大家总算能松一口气了。虽然大公同意不派大部队，但还是留了个后手。他递给特里斯坦一个应急召唤球，叮嘱遇到危险就捏碎它。特里斯坦也没客气，直接收下了这份好意。简单告别之后，队伍便正式出发，进入了这片危机四伏的森林。走在路上，艾米丽终于忍不住了，凑到艾萨克身边，小声问他怎么之前没听说他要一起去。艾萨克也是一脸无奈，说自己其实也是到了单位才临时接到的通知。艾萨克解释说自己是临时被抽调来执行特殊任务的。艾米丽一听更纳闷了，既然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一路上都瞒着自己？
结果艾萨克这家伙居然嬉皮笑脸的表示自己只是想给妹妹一个惊喜。艾米丽无奈的表示，以后可别这么玩了，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而且要不是因为有哥哥在，她根本就不想接这个任务。正说着呢，特里斯坦突然凑了过来，关心的问伊米莉马车坐得舒不舒服。艾米丽也是客气的回应，多亏了特里斯坦的贴心安排，这一路上才没遭罪。特里斯坦提议今晚就在这安营扎寨，艾米丽自然没有意见，毕竟这一路确实折腾得够呛。可就在大家准备休整的时候，旁边突然传来一阵呵斥声，原来是有骑士在教训不听指挥的同伴。就在大家注意力都在男人身上时，艾米丽却察觉到了不对劲，这附近怎么有一股奇怪的能量？这股气息又腥又潮，还夹杂着焦味，这分明就是死亡的气息。男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身后就传来了严厉的质问声，责备他怎么不听指挥乱跑。艾萨克回头一看，拉住自己的居然是艾米丽，可还没等他开口警告，男人就先一步踩了地底下，唰的一下钻出个庞然大物，直接把人给拖了下去。这速度快的根本来不及救人。特里斯坦一眼就认了出来，这荒郊野外的居然藏着魔兽，同伴惨遭魔兽寄生，艾萨克的手臂面临腐烂危机，生死关头，他竟然觉醒了禁忌的黑魔法。特里斯坦压低声音警告，这是极其危险的魔兽，所有人立刻戒备起来。男人还没搞清楚状况，那张血盆大口就已经逼到了他的眼前，他甚至连逃跑都来不及了。林子里只剩下痛苦的惨叫，艾米丽整个人都吓懵了。可谁能想到，胡里尔居然摇摇晃晃的又从黑林子里走了出来。特里斯坦一眼看出不对劲，大声警告所有人，这只魔兽会寄生在人身上。话音刚落，胡里尔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这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表情。怪物直接扑向了艾米丽，关键时刻，艾萨克一剑狠狠劈了过去，他冷哼一声，休想碰我妹妹。这一剑威力极大，直接将怪物逼退了回去。艾萨克看着手里的长剑，这家伙的身体还挺硬。旁边的特里斯坦看出了门道，他低声对艾米丽说：“你哥哥的剑术相当厉害。”艾米丽还有些发懵：“是吗？”特里斯坦接着感叹：“大家都传他只靠蛮力，现在看这套剑法其实细腻得很，看来所有人都低估他了。”艾米丽心里非常清楚，哥哥的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所以才把路数改成了技巧性。这一剑确实刺中了胡里尔，但根本没有用。这怪物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张开大嘴再次咬了过来。艾萨克险之又险地避开，但衣服还是被瞬间撕烂。这怪物的速度比刚才还要快上几分。特里斯坦刚才出手逼退怪物，却不小心波及到了艾萨克，他赶紧过去确认伤势。艾萨克倒是一脸轻松，连声向特里斯坦道谢。虽然特里斯坦劝他找医生瞧瞧，但艾萨克却极力推脱，直说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可旁边的艾米丽却根本乐观不起来，她心里非常清楚，这具身体一旦受损，可就彻底无法挽回了。想要让身体恢复过来，就必须找到合适的材料。看来死去的胡里尔这次是彻底派上用场了。深夜里四下无人，艾米丽在马车里听到动静，外面的人小声叮嘱让她悄悄开门。进来的人正是艾萨克。艾米丽急忙询问：“你伤得重不重？”艾萨克挽起衣袖，伤口比想象的还要严重。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反而越来越糟糕。艾米丽心疼坏了，艾萨克却自嘲地解释：“这种疼痛的感觉，就像自己还活着一样。”这就是被神圣力量伤到的后果。要是再不想办法解决，这只胳膊过不了1-2天就会彻底腐烂掉。艾萨克有些犯难，这里离帝国的停尸房太远，难道要联系人送几具尸体过来？艾米丽直接否定了这个想法，真要等他们送过来，黄花菜都凉了。艾米丽看着艾萨克，直接挑明了态度，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以前他们用的都是无名尸体，可这次要下手的对象却是朝夕相处的同事胡里尔，难怪艾萨克会犹豫不决。艾米丽拉住他的手劝道：“哥哥，我们只要顾好自己就行了，别人的死活根本不重要。”听了这番话，艾萨克终于下定了决心，点头同意了。可问题是外面还有人负责守夜，要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动手？艾米丽却表示自己在这里就能搞定，她直接在马车里施展魔法，为了不惊动其他人，她把魔力悄悄渗透进地下，一路朝着林子深处摸索过去。这股力量在地下穿行，很快就找到了目标，魔力顺利缠上了这具新鲜的尸体。胡里尔身上的魔力被源源不断的抽取出来，直接送进了艾萨克的伤口里。这招还真管用，原本快要腐烂的胳膊，居然奇迹般的彻底恢复了。艾萨克活动了一下手臂，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画面。艾米丽也松了一口气，说自己其实也是第一次尝试，心里根本没有底。虽然人事就回来了，但艾米丽心里却直犯嘀咕，自己不仅能清楚地感知死亡，甚至连没学过的黑魔法都能使用得这么顺手。难道是体内的黑魔法师本能正在慢慢觉醒？要是这股力量完全觉醒，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呼唤，原来是艾萨克在叫他。艾萨克轻声安慰道：“没事的。”艾米丽有些不好意思：“哥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不过他心里也清楚，艾萨克其实什么都看出来了。艾萨克笑着向他道谢，只要有家人在就没什么好担心的。艾米丽轻轻应了一声，这漫长的一夜总算是熬过去了。荒郊野岭的营地里，刚死去的尸体竟然凭空蒸发，现场只剩下一滩诡异的血迹，而这一切似乎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天刚蒙蒙亮，艾米丽便睁开了眼睛。特里斯坦递过去一碗热汤，询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虽然不知道合不合胃口，艾米丽轻轻尝了一口，笑着说味道很好。特里斯坦松了一口气，露出了温和的笑容。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手下就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大喊着营地出大事了。特里斯坦眉头紧锁，沉声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手下咽了口唾沫，慌乱的报告说尸体凭空消失了。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艾米丽脸上却没有任何意外，现场只留下一滩暗红的血迹，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剩下。特里斯坦当即决定亲自去现场查看，艾米丽也立刻跟了上去，声称自己有重要的事情需要确认。特里斯坦没有多问，直接带着他赶往事发地点。赶到现场之后，地上只剩下一大片刺眼的血迹。手下指着那片血迹解释，这里就是之前存放尸体的地方。特里斯坦冷声质问，昨晚守夜的人难道什么都没发现吗？手下无奈地摇了摇头，大家都说没看到任何人靠近，甚至连一点异样的动静都没听到。克里斯坦仔细观察着地面，这地方确实非常古怪，不仅没有任何脚印，连尸体被拖走的痕迹都找不到。手下在一旁低声补充，如果是林子里的野兽干的，多少会留下一些拖拽的痕迹。克里斯坦的脸色越发阴沉，这么看来，对方简直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接着他突然转过头，盯着艾米丽问他怎么看这件事。艾米丽无奈地摇了摇头，声称自己什么线索都没看出来。其实她心里很清楚自己在撒谎，反正这里又没有现代检测仪器，只要能盲魂过去就行。接着她主动提议，这大概是附近出没的魔兽干的，毕竟这片林子里魔兽众多，尸体被叼走也完全说得通。她还故意装出一副庆幸的样子，说多亏那只魔兽吃饱了，没有顺势袭击我们的营地，大家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听到这番话，旁边的手下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觉得死去的同伴到最后都在保护大家。艾米丽暗自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下终于把事情糊弄过去了。然而特里斯坦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语气冷淡地反问了一句：“真的是这样吗？”虽然他随后也承认有这个可能，但他那深邃的眼神显然并没有真正相信艾米丽的话。特里斯坦那怀疑的表情让艾米丽心里直犯嘀咕：难道自己刚才的谎话露出了破绽？还没等他彻底想明白，车队就已经重新启程出发了。没过多久，前方探路的手下就传来好消息，说是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村庄。艾米丽走下马车，一眼就看到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竟然刻着一行字：要珍爱每一个微小的生命。在这危机四伏的荒郊野岭，立一块这样的石碑确实显得有些诡异。不过赶路的众人并没有多想，维尔纳很快打听到附近有一家旅店，正好可以作为今晚的落脚点。维尔纳提议今晚就在这家旅店住下，特里斯坦点头同意了大家的决定。手下还特意为艾米丽安排了房间，嘱咐她晚上好好休息。转眼到了深夜，艾米丽却怎么也睡不着，独自一人在旅店外徘徊。他心里始终觉得不踏实。白天特里斯坦那个充满怀疑的眼神，像根刺一样狠狠扎在他的心头。如果对方真的看穿了自己的谎言，为什么当时没有直接拆穿他？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特里斯坦的声音，温和地问他是不是睡不着。艾米丽吓了一跳，赶紧找借口说自己只是不习惯这里的床。克里斯坦顺势发出邀请，说自己也毫无睡意，问他要不要一起在附近走走。艾米丽虽然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这其实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正好可以借机试探一下这位殿下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两人并肩走在寂静的夜色中，特里斯坦突然打破了沉默，低声询问他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艾米丽一时间有些措手不及，这绝对不是什么温情告白，对方肯定是在借机试探他，看他白天到底隐瞒了什么秘密，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是继续装傻充愣，还是直接把话挑明？艾米丽有些为难地回答：殿下突然这么问，自己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如果顺着他的话往下说，故意把气氛往暧昧的方向引导，是不是就能把这一关糊弄过去？艾米丽在心中暗自盘算，只要能把气氛变得暧昧起来，对方肯定会自乱阵脚，到时候主动权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了。然而特里斯坦却突然低声说了一句：果然是这样。这下轮到艾米丽彻底懵了，他到底在确认什么事情？原来之前维尔纳曾对特里斯坦提起过，如果平时只跟女孩子聊公事，彼此的感情迟早会变淡，所以他才特意尝试聊些别的话题。艾米丽赶紧顺着他的话打趣：看来殿下平时心事挺多的，这就是您今晚失眠的原因吗？没想到特里斯坦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解释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其实是因为他对大公国根本没有任何好，甚至外界一直有传言说他的身上流淌着大公国的血脉。当年那位前皇后在社交界根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所以各种难听的流言蜚语才会传得满天飞。听到这里，艾米丽顺手摘下了路边的一朵野花，她轻声劝慰道：殿下请先等一下，关于那位皇后的事情，我以前倒是听过另一个版本，据说当时前皇后故意百般刁难，不允许她佩戴任何贵重的珠宝首饰，结果她直接用鲜花作为装饰，反而惊艳了场内的所有人，大家都纷纷感叹，再昂贵的珠宝也比不上路边盛开的鲜花。艾米丽微笑着继续说道：虽然我从未与他谋面，但能想出这种绝妙办法的人一定非常聪明且有智慧。这番话一说出口，特里斯坦顿时沉默了下去。艾米丽将手中的野花递了过去，温柔地补充道：他看起来是一个无比坚强的人，绝对不会被那些无聊的谣言所动摇，您不觉得吗？特里斯坦缓缓接过那朵花，低声回应说：他确实非常坚强。他看着手中的花，向艾米丽道谢：多亏了你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一些快要遗忘的往事，真的很感谢你。艾米丽微微一笑，既然心结已经解开，时间也不早了，我们是时候该回去了。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特里斯坦的神色突然变得无比警惕，甚至连手里的花掉落在地都顾不上了。他压低声音急促地警告：小心有魔兽埋伏，这种怪物平时会伪装成美丽的花朵，只要有人靠近就会被他一口吞掉。刚才乱摘花的行为显然已经彻底激怒了他。
话音刚落，两人脚下的地面便瞬间塌陷了下来。更糟糕的是，他们刚才站立的地方，竟然就是这只怪物的血盆大口。危急时刻，特里斯坦一把死死抱住艾米丽，两人一同向着下方坠落。早知道就不该一失手欠去摘那朵野花。深夜地动山摇，守护神山瞬间塌陷，帝国皇子与艾米丽坠入深渊，他们竟然掉进了怪物的肚子里。而艾米丽手中的圣剑，此时竟然开口说话了。大半夜的，整个村子突然剧烈晃动起来。艾萨克急忙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村里的老人走了过来，无奈的叹了口气，看来那些外来人根本没听警告。艾萨克赶紧追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老人叹息着解释，他们已经唤醒了这片土地的神，想要让神虫心睡去，就必须献上祭品。这次那些乱来的人自己成了祭品。艾萨克急忙追问，您说的成为祭品到底是什么意思？老人指着远方说，就像那样，整片土地直接裂开了一道大口子，要把所有东西都吞下去。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伴随着一声巨响，整片山林瞬间塌了下去。艾萨克看着塌陷的方向问，那座山到底是什么？老人叹了口气说，那根本不是山，而是守护这片土地的神。听到这个回答，两人直接愣在原地。同伴急忙喊道，艾萨克，你这急匆匆的是要去哪？这帮人居然把怪物当成神来拜，必须立刻通知殿下，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可是艾米丽现在人在哪里？艾萨克急忙拉住旁边的维尔纳，你看到殿下和艾米丽了吗？维尔纳一把拉住艾萨克，神色变得无比凝重，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原来昨晚守夜的骑士看到特里斯坦和艾米丽两个人大半夜的跑出去散步了，而他们走的方向正是那座出事的大山。那个地方连村民都不敢靠近，据说只要踩坏一朵花就会招来神的惩罚。结合刚才地动山摇的动静，维尔纳做出了最坏的推测，那些唤醒怪物并被吞噬的祭品，恐怕就是特里斯坦和艾米丽。听到这个消息，艾萨克彻底慌了。而此时的艾米丽正从一片黑暗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说你醒了。艾米丽转头一看，居然是特里斯坦，这家伙光着膀子，身上还带着伤。艾米丽赶紧把衣服递过去，特里斯坦这才反应过来，解释说平时和骑士们待惯了，确实没注意到男女有别。等特里斯坦把衣服披上，艾米丽赶紧问正事，我们明明掉进了地下深处，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特里斯坦的回答直接让艾米丽傻眼了，他说这里恐怕是怪物的肚子里，而且周围的墙壁每隔一段时间还会蠕动。艾米丽一听急了，既然在怪物肚子里，用剑把这里劈开不就能出去了？结果特里斯坦却摇了摇头，说自己受了伤，根本没办法用剑。特里斯坦解释说，这把圣剑如果不认主，根本就使不上劲。艾米丽关心地问他的伤势，特里斯坦却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说是摔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弄伤的。这明显是谎话，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艾米丽自己毫发无损，特里斯坦却断了胳膊，这伤显然是为了护着他才受的。特里斯坦提议四处找出口，艾米丽指了指上面，但这个高度他们要怎么上去？艾米丽看着头顶的高度，心里直犯嘀咕，这要怎么上去啊？特里斯坦却没多解释，打算拖着受伤的胳膊去附近探路。艾米丽想拦都没拦住，只能看着他一个人走远。看着特里斯坦的背影，艾米丽心里直打鼓，他这伤真的没问题吗？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大声喊着喂！艾米丽吓了一跳，赶紧四处张望，可周围明明什么人都没有。那声音又响了，嫌弃他连眼前的东西都看不见。艾米丽低头一看，整个人都傻了，说话的居然是他手里的圣剑。圣剑抱怨艾米丽为什么不理他，艾米丽也很无奈，在脑子里回了一句，自己又不能直接开口说话。圣剑解释说，只要两人有身体接触，就能直接在脑子里交流。这可把艾米丽吓了一跳，这不就等于被窥探了隐私吗？艾米丽有些好奇，特里斯坦之前是不是也能听到他说话？结果圣剑一脸傲娇的表示，自己才看不上连剑都拿不稳的人，气得艾米丽当场就想把他扔了。圣剑赶紧认怂，接着透露了一个大秘密，艾米丽能听到他的声音，说明他就是开国皇帝塞缪尔的后代，而这把圣剑降临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消灭黑魔法师。圣剑还在那喋喋不休，抱怨当年的塞缪尔太随便，居然把剑直接传给了王室，搞得现在只有后代能听到他说话。艾米丽听了直叹气，这祖先真是会找麻烦。接着圣剑又开始吐槽前主人，说那家伙简直是个木头，黑魔法师都对到脸上了，居然还一点都没发现。听到这，艾米丽忍不住笑了，她直接给圣剑泼了盆冷水，说自己就是那个黑魔法师。这下圣剑彻底没声了。不过这事确实说不通，一个专门消灭黑魔法师的家族，怎么会生出他这样的后代？艾米丽追问圣剑，既然家族被神力祝福，为什么偏偏自己是个黑魔法师？圣剑解释说，这得从很久以前的无名岛说起，那才是所有悲剧的源头。还没等他把当年的秘密说完，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这一下气氛直接被打破了。艾米丽转头一看，特里斯坦竟然倒在地上，她急忙冲了过去。艾米丽直接扔下圣剑，一把扶起倒地的特里斯坦，这下可把他吓坏了。特里斯坦整个人烫得厉害，任凭怎么叫都没有反应。艾米丽焦急的大喊，殿下快醒醒，明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命悬一线的帝国皇子体内竟藏着致命的先天诅咒，唯一的解救之法居然是黑魔法师的深情一吻，他能否在秘密暴露前救下皇太子？艾米丽急得不行，在旁边不停呼喊特里斯坦，可对方根本没有反应，明明看着没受重伤，怎么会突然昏迷不醒？这绝不是普通的摔伤，背后肯定另有隐情。就在这时，旁边的圣剑突然动了，艾米丽开口质问他为什么要一直叫自己。圣剑无奈的解释，刚才情况紧急，他也没办法，顺便还吐槽艾米丽没礼貌。
艾米丽懒得跟他废话，直接追问特里斯坦昏迷的原因。圣剑却说这和他刚才的话有关。艾米丽瞬间反应过来，难道这和黑魔法有关系？结果却遭到圣剑的无情嘲讽，说他身为黑魔法师居然看不出来。顺着圣剑指引的方向看去，特里斯坦的心脏周围竟然缠绕着诡异的黑色能量。圣剑神色凝重的解释，特里斯坦中了娘胎里带的诅咒，这股力量会慢慢蚕食生命，直到他彻底死亡。艾米丽整个人都傻了，没想到这病居然是天生的。圣剑接着透露，以前特里斯坦一直靠药物压制，但离开皇宫后药就断了，身体能撑到现在已经是极限。艾米丽急忙追问，现在去配药还来得及吗？圣剑却直接泼了盆冷水，说药材全是东大陆特产，现在根本不可能弄到东大陆的药材。艾米丽脑海中灵光一闪，难道解药的原料就是那个赫斯曼茶？圣剑叹了口气表示，如今商路被彻底封锁，根本买不到解药。艾米丽焦急地追问，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圣剑沉默了许久，终于说，确实还有一个办法。画面一转，深夜的宅邸里正传出激烈的争吵声，有人在大声质问，为什么不能公开调查？维尔纳赶紧出言劝阻，说他们这次是秘密行动，要是暴露了行踪后果，谁也承担不起。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反驳说再拖下去才会出大事。艾萨克直接主动请命，说要亲自去消灭那个怪物，但维尔纳一口回绝，根本不放他离开。维尔纳耐心的解释，根据之前的调查结果，那个被称为土地之神的怪物，抓到猎物后会关上好几个月，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艾萨克根本听不进去，他愤怒的大声反驳，万一怪物明天就把艾米丽吃了呢？他绝对不能坐视不管。这下维尔纳也彻底哑口无言。特里斯坦的药早就断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维尔内的态度非常坚决，说不能把战力浪费在未知的事情上。艾萨克还想继续争取，却被对方冷酷的打断，警告他绝对不准擅自行动。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艾萨克只能咬牙答应下来。但事情真的会这样结束吗？夜深人静的时候，艾萨克独自站在门外，看他那副坚定的神情，显然没打算就此放弃。艾萨克还是私自行动了，他发誓绝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毕竟伊米莉现在生死未卜，他必须把人安全救回来。但另一边的营救同样困难重重。圣剑突然出声提醒艾米莉，千万不要乱来。原来特里斯坦身上的诅咒是先天的，如果强行用神圣力量驱除，反而会直接要了他的命。这股力量是黑魔法与生命力在体内不断冲突的结果。既然不能强行驱除，就必须找个能引导这股魔力的人，而这个合适的人选，居然就是艾米莉自己。虽然很想救活特里斯坦，但艾米莉心里非常纠结，毕竟特里斯坦根本不知道他其实是个黑魔法师。要是秘密彻底暴露，特里斯坦还会像以前那样对待他吗？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艾米莉最终还是迈出了这一步。艾米莉终于决定出手，她试着用自己的魔力去压制特里斯坦体内的诅咒，但事情远比想象的要困难。这股诅咒藏得实在太深，光靠现在的力量根本触碰不到。就在这时，她想起来夫的话，黑魔法最有效的引导方式其实是通过嘴巴。艾米丽一听，整个人都傻了。莱夫赶紧出言解释，说那只是针对少量魔力，要是想引导大量的力量，其实接触皮肤面积越大越好。这下可把艾米丽彻底整不会了。艾米丽这下彻底无语了，合着绕了这么一大圈，自己必须得亲上去才行，连旁边的圣剑都在跟着起哄，这下真是赶鸭子上架了。但救人要紧，艾米丽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她直接俯下身子吻了上去。随着这个吻的落下，强大的魔力开始在两人间流动，特里斯坦体内的诅咒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特里斯坦的脸色终于缓和了过来，看来这招确实管用。但经过这一番折腾，艾米丽体内的魔力也几乎耗尽，整个人疲惫不堪。可现在这种危险的地方，根本不是能安心休息的时候。就在这时，周围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这下麻烦大了，难道是刚才的怪物又活过来了？黑魔法师强行唤醒圣剑，恐怖的反噬瞬间将他重创。生死关头，神秘恶魔突然现身，他究竟付出了怎样的灵魂代价？手里的圣剑突然开口解释，是怪物察觉到了黑魔法的力量，这才被惊醒了。艾米丽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这种要命的大事，你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周围的震动越来越剧烈，圣剑急切地催促他赶紧离开，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看着怀里不省人事的特里斯坦，艾米丽心中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如果强行使用圣剑的力量，是不是能直接解决掉这个怪物？圣剑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如果你只是先祖的普通后代，确实可以使用我，但你身上流淌着黑魔法的力量，黑魔法师根本无法使用圣剑。艾米丽根本不信这个邪，坚称自己也是先祖的后代。她咬紧牙关，强行挥动长剑，狂暴的胜利瞬间发生反弹。圣剑在旁边急得大喊快住手，可惜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恐怖的冲击波将艾米丽震飞，她重重摔在地上，口吐鲜血。圣剑只能无奈的叹息。艾米丽虚弱的倒在地上抱怨，刚才你要是乖乖配合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圣剑也觉得十分委屈，他天生就排斥黑魔法的力量，这根本不是他能控制的。此时艾米丽只觉得大脑嗡嗡作响，身体虚弱的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更糟糕的是，刚才拼尽全力的一击，竟然连怪物的皮毛都没伤到。怪物甚至开始分泌腐蚀性的消化液，看着步步逼近的致命危险，艾米丽心中升起一阵绝望。难道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可奇怪的是，在死亡面前，她的内心反而平静了下来，甚至感受到了某种温暖的熟悉感。难道这也是黑魔法带来的副作用吗？虽然自己已经无惧死亡，但如果真的在这里倒下，茱莉亚一定会哭得撕心裂肺，艾萨克也绝对会自责一辈子。
还有那么多关心她的人在等着她。就在意识即将消散的边缘，艾米丽的嘴唇微微颤动，下意识念出了一个名字。话音刚落，黑暗的深处突然传来一声轻笑，嘲讽她呼唤的实在太慢了。我的契约者。艾米丽的意识瞬间清醒。艾米丽看着眼前出现的黑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试探着询问对方的身份。黑猫傲娇的冷哼了一声，反问他难道还能是假的不成？艾米丽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一把将黑猫紧紧抱在怀里，追问他这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黑猫嫌弃的挣脱开来，抱怨自己被该死的法则害惨了，竟然被困在这么弱小的身体里。艾米丽敏锐的察觉到了异样，追问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动用了力量。黑猫顿时有些炸毛，没好气的大喊：“还不是为了救你！要不是我强行挡下圣人的攻击，你早就被胜利烧成灰烬了。”艾米丽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初在生死一瞬的关头，是这只黑猫暗中救了自己。黑猫理所当然地解释道：“当时那个圣人的力量太过强大，如果他不出手干预，艾米丽早就已经没命了。也正因为强行干预了因果法则，他才遭到了世界意志的反噬，被困了很久才勉强脱身。不过比起这些，他最心疼的还是自己珍藏的美酒，竟然被别的恶魔趁机偷走了。”艾米丽赶紧温柔地抚摸他顺毛，答应以后一定会补偿他更好的美酒，这才勉强安抚好这只傲娇的黑猫。还没等他们松一口气，黑猫盯着艾米丽的身体，脸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黑猫无奈地开始数落他，自己才离开这么一小会儿，艾米丽就惹出了这么多麻烦，真是一刻都不能让人省心。艾米丽只能露出一丝苦笑，询问他能不能带自己离开这个险境。黑猫脸上写满了自信，表示带他离开简直轻而易举，不过想要他出手相助，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艾米丽有些疑惑地追问代价是什么。黑猫解释说之前没有正式契约，现在要直接干涉现实，必须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艾米丽急切地询问他到底想要什么，黑猫却故意卖起了关子，只说现在还不能透露，但绝对不会让他太为难。艾米丽觉得这笔交易很不公平，但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就算对方要拿走她的灵魂，她也只能咬着牙答应下来。然而黑猫只是淡淡的回了3个字：相信我。听到这话，艾米丽彻底无语，让一个恶魔去相信他，这怎么可能让人放心？但现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也只能选择妥协。既然双方达成了共识，黑猫也不再废话，正式启动了古老的契约。他以法则之名庄严宣告，将拿走艾米丽身上的一样东西，作为交换力量的代价。艾米丽的心中直犯嘀咕，这家伙到底要拿走什么重要的东西？黑猫的声音在半空中回荡，严肃地询问他：艾米丽，沃克，你是否愿意接受这笔交易？艾米丽此刻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坚定地低头答应。话音刚落，周围的空间如同镜子般瞬间碎裂，契约一旦正式成立，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黑猫用冰冷的声音宣告：从现在开始，你的身体和灵魂，甚至你的每一次呼吸，全部都属于我了。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压迫感降临，沉重的让人根本无法呼吸，他甚至连头都无法抬起。周围虚空中满是诡异的视线，这恐怖的场景让他心惊胆战。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眼看就要彻底支撑不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温暖的手突然碰到了他，黑暗中传来男人的一声冷哼：区区一个杂碎怪物也敢觊觎我的东西？这个神秘出现的男人直接出手，随着他指尖在虚空中划过，古老的契约正式宣告完成。艾米丽虽然因此保住了性命，但她的心中却充满了疑惑，这个恶魔到底从她身上拿走了什么？还没等她想明白这个问题，男人已经温柔地将她抱了起来，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你可真是个让人操心的麻烦家伙，致命的诅咒竟然离奇转移，高塔的结界下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面对堆积如山的伪造日志，今晚就是人赃并获的最好时机，他们能否揭开当年的真相？好在他们最后安全逃了出来。维尔纳松了一口气，问特里斯坦当时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维尔纳说他赶到的时候，整个村子已经化成了灰烬，特里斯坦和艾米丽倒在废墟里。特里斯坦摇了摇头，表示具体的细节他也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可以完全确定，他身上的致命诅咒居然转移了。听到这里，维尔纳直接懵了，因为教会明确说过，这种诅咒只有黑魔法师能解。特里斯坦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看来是艾米丽的神圣加护终于在关键时刻起作用了。特里斯坦觉得这股能察觉黑魔法的力量，没准就是解开诅咒的钥匙。不过那座高塔的结界让他很在意，必须得亲自过去看个究竟。没过多久，几人就来到了迪斯特尔之塔。身为枢机主教的卡迪纳尔早就带人在门口恭候多时了。虽然他嘴上说着招待不周，但他的态度却显得有些反常。躲在后面的艾米丽一眼就看出来，这家伙明明知道塔里有古怪，却连装都懒得装一下，绝对是在隐瞒什么秘密。还没等大家走进去，卡迪纳尔突然把目光投向了艾米丽。这个女人到底是谁？艾米丽主动上前行了个礼，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艾米丽·沃克。卡迪纳尔一听显得有些意外，说原来是沃克家的小姐，那个曾经庇护过神域血脉的家族，他可是清楚得很。艾米丽赶紧客套了几句，谦虚的表示这都是托了神的福。卡迪纳尔皮笑肉不笑的应和着，说今天能同时见到2位贵客，真是让他感到3生有幸。接着他突然话锋一转，说这地方本来是防范黑魔法师的要塞，既然大家是为了正事而来，那就跟着他一起进去吧。说完他就转身在前面带路，带着2人朝高塔深处走去。看着周围一片荒凉的废墟，艾米丽忍不住小声嘀咕，这地方简直就像是死人的领地。卡迪纳尔在一旁冷笑着解释道，背叛神明的人都会在这里感到绝望，这里连一根杂草都活不下去。不过他们今天来的正是时候，
卡迪纳尔接着表示，每个整点他们都会检查这里的结界。说完，他就开始动手操作。随着清脆的铃声突然响起，巨大的金色光芒直接冲向天空。艾米丽看着眼前运转的结界，这股力量强得有些可怕，要是普通人碰上一下，估计瞬间就会丢了性命。卡迪纳尔在旁边一脸自豪地炫耀，说这结界已经守护了300年，全靠伟大神明的庇佑。艾米丽也只能尴尬地跟着附和。卡迪纳尔接着主动提议带他们去神职人员休息的光明神殿，克里斯坦却突然冷冷地叫住了他，质问这里是不是随时都有人值守。卡迪纳尔点头承认，说为了防止结界出现问题，必须有人时刻在这里盯着。克里斯坦可没那么容易被糊弄，直接提出要查看值班人员的日志。卡迪纳尔一听就想打马虎眼过去，劝特里斯坦别为这些琐事费神，可特里斯坦的态度非常强硬，今天非要亲眼看到不可。特里斯坦甚至直接冷声反问，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卡迪纳尔只能尴尬地陪笑解释，答应带他们去调取历史记录。结果等所有的资料被送过来，特里斯坦和艾米丽直接看傻了眼，看着眼前这堆积如山的纸张，艾米丽忍不住在心中吐槽，这简直就是在故意折磨人。克里斯坦看艾米丽状态不太好，主动提出自己一个人看这些文件，这让艾米丽感到有些意外。克里斯坦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他挑起来的，理应由他自己来负责解决。艾米丽虽然觉得这超出了职责，但还是忍不住开口吐槽，说特里斯坦是他见过的第一个主动把所有脏活累活揽在身上的人。不过特里斯坦可没打算逞英雄，他直接无奈地表示自己一个人根本就看不过来。艾米丽也跟着冷静地分析，要是只靠特里斯坦一个人翻阅，估计看上1个星期都看不完，而且帝国那边也根本离不开人。更重要的是，刚才卡迪纳尔的反应那么反常，这值班日志里绝对有猫腻。想到这里，伊米莉也终于下定了决心，这回必须帮他一起查个水落石出。克里斯坦看着干劲满满的艾米丽，忍不住轻声笑出了声，这丫头总是能给他带来意外的惊喜。艾米丽被笑得有些不好意思，只能把头埋进文件堆里拼命翻找。还真别说，这一找环真让他发现了不对劲。艾米丽突然惊讶地大喊，这张纸的质感明显不对。克里斯坦接过来仔细对比了一下，发现不仅纸张颜色有偏差，内容刚好就是出事那天晚上的记录，上面写着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样。可越是这样欲盖弥彰，就越说明那天晚上绝对有大问题。艾米丽怀疑原件早就被调包了，克里斯坦冷冷地推测，真正的记录恐怕早就被一把火烧光了。这下线索似乎又彻底断了，他们还能查出当年的真相吗？艾米丽有些发愁地叹了口气，没有证据，接下来该怎么办？克里斯坦却显得十分淡定，说事情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原来这帮家伙每隔3个月就会把真实的记录调包一次。艾米丽脑子转得极快，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要是按照这个时间推算，今天晚上不就是他们调包的日子吗？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克里斯坦嘴角微微上扬，看来今晚就是人赃并获的最好时机。随着夜幕悄然降临，神殿深处也开始有了动静。西安在暗中低声打听，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哈泽尔正在向西安汇报搜寻进度，说找遍了所有可能藏匿的地方，却连那件宝贝的影子都没见着。现在只剩下一个地方还没查了，那就是沃克庄园。听完手下的汇报，西安决定亲自出马，直接让手下开始安排行程。荒凉的海滩上，恐怖的黑魔法师突然现身，不仅要强行掠走落单的少女，甚至召唤出深渊巨兽。生死关头，神秘殿下拔剑怒斩。两人来到了这片海滩，但四周却透着一丝诡异。艾米丽停下脚步，这股气息不对劲。克里斯坦，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艾米丽回答，这绝对是黑魔法。艾米丽刚说完黑魔法的事，远处的钟声就响了起来。克里斯坦看了看天色，说时间刚刚好。可还没等两人多想，西边突然传来一阵巨响。克里斯坦立刻警觉起来，说有什么东西往西边去了。艾米丽一听急了，拉住他大声询问，殿下您该不会是要亲自过去吧？克里斯坦却很淡定说，不用担心，既然已经盯上了宝贝，那就要立刻动身。艾米丽还是有些担心，劝他多带点人手。克里斯坦却根本等不及，生怕去晚了人就溜了。临走前，他把自己的魔法长袍披在艾米丽身上，有这防身，至少能保证她的安全。不仅如此，他还把大公的宝珠交给了他，叮嘱他遇到危险千万别硬撑。交代完这一切，克里斯坦直接转身冲了出去。想起刚才那番话，艾米丽心里直犯嘀咕，明明是担心他的安全，结果反倒被嫌弃是累赘，这换谁不郁闷？没办法，他只能一个人在夜色中往前走。可还没走多远，身后就传来了动静。这一回头，直接把他吓了一跳，居然是那个克劳德。对方还一脸轻松地跟他打招呼，说咱们又见面了。艾米丽整个人都懵了，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时候从哪里冒出来的？克劳德却一脸委屈，抱怨说大家都是老熟人了，每次见面都躲着他，未免也太不礼貌了。随即他话锋一转，难道那个人就是传闻中的皇太子吗？看出艾米丽的戒备，克劳德笑着安慰他，要是自己真动了杀心，他根本活不到现在。艾米丽可不吃这一套，直接质问他，既然不是来寻仇的，那大半夜跟着自己到底想干嘛？克劳德耸了耸肩，说自己其实也没想好，就是单纯想见见他，毕竟这天底下能不受他能力影响的人，他还是第一个。克劳德突然凑了上来，说他总是碍手碍脚。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居然直接叫出了艾米丽的名字。
接着他直接提出让艾米丽跟他走，这下艾米丽彻底懵了。克劳德接着说，这笔交易对他绝对不亏，毕竟他早就把底细查清楚了。现在皇太子在暗中清洗势力，贵族圈又把他当成瘟疫，他不过是个空有头衔的空壳罢了。黑魔法师迟早会统治人类，只要现在跟他走，以后少不了他的好处。艾米丽咬着牙回怼，说白了就是想让他当玩具，什么人类不人类的，在他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克劳德道也大方承认了，笑着说被他看穿了。接着他语气一冷，问艾米丽是不是打算拒绝。艾米丽的态度很坚决，但克劳德根本不打算讲道理，既然软的不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他直接挑明了，艾米丽今天根本没有说不的权利，要么乖乖听话，要么被强行拖走。可还没等他把人带走，意外就发生了，一道寒光闪过，男人的手直接被废了。特里斯坦突然杀了出来，直接把艾米丽护在怀里，他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冷冷地吐出4个字：黑魔法师。克劳德看着自己受伤的手，发现这把剑上居然附带了神圣力量，这下他可有些头疼了，而且这把剑明显已经认主了。特里斯坦根本不给他废话的机会，警告他不许对艾米丽小姐无礼。可克劳德根本没在怕的，反而一脸挑衅地笑了起来，说自己好害怕呀，一见面就动刀动枪的，真是一点礼貌都没有。特里斯坦冷冷地问：“你到底有什么企图？”克劳德根本没把这威胁当回事，反而笑着说：“反正以后见面的日子还长着呢，不如先自我介绍一下。”他看着艾米丽笑着说：“我叫克劳德，可千万别忘了。”艾米丽还没反应过来，却突然注意到克劳德受伤的手背上竟然浮现出一个奇怪的印记。克劳德虽然嘴上说着不想动手，但他可不是个愿意吃亏的主。话音刚落，周围的黑魔法能量就动了。佩内洛普和赫尔曼被召唤出来，我们被算计了，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真要动起手来，他们根本没有胜算。特里斯坦刚想警告对方，克劳德却抢先一步笑了起来，说要陪他们好好玩。话音刚落，四周的黑魔法能量一下子暴涨，直接把整片区域都给封锁了。谁能想到，这家伙居然当场召唤出了一只长满獠牙的巨大怪物。艾米丽脱口而出，这居然是传说中的巨蠕虫，这体型差距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眼看怪物就要压下来，特里斯坦直接迎了上去，这下只能硬碰硬了。结果这些怪物直接把路给堵死了，特里斯坦根本没法脱身。克劳德在一旁笑得贼开心，说这玩意儿肯定要不了他的命，接着就打算带着艾米丽直接开溜。这下特里斯坦不仅要对付怪物，还得眼睁睁看着人被带走，这局势简直糟糕透了。那只巨蠕虫已经扑到了跟前，这要是被咬上一下，绝对没命活。艾米丽在一旁急得大喊殿下。